欢迎收听5分钟心理学的平台。今天给大家分享这本书《给大人的童话心理学》，作者刘慧银。前言：结合趣味与知识的童话心理学。幼时读过的童话，长大后再看一次时，会发现当中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就连大家耳熟能详的灰姑娘也不例外。在故事里，王子对只见过几个小时的仙杜瑞拉深深着迷，并打算向她求婚。思来想去，还是觉得这种情况很难理解。对于将来要成为一国之母的人，王子必须考虑的层面应该非常多，像是性格倾向、家境状况、聪慧与否等，但他却突然向仙杜瑞拉倾心不已。实际上，除了美丽的容貌与遗落的一只玻璃鞋外，王子对灰姑娘一无所知。不过他仍然寻遍全国各地，找到了仙杜瑞拉，与她携手步入婚姻。上述的情节从头到尾都难以解释，然而王子的这种行为其实可以透过心理学进一步解析，也就是所谓的月晕效应。简单来说，王子因为灰姑娘长得太漂亮，以至于完全未把其他条件列入考量。月晕效应指的是在评估某对象时，对其中某项特质的评价，连带影响到对其他条件的判断。从某种角度来看，王子过于明显和荒唐的行为可能会让人嗤之以鼻。但令人惊讶的是，类似的举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试着回顾一下自身的行为吧，在看到喜欢的艺人出来打广告时，有没有冲动购买过根本不需要的商品？会不会认为出身名校的人个性一定也不错？大众一般认为童话单纯只是孩子们读的故事，或许是因为童话配合了孩子的视角，大多以简单的词汇与简短的内容构成。但就我看来，没有一种题材能比童话更丰富、细腻地表现出人类的心理。在童话中登场的各种角色，如实地呈现出我们在世上可能遭遇的烦恼与疑问。因此，我深信只要分析这些角色的心理状态，就能轻松且有趣地揭开那些让人感到困难的心理学。这项新发现来自于我生日时收到的礼物——安徒生童话全集。在细读书籍内容时，我不禁赞叹连连，从小翻阅熟知的童话故事里，竟然处处藏有心理学知识。甚至有些难度较高的心理学法则，在故事中仅用几行话就表现出来，让我看完后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似乎找到了适当的途径，可以把心理学用饶富趣味的方式传达给大众。从大学时期开始，我就思考着该怎么做才能让人们轻松有趣地认识心理学。附带一提，高中时的我对心理学一窍不通，直到在大学研习相关的课程后，才对此大开眼界。日常生活中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其实都藏有心理学概念。尤其是透过科学方法理解人心、预测行为，这样的研究过程令人既振奋又感动。因此，比起专业科目韩语教育，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学习心理学。从本科系毕业后，我毅然决然地再次考进心理系就读。从那时起，我就努力地研读心理学知识，希望日后能帮助人们轻松愉快地了解心理学。10年过去，现在的我在高中担任专业的辅导教师。任职期间，我碰上了一道难题。由于韩国高中采取学分制，而心理学被编列为选修科目，导致有些老师虽然没有研习过心理学，却还是要教这项课程。因此，有不少教职人员请我推荐容易读懂的心理学书籍，而我也为这个问题苦恼了许久。当然，市面上有很多优秀的心理学教材，以大众为目标，值得一读的心理类书更是多不胜数。不过，很少有一种类型是能让首次接触心理学的人不产生排斥感，而且能以轻松有趣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提供读者丰富的知识。因此，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我决定利用童话角色的心理状态，撰写一本融合趣味的心理学书籍。为了将这个想法具体化，我花上整整1年时间调查、研究大量的资料，
给大人的童话心理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其实，过去也有人试着借由童话来说明心理学，但至今为止，大多都是以精神分析的角度做解释。从精神分析学的立场拆解童话时，一不小心就会让人产生心理学等于精神分析的偏见，或认定心理学既艰涩又无趣，以至于从一开始就对心理学失去了兴趣。因此，撰写这本书时，我把焦点集中在如何让大家读得兴味盎然，并且在接触心理学时可以不感到负担。书中的每一篇内容都会透过分析童话人物的心理状态，以有趣的视角讲解各种心理学法则，接着再具体说明该法则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何关联，又能如何加以运用。例如，在狐狸与白鹤的故事里，狐狸之所以会给白鹤扁平的盘子，是因为错误共识效应，这与人们通常认为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有关。除此之外，书中还透过大家耳熟能详的蚂蚁与纺织娘、卖火柴的小女孩、白雪公主等25则童话，简单有趣地诠释了心理学。这本书，我想积极推荐给第一次接触心理学，或总是认为心理学很难的读者。借由这本书，一定能够获得心理方面的知识与全新的乐趣。此外，对于有一定基础的人而言，我相信这本书也足以成为有趣的读物，因为书中对童话人物心理状态的解读十分新鲜，而且也很实用。若能理解人们的心意，生活品质就会大幅的提升，可见心理学与我们的日常有多么密不可分。希望透过这本书，可以让更多人着迷于心理学的魅力与效用。最后，我想向协助这本书出版的所有亲朋好友们致谢。欢迎来到《给大人的童话心理学》这本书，作者刘慧银。第一故事：狐狸与白鹤的错误共识效应。在阳光明媚的湖面上，白鹤悠闲地漫步，看见这幅情景的狐狸走上前去搭话：白鹤，你过得好吗？我很好。有什么事吗？我有点忙。白鹤的回应相当冷淡。其实两人几天前刚吵完架，狐狸虽然也心情不好，但还是温和地说道：我为你准备了美味的食物，要不要来我家玩？真的吗？白鹤的声音渐渐变得柔和。谢谢，我一定会准时赴约。沿着这条路直走，我家就在樱花树的左边。狐狸亲切地为白鹤指路。隔天，白鹤按照狐狸指的方向前去拜访，为了享受美味的食物，他还刻意不吃早餐。才刚抵达狐狸家，一股诱人的香味扑鼻而来，让白鹤忍不住口水直流。狐狸啊，我来了！听到白鹤的声音，狐狸赶紧跑去开门。欢迎，欢迎！他满脸笑容地迎接白鹤。白鹤坐上餐桌，面前已经摆好了食物。狐狸准备的餐点是浓汤，不过白鹤却感到手足无措，因为汤剩装在扁平的盘子里。快吃吧，汤里加了很多蔬菜。可是白鹤因为尖尖的肠胃，根本无法喝到扁平盘子里的汤。狐狸看到白鹤的模样，便开口问道：为什么不吃呢？不好吃吗？不，很好吃，只是我现在不太饿。是吗？那我全吃咯。狐狸咕噜咕噜地把白鹤的汤也全都喝光。这家伙真坏心！白鹤觉得自己好像被狐狸骗了，内心怒不可遏。在我们熟知的伊索寓言《狐狸与白鹤》中，狐狸是引起纷争的开端，他主动邀请客人来家里，最后却自己一个人吃得津津有味，即使被指责也是活该。就白鹤的立场而言，狐狸看见自己吃不到，还故意问为什么不吃呢？不好吃吗？最后甚至把汤整碗端走，该有多讨人厌啊！从古至今，以食物来捉弄他人都是非常可耻的行为。可是这整件事真的都是狐狸的错吗？其实狐狸也为了白鹤竭尽所能，是他主动提出邀约，也是他一个人熬出美味的浓汤。说不定狐狸还事先用心地铺好白色荷叶边的桌布，甚至找来一束小苍兰花装饰桌面。况且狐狸如果真的存心刁难白鹤，
故事后续，当狐狸收到白鹤的邀约时，应该理所当然的拒绝才对。明明知道对方会报复，又何必自投罗网呢？不过，狐狸欣然地接受白鹤的邀请，还天真地期待白鹤会为自己准备什么样的料理。从这一点来看，狐狸可能没有想要为难白鹤。那么，为什么他会把汤盛在扁平的盘子里呢？或许单纯只是因为错觉而已，以及心理学的错误共识效应 （false consensus effect）。所谓的错误共识效应，指的是认为自身的想法具有普遍性，误以为他人也会做出和自己相同的行为。错误共识效应是由史丹佛大学的李罗斯教授与其同事们透过实验所发现。心理学家们编造出一个情境进行实验，内容如下：你在附近的超市买完菜，正准备返家，这时突然有个人走过来问道：你喜欢在这间店购物吗？你回答：对呀，因为离我家很近，而且可以用便宜的价格买到高品质的肉类。接着提问的那个人告诉你，其实我是摄影组的工作人员，现在正在录影。然后他问道：我想把刚才那段内容完整的收进电视广告里，请问你是否同意？当然，有些人会同意对方的提案，也有些人会拒绝。看到这里的读者们，亦会根据各自的理由从二者中择一。同意自己的发言原封不动收进广告里的人，对当下情况可能做出类似下列的解读：我竟然要上电视了，真是太棒了。反之，不同意的人可能会这么想：我要素颜出现在广告里，别开玩笑了，这副模样在电视上曝光很丢脸耶。事先不知情，回答的时候结结巴巴的，看起来一定很笨吧。在接受提问的人表达自身意愿后，伪装成工作人员的心理学家反问：你觉得其他人会怎么决定呢？这时出现了非常有趣的现象，同意广告露出的人觉得其他人也会像自己一样欣然应允，不同意露出的人认为大部分的人都会像自己一样婉拒。此处的重点在于，不管是哪一方，都相信自身的想法合理且具有普遍性。因此，同意在广告上露出的人认为其他人也会觉得这是个有趣的经验，不同意的人则认为其他人也会觉得这种曝光很丢脸。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人类往往认为自己偏好的事物，别人也会喜欢；自己讨厌的东西，别人也同样排斥。让我们再回到童话上吧。狐狸以媲美摆盘式的方式装点好餐桌，精心熬汤，却败在误以为白鹤也像自己一样喜欢扁平的盘子。后来白鹤吃不到食物，从狐狸的角度来看，白鹤不是没办法吃，而是不想吃，而狐狸则既伤心又生气，觉得我准备那么久，你竟然不吃。于是他顺势说了一句：你不吃的话，那我全吃咯。但世人读到这个桥段，都觉得狐狸非常奸诈，并认定白鹤的报复相当合理。不过就狐狸的立场而言，说不定觉得十分冤枉呢。那么为什么狐狸会产生错误共识效应，给白鹤和自己一样的扁平盘子呢？原因就在于自我中心主义 egocentrism。 卡内基美隆大学的行为经济学教授乔治·洛温斯坦和博文主导的实验就充分展现出这种倾向。在实验中，研究人员让受试者想象一下某人在山上遇难的情景，接着再问道：对遇难者而言，是口渴比较痛苦，还是饥饿比较难受？这时受试者分为两组，一组是为了运动准备去健身房的人，另一组则是运动完准备离开健身房的人。实验结果显示，与前者比起来，后者有较多人回答口渴比较痛苦。这项研究表明，人类在理解他人或情况时，倾向以自身作为基准。由此可见，每个人在日常生活里都是用自己的眼睛看待世界，并且以各自的价值观做出判断。那么，站在白鹤的立场上，应该如何理解狐狸呢？虽然看到扁平的盘子，心情肯定很差，但白鹤可以把狐狸的行为视为无心的失误。因此，与其在背后磨刀霍霍，准备复仇，倒不如像这样当场说出自己的意见。狐狸啊，你看起来很喜欢扁平的盘子呢，但是我的会很长，用扁平的盘子我吃不到，我比较喜欢葫芦形的瓶子，你家有吗？如此一来，
狐狸可能会一声恍然大悟，赶紧去仓库里翻找瓶子，把浓汤装进里头，并真心地感到歉疚。假如白鹤理解所谓的错误共识效应，然后积极向狐狸表达自身感受，或许接下来就不会出现像狐狸复仇这样不可挽回的局面。延伸学习，维持圆融的人际关系，留意透明度错觉。人们都是用各自的观点看待世界，因此很容易产生以自我为中心的错觉。也就是说，不是只有狐狸才会出现这样的行为，我们每个人都很可能犯下类似的错误。不然你去路上问问看，我们谁对谁错？大家不都是这样吗？吵架时脱口而出的这些话，也都是源自于前述的错觉。与自我中心主义相关的另一个错觉是透明度错觉 （illusion of transparency）， 意指误以为对方很了解自己的感受与想法。请某个人一边回想大众熟悉的儿歌造飞机，一边跟着旋律摆动身体，接着问他：“你觉得其他人能猜出这是哪首歌吗？”这时，80%的人都会回答：“很容易猜到啊。”不过，实际进行测验的话，听到节奏的人都会歪着头，表示猜不出来。因此，回答正确的比率不到30%。认为对方当然猜得到和怎么可能猜得出来，这两种不同的立场也都是来自于透明度错觉。此外，有时我们会过度使用委婉的表现，然后又因对方不懂自己的心意而觉得难过，这种情况也属于透明度错觉。某些人会对有聚餐邀约的另一半说：“没关系，不必在意我，好好玩吧。”之后又生气地表示：“看来饭局很有趣嘛，竟然一次都没想过要和我联系。”其实这些人的心里是这么想的：我希望自己看起来很潇洒，不会限制另一半的自由，但内心难免有些介意。至少拍张照让我看看聚会上有没有别的异性，或是偶尔联络一下，让我知道你在做什么吧。有时可能会觉得，假如对方真的喜欢且在意我，理应能察觉类似的细节。但遗憾的是，这种想法也属于透明度错觉。如果恋人到了很晚都还没消息，不如抱着应该有什么理由吧，等等可能就打来了的从容心态。假如做不到的话，不妨事前就坦率表明自己的要求。希望减少关系中不必要的误会与矛盾，就要好好认识这些心理现象，明确传达出自己的心意。还有哪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在评论区和我们一同聊一聊吧。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来到5分钟心理学的平台。本集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第二故事：蚂蚁与纺织娘的延迟满足。从前，蚂蚁和纺织娘住在同一座村子里。某个炎热的夏日，蚂蚁努力地收集谷物，纺织娘则在树荫下弹着吉他唱歌。有一天，纺织娘看到蚂蚁在盛夏里也毫不懈怠地工作，便开口说道：“蚂蚁呀，不要一直埋头苦干，你也稍微休息一下吧。”蚂蚁回答：“如果想幸福地度过寒冬，现在就必须忍受痛苦。冬天眼前吃的东西那么多，有必要这么担心吗？”蚂蚁在心里感到不以为然：“你真是不懂得居安思危，怎么可能永远都是夏天？如果现在不提前准备粮食，冬天一定会饿死的。”就蚂蚁的立场来看，纺织娘只是一个对未来缺乏希望和远见的可怜青年。在不知不觉间，夏天过去了，严酷的冬季悄然到来。没有提前准备好过冬粮食的纺织娘徘徊在雪中寻找食物，最终仍然一无所获。刺骨的寒风让纺织娘的意识愈来愈薄弱。这时，纺织娘发现了一栋散发出温暖光芒的房子，那里正是蚂蚁的家。蚂蚁在夏日里辛勤工作，如今得以在暖和的房子里坐拥充足的粮食，舒适过冬。纺织娘找到蚂蚁家，拜托他分一点食物给自己，但蚂蚁无情地把门关上，冷冷地说道：“哼，活该，
我在炎炎夏日里汗流浃背的工作时，你在做什么呢？悠闲地弹吉他唱歌吗？我就说，为了提前准备过冬，不应该肆意玩乐，要努力工作呀。在蚂蚁与纺织娘的故事中，蚂蚁是勤劳的象征，因为在炎炎夏日中毫不懈怠的工作，所以能丰衣足食地度过严冬。蚂蚁的这种行为，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延迟满足 （deferred gratification）， 意指为了将来的满足而推迟眼下的享受。由于先别急着吃棉花糖 Don't eat the marshmallow yet 一书大为畅销，我想应该有很多人已经听过延迟满足这个名词。先别急着吃棉花糖一书的内容是以美国史丹佛大学沃尔特·米歇尔博士的棉花糖实验为基础。在这项实验里，米歇尔博士将4至6岁的孩子们分别带进房间，给孩子一个棉花糖，然后告诉他们，老师15分钟后会再回来。如果那时候你还没有把棉花糖吃掉，我就会再给你一个当做奖励。而孩子们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些孩子在老师一离开房间后就马上把棉花糖送进嘴里，有些孩子则强忍了15分钟，最后多获得一个棉花糖。实验结束后，米歇尔在接下来的14年里持续观察这些孩子的成长过程，结果有令人惊讶的发现，能够忍过15分钟不吃棉花糖的孩子，在校成绩比那些无法忍受诱惑的人高许多，人际关系也相对融洽，且报考大学时的 SAT 分数甚至平均高出210分之多。换句话说，能够战胜棉花糖诱惑的孩子，有较高的几率过上顺遂的人生。吃不吃棉花糖的差别究竟是如何带来这种蝴蝶效应的呢？实验中使用的棉花糖象征的是诱惑，因此忍住想吃棉花糖的欲望就是所谓的耐力问题。孩子们为了之后能多得到一个棉花糖，必须忍受眼前棉花糖的诱惑，就像《伊索寓言》里的蚂蚁忍住夏天想休息的欲望一样。米歇尔的棉花糖实验与忍耐到底是有福的。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耐心是苦涩的树，但它会长出甜美的果实等人生至理名言一脉相承，受到了大家的关注。此外，许多自我启发类的书也一再强调延迟满足是通往成功的钥匙。在教学现场的老师们更经常提及棉花糖实验，以此激励学生。那么，耐力无法培养吗？如果在老师一离开就吃掉棉花糖，是不是一辈子都会是个容易陷入诱惑、不懂得忍耐的人呢？当然不是，有些具体的方法可以增进耐力。这个方法可以透过史丹佛大学名誉教授亚伯特·班杜拉及其同事的实验来加以说明。首先，研究人员将实验参与者分成4组，接着让所有人都开始踩单车运动。此时，研究人员没有给第一组任何目标与反馈，第二组只给了目标，第三组只给了反馈，最后一组则是两者同时给予。这里提到的目标指的是比昨天再多运动3分钟，而反馈则是很好，真帅气，腿部肌肉好像变得更结实了呢之类的称赞。实验结果显示，同时获得目标与反馈的第4组，运动时间增加的幅度最大。也就是说，运动时有目标可依循，而且从周围人身上获得反馈时，耐力会大幅的提高。不过，按照棉花糖实验的结果，把生活重心放在未来，推迟眼下的幸福，真的是正确选择吗？苏联的诗人兼小说家鲍里斯·巴斯特纳克 （Boris Pasternak） 曾言：“人生来就是为了生活，而不是为生活做准备。以及对未来的过分准备，可能会成为眼下的浪费。”过去在某个演讲节目里，一位歌手的发言曾引起众人的共鸣。某天早上，妹妹像平常一样对他说：“子子，我把你的运动鞋穿出门咯。”没想到却因突如其来的事故而丧命。从此之后，歌手就决定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活，不要为了老年时能过上舒适的生活，就忍着不喝今天渴望的美式咖啡。不要畏首畏尾，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没必要存太多钱，想吃什么就去吃。不要因为相对稳定，就执着于公务员考试或大企业招募，应该浪漫地享受人生。今天比明天更重要，
别因为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未来就虚掷了美丽的青春。在蚂蚁与纺织娘的故事里，蚂蚁为了应对寒冬，在炎热的夏日里一刻也不停歇的工作。说不定日后蚂蚁也会感到后悔，自己之所以过得不快乐，是因为一路以来都只为未来着想，忽略了眼下的幸福。比起蚂蚁，纺织娘更加专注于线下的幸福时光。虽然她在寒冷的冬季为了寻找食物而狼狈不堪，但她尽情享受过自己想做的事，度过了灿烂的夏日。人生没有所谓的正确解答。例如穆萨·阿萨里德在《沙漠旅行者 Why Pocket Do Sable Down Blue Desert》赞译一书中强调了当下的幸福。20多岁的人没必要担心50岁以后的生活。但理查·瑟勒和凯斯·桑斯坦则在《推出你的影响力》中写道：你已经在准备退休后的生活了吗？如果还没，就立刻把书合上，采取行动吧，把焦点放在了未来的幸福上。假如还未找到答案，就要努力在生活的每个瞬间觉察幸福的所在。自己的幸福究竟是现在，亦或是未来呢？让我们套用上述观点，试着改变一下蚂蚁与纺织娘的结局吧。纺织娘找到蚂蚁家，拜托他分一点食物给自己，但蚂蚁无情地把门关上，冷冷地说道：哼，活该！我在炎炎夏日里汗流浃背的工作时，你在做什么呢？悠闲地弹吉他唱歌吗？我就说为了提前准备过冬，不应该肆意玩乐，要努力工作呀。被蚂蚁拒之门外的纺织娘在寒冷、饥饿与悲伤的夹击下，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再这样下去，真的会冻死在街上。纺织娘觉得自己的生命已走到尽头，于是用尽全力弹着吉他唱歌。最后，筋疲力竭的纺织娘晕了过去。这时，蚂蚁家的门开了，唱出生命最后旋律的纺织娘，歌声里满溢着悲伤，触动了蚂蚁的心弦。蚂蚁急忙把纺织娘搬进屋内。不久后，他清醒了过来。蚂蚁的妻子对他说道：纺织娘啊，你真是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多亏有你的歌声，森林里的昆虫们才能在夏日里打起精神工作。这样特别的角色，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在这寒冷的冬季，可以请你待在我们家，继续为我们演唱美妙的乐曲吗？出乎意料的邀约让纺织娘非常开心，但她仍旧对蚂蚁的想法耿耿于怀。这时，蚂蚁干咳了几声，接着开口道：哼，现在想想，夏天好像因为有歌声，所以才感觉没那么累了。纺织娘对蚂蚁露出了温暖的微笑。那一年，纺织娘在蚂蚁暖和的屋内尽情地演奏自己喜欢的吉他，度过了幸福的冬季。延伸学习，享受当下的关键，专注于眼前的事物。罗马诗人赫拉斯曾说过 Carpe diem， 意思是别错过眼前的机会，应该要活在当下。但是有很多人会沉浸于过去，或者对未来感到焦虑不安，因而无法享受眼前的事物。那么，活在当下这句话具体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身体上。换句话说，就是慢慢地去感受自己正在做的事，例如刷牙时仔细留意牙膏散发出的味道，刷毛触及齿尖时的感觉，以及移动牙刷时发出的声音等。这个方法有助于把意识的流动拉回当下。其次，从事一些能够把注意力导回当下的活动，如冥想、做料理、画画、关掉导航，走看看新的路线，陪伴小狗，把今日的待办事项写下来等等。第三，对自己拥有的一切心怀感谢，试着重新感受一下那些习以为常的事物。让我们再回到棉花糖实验吧。也许在这个实验里，重要的不是孩子有没有立刻把棉花糖吃掉，而是在老师离开的这15分钟，孩子们做了些什么。直接把棉花糖吃掉，然后开始摸索其他有趣事物的孩子，说不定会比一直犹豫不决，好不容易才撑过15分钟的孩子过得更加幸福。还有哪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在评论区和我们一同聊一聊吧。
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来到5分钟心理学的平台。本集我们进入到第3故事，狡猾的蝙蝠的锚定效应。很久以前，原本一派和平的动物王国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生活在地面的野兽和在天空中活动的飞禽都坚称自己的力量最为强大，两族之间的争斗无止无休。眼前的形势让蝙蝠开始烦恼自己应该向哪一方靠拢。不然就先静观其变好了，之后再与胜利的一方为伍。不过仔细观察一下，野兽的赢面似乎比较大，于是蝙蝠跑去找了万兽之王狮子。狮子大人，请看看我是不是长得很像老鼠呢？我也属于野兽的一员，请让我加入你们的队伍里，出一份力吧。狮子仔细地看了看蝙蝠，回答道：好吧，但你必须竭尽全力的战斗。遵命，我一定会比任何人都还要勇猛。战争仍在继续，飞禽嘴里叼着石头开始空袭，这次的情况变得对野兽不利。野兽们集体藏身树林，躲开从天而降的石块和木头碎片。看到这幅情景的蝙蝠默默地担心了起来。再这样下去，野兽会输的，该怎么办呢？于是蝙蝠跑去找飞禽之王老鹰。老鹰先生，请看看我的翅膀，我也属于飞禽的一员，请让我加入你们的阵营吧，拜托了。好吧。老鹰仔细端详蝙蝠的翅膀，然后答应了他的请求。谢谢您。战争又持续打了好几天，野兽和飞禽都开始感到厌倦。后来老鹰和狮子握手言和，彼此约定不再进行这种消耗性的争斗。战争终于落幕，和平再次降临。不过蝙蝠却同时遭到野兽和飞禽的排挤。你不是有翅膀吗？居然利用它出卖我们！像你这样卑鄙的家伙，别再出现在这里了！狮子愤怒地说道：你长得像老鼠，明明就是野兽啊！但你居然骗我们自己是飞禽，我们绝对不会再和你来往。老鹰如此说道。听到这些话，野兽和飞禽们都围绕着蝙蝠厉声斥责。蝙蝠觉得非常惭愧，急忙逃到山洞里去。在那之后，蝙蝠就一直躲在漆黑的洞穴里，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会出没。人们通常认为蝙蝠象征背叛，因为在《伊索寓言》里，蝙蝠就像墙头草一样两边讨好，所以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相反的，有些人认为蝙蝠只是深谙处世之道，为他加以辩护，而这种解释也很合理。不过就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个故事最值得瞩目的地方在于蝙蝠的说服技巧。一集，蝙蝠不曾让第三者盲目地判断自己的外貌特征，而是在狮子和老鹰开口之前就先告知对方有关自己的特定情报。这种技巧在心理学上称为锚定效应 （anchoring effect）。所谓的锚定效应，指的是首次出现的讯息成为了基准点，对他人的判断产生影响，就像船下锚后不太会移动一样。也就是说，在判断未知的事物时，我们在潜意识中很难摆脱最初获得的资讯，经常以此作为标准。蝙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懂得锚定效应呢？在万兽之王面前，蝙蝠声称自己长得像老鼠，而听到该情报的狮子就忽略了蝙蝠其实长有翅膀，只以与老鼠相似的部分为基准，判断它属于野兽的一员。相反的，在飞禽之王面前，蝙蝠用自己的翅膀为根据说服老鹰，以至于老鹰没注意到蝙蝠长得与老鼠相似，将它判定为飞禽。锚定效应可以透过一个简单的实验来加以验证，只要2个人就能进行。实验方法如下：让其中一个人计算出1乘以2乘以3乘以4乘以5乘以6乘以7乘以8是多少，另一个人计算出8乘以7乘以6乘以5乘以4乘以3乘以2乘以1的答案。过程中不能使用纸、笔或计算机。如此一来，除了数学天才之外，大部分的人都会用直觉进行思考。通常和第2个问题比起来，多数人针对第1个问题算出的数值较低。实验结果显示，
参与者的答案第一题平均是512，第二题则是2250，得出的数值明显比第一题高出许多。正确答案为40320。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原因同样来自于前文提到的锚定效应。题目中最先显示的数字1和8，分别发挥出锚定效果，进而成为了某种基准点。锚定效应最初由丹尼尔·康纳曼 （Daniel Kahneman） 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发表在《科学》期刊上，此后逐渐广为人知。原本的实验内容是让参加者进行幸运转盘。虽然转盘上写有数字0到100，但其实指针已被提前设定过，只会停在10或65这2个数字上。转完转盘后，实验参与者将接受以下2道提问：一、非洲国家加入联合国的比例较刚才出现的数字大还是小？二、非洲国家中有多少是联合国会员国？第一次听到这2个问题时，除了该领域的专家之外，大多数人都会当场愣住，答案几乎都是随便猜的。而在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幸运转盘转到数字65的受试者，第2个问题的答案平均为 45%， 转到数字10的受试者，答案平均为 25%。 由此可见，幸运转盘上转出的数字会对实验参与者的回答产生影响，虽然那些数字和加入联合国的非洲国家数量完全无关。即使以这种方式毫无根据地给出了荒谬的起点，实验参与者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并依此做出最终判断。由于锚定效应是在潜意识中发挥作用，因此可运用的范围相当广。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超市的行销手法。店家在标示商品价格时，通常会故意写高，然后再用红线划掉，把较低的折扣价写在旁边。如此一来，消费者就会以较高的定价当作基准，觉得商品便宜而下手购买。另一个例子是政治人物的形象塑造。假设有某位政治人物在提政见时喊出免费教育、免费公餐的口号，虽然选民明知根本不可能实现，但仍会因为这样的口号而产生锚定。也就是说，这名政治人物会给人留下致力于福利政策的印象。此外，锚定效应也有可能被恶意滥用，像是候选人以兵役特权或房地产炒作等。负面新闻攻击竞争对手，这时不管这些负面传闻是事实或捏造的都不重要，因为最初的目的就是要让选民看见竞争者的负面形象，使锚定效应发挥效果。就像这样，锚定效应可以让政治人物、广告业主或谈判专家达到预期的目标。从这一点来看，故事中的蝙蝠其实是位优秀的协商高手，因为他根据野兽和飞禽各自的情况，适当地提出了基准点。那么，如果不想因锚定效应而蒙受损失，究竟该怎么做呢？对应的解决之道，其实可以从故事结尾狮子和老鹰的行动中找到。战争结束后，随着和平的到来，狮子检视了蝙蝠不属于野兽的原因，老鹰也细看了蝙蝠不属于飞禽的理由。以及在最初接触到的讯息当中，用相反的观点来进行思考。换句话说，在下判断或决定时，如果想减少因锚定效应产生的失误，就不能盲目地相信初始讯息，使其成为判断依据，而是应该重新衡量自己掌握的情报是否正确，并思考是否还有其他观点。如此一来，方能提高自己判断时的准确度。延伸学习，设有预期目标时，不妨活用锚定效应。锚定效应在很多领域也意外地具有影响力，连最应该追求公正的法庭判决亦然。人们通常认为裁判经过严谨的程序，借此产出客观的结果。换句话说，所有细节都记载在法律条文上，照着执行不就好了吗？不过，从以下实验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将158名法官分成3组，同时给他们看一般求刑5年以上的强制性交罪案件。
此时，第一组的检察官向法官求刑2年，第二组的检察官求刑10年，第三组的检察官则没有提出任何量刑的要求。那么，裁判的结果究竟会如何呢？针对求刑10年的第二组和没有任何量刑要求的第三组，法官作出的判决平均为57个月，两者的结果相差无几。但是，针对求刑2年的第一组，法官给出的判决平均为42个月，与其他2组相比有极大的差距，刑期足足少了1年多。事实上，检察官提出的2年刑期在法律上根本低到不可思议，但法官却受到了影响。因此，为了不让自己的主观判断被错误的讯息动摇，我们必须随时注意这种锚定效应。当然，也可以反过来善加利用这一点。假设生活费的掌握者是配偶，当自己想买某样东西时，就可以试着运用锚定效应。例如，刻意先告诉对方提高过的金额，我想买新的游戏机，听说是50万韩元，如此一来，对方肯定会拒绝。但答不答应其实无所谓，反正那不是真正的价格，只是为对方建立一个基准而已。接着过几天再告诉对方，同样的商品在二手市场降到10万韩元耶，便宜40万的话，几乎就是赔本卖了。虽然无法保证这么做就能获得想要的东西，但至少提高了一点可能性。还有哪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呢？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一同聊一聊吧。感谢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下一集的精彩内容。欢迎来到5分钟心理学的平台。本集内容进入到第4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旁观者效应。时近岁末的寒冷冬季，一名少女在雪花纷飞的暗夜街道上来回踱步。家境清寒的她衣着单薄，脚上连鞋子都没有穿。其实，少女原本穿了母亲的鞋子出门，那双鞋比她的脚要大上许多。为了闪避飞驰而过的马车，鞋子掉在了路上。虽然她四处找寻，其中一只鞋仍然不见踪影，而好不容易找到的那只也被某个男孩抢走了。少女只好赤脚走在刺骨的寒风里。少女破旧的围裙里装满火柴，另外还有一把握在手里。在街上兜售了一整天，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购买。少女又冷又饿，身体瑟瑟发抖，像在爬行一般的缓缓前进。雪花一片片地落在她过肩的金色长发上，但少女依旧面不改色。家家户户透着温暖的灯火，街上弥漫着烤鹅肉的香气。那日正好是1年的最后一天，少女当然也知道。她蜷缩着身子，跪坐在屋檐下的一个小角落，就算把小腿垫在臀部下方，也难以抵挡席卷而来的阵阵寒意。即便如此，少女还是没想过要回家，因为今天一根火柴都没卖出去，没有钱可以带回家。如果被父亲发现，一定会狠狠挨一顿揍。童话故事的背景正好是1年的最后一天，通常年末都会举办各种活动，街上人山人海，气氛非常热闹。特别是听得到岁末钟响的景点，人潮更是拥挤到只能被推着前进。就在那样的日子里，可怜的小女孩光着脚，一整天都在兜售火柴，却没有人出手相助。读到这个童话时，很多人会认为，怎么可能？作者是不是为了凸显小女孩的凄凉，所以刻意夸饰？事实上，这种情况真的有可能出现，原因就来自于心理学的旁观者效应 （bystander effect）。究竟何谓旁观者效应？为什么会让卖火柴的少女在寒冷的冬天里孤立无援呢？旁观者效应指的是目睹困境的人愈多，实际站出来帮忙的人反而愈少，因为大家都觉得，就算我不行动，也一定会有人伸出援手。1964年3月发生在美国住宅区的一起凶杀案，就是旁观者效应开始受到研究的契机。当时一名叫做吉诺维斯的28岁女性，在深夜结束工作后，于返家途中在自家公寓前遭到抢劫杀害。
这起事件有个令人震惊不已的事实：嫌犯在追杀被害者的那35分钟，用刀攻击他至少3次，且足足有38名公寓住户目睹了案发过程。在市民们窃窃私语之际，嫌犯曾警觉地躲起来，后来因为没有任何动静，于是嫌犯又放心地转头回来追击被害者，用刀将他刺伤。这段期间，没有任何一个人主动报警，直到被害者身亡后，才终于有人联系警察。这起事件为美国社会带来极大的冲击，理由不在于嫌犯杀人，而是为什么正当守法的市民当中竟没有一个人报警。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比布拉塔内进行过一项与旁观者效应相关的实验。研究者请参加实验的大学生们填答问卷，并告诉他们自己会在问卷时间结束后再回来。接着，研究人员透过未上锁的组装式拉门前往隔壁房间。几分钟后，大学生们会听到隔壁房间传来嘎吱嘎吱的声响，椅子倒下的声音，人摔倒在地的重响，以及某位女性痛苦的惨叫。这些声音，任谁听了都会意识到有不好的事正在发生，但其实这是研究者们事先录好的音效。研究人员借此实验，观察有多少大学生会实际采取行动来帮助受害者。结果显示，当独自一人待在房里时，有 70% 的大学生起身前往隔壁房查看，但和其他人在一起时，只有 20% 的人打算伸出援手。这项研究指出，在某人需要帮助的情形下，如果还有其他人在场，人们实际提供帮助的行为就会明显减少。实验结束后，研究人员访问了听到声音后也没有任何动作的大学生们，他们的回答是，因为在场的其他人没有反应，所以自己以为情况并不严重。但其他没有采取动作的人其实也保持着类似的想法，这就是旁观者效应发生的原因，多数人的无知与责任分散。试想一下，假如有人在街上晕倒，自己通常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是心脏麻痹的紧急情况吗？这个人喝醉了吗？需不需要帮忙？若靠近对方，最后反而被诬赖的话怎么办？接着开始观察周围的人，这时周遭的人如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们就会觉得大家看起来没有动作，应该不是危急情况，然后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毫无作为。事实上，当我们在观察他人的同时，他人也在观察我们的反应，这种情况就是所谓多数人的无知。而责任分散，就是在心里暗自觉得其他人应该会做，如同就算我没向少女买火柴，其他人也肯定会买一样。可是，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最后就不会有人向少女伸出援手。因此，在某个人需要帮忙时，就算不是我，也一定有人会的想法，并不是健康的态度。那么，身处危机中的人若想避免旁观者效应，具体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让他人感受到眼下情况危急。从童话中可以看到，少女虽然在寒冷的天气里打赤脚卖火柴，但脸上一直都面无表情。在大街上行走的人当中，肯定有人觉得要不要帮一下少女，且或许大部分人都这么想过。可是，少女维持面无表情的姿态走在街上，很可能让人产生情况没有危急到需要我帮忙的想法，以至于没有伸出援手。第二种方法是，与其向不特定的多数人求助，不如指定某个人请求帮忙。换句话说，少女与其喊着卖火柴来买火柴吧，不如用那位戴着红色围巾的先生，请你买一点火柴吧来代替，呼喊特定的人物予以请托。在进行心肺复苏术的急救课程时，也不会教大家喊请帮我拿去颤气过来，快打119报案，而是要指出特定人物，那位穿蓝色背心的先生，请帮我拿去颤气过来，那位穿黄衣服的小姐，请协助拨打119报案，因为这种做法获得帮助的可能性更大。此外，阻止旁观者效应的第三种方法在于知识的作用，以及处于相同情境下，通晓旁观者效应者采取行动的几率会比完全没听过这项理论的人来得高。换句话说，正在阅读本文的朋友们，因为明白了旁观者效应的影响，
就更有可能站出来付诸行动。看见某人遭遇困难时，与其想着总会有人提供协助吧，不如以我先帮忙的态度伸出援手。如此一来，肯定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人勇于跳出来帮忙。延伸学习，即使当不了英雄，也要做个乐意助人者。如今，旁观者效应也出现在社群媒体上。英国 BBC 电视台的某位记者在个人推特上传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乍看之下是一位金发女子坐在地铁座椅上沉睡，不过在那位女子的脚边，整盘披萨洒落一地。这则贴文足足有2万多人转发，留言大多是脚下那些披萨好像还可以吃，那女生是准备上班还是刚下班等，几乎没有人关心她究竟是睡得很沉，以至于把披萨打翻，还是根本已呈现晕厥状态。拍摄该照片的记者也不例外，他最先做的不是确认对方的健康状态，而是拍照上传到社群网站。此外，在网站上闲逛时，经常可以看到需要代为报案或给予协助的贴文或影片。不过，当我们怀着担忧的心打开底下的留言栏时，就会发现有很多人写到这应该是串通好的恶作剧，或者如果是真的，早就有人报案了吧。于是，我们就收起忐忑不安的心，直接跳到下一则动态去。这样的行为其实也算是旁观者效应。不过，最近也有研究认为旁观者效应可能不成立。据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研究团队指出，在记录了暴力行为的监视器影像中，90%的案件都至少有一人站出来提供协助。因此，研究团队们认为，如果有旁观者存在，反而会增加某人出手介入的几率。换句话说，周围的人愈多，有能力或有意愿帮忙的人就愈多。归根究底，重点在于帮助他人的心和意愿。即使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也一定有人愿意对他人提供协助。在某人遭遇困境时，就让我们率先伸出援手吧。唯有社会上充满互助的风气，当自己需要帮助时，才更容易找到帮手。好了，各位听友有哪些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呢？欢迎来评论区和大家分享，感谢收听。欢迎来到5分钟心理学的平台，相信大家最了解这个第5故事吧。白雪公主的接触安慰。透过魔镜确认白雪公主还活着的皇后，制作了一把沾有毒药的梳子。接着，她再次乔装打扮，前往白雪公主与七矮人居住的房子。来买把梳子吧，梳一下就能让秀发变得亮丽又有光泽。乔装成商贩的皇后在门外不停地叫卖：“小姐，这种梳子非常珍贵，市面上很难买到的，可以将您的秀发梳理得更加动人哦。”白雪公主犹豫了一会儿，觉得不该怀疑如此亲切的老奶奶，便为她开门。奶奶，快请进。老奶奶一脸笑眯眯的，马上走到白雪公主身边。小姐，您真漂亮，我可以亲自为您梳头吗？她一边摸着白雪公主的头发，一边温柔地说道。白雪公主的心情很好，于是就按照老奶奶说的，让她为自己梳头。伪装的皇后走到白雪公主身后，开始用梳子梳她的头，粘在梳子上的毒渗入白雪公主的体内，白雪公主立刻就晕了过去。皇后看到公主倒下后，便兴高采烈地返回宫殿。7个小矮人结束工作后，回到家中，看到白雪公主昏倒在地，全都吓了一大跳。幸好其中一位矮人发现公主头上的梳子，赶紧把它拔下来。白雪公主深吸一口气，缓缓地睁开眼睛，这才向小矮人们说明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不是说过，不管对方再怎么亲切，都不可以开门让他进来吗？看来你又忘记了。皇后这次没能成功，下次肯定又会乔装打扮，想尽办法害你，千万不能再为陌生人开门了。白雪公主向小矮人保证，
自己以后绝对不会再让陌生人进门。童话中的白雪公主好几次都惊险地逃过鬼门关，刚开始差点被皇后买通的猎人杀死，所幸猎人心生怜悯，才放白雪公主一条生路。这段情节安排让不少人猜测，最爱白雪公主的可能不是王子，也不是小矮人，应该是猎人才对，因为他拿野猪的心脏回去向皇后交差，假装那是公主的心脏，是童话里唯一一个为白雪公主赌上性命之人。好不容易逃过一劫，公主应该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才是，不过她却完全相反，总是随随便便就替陌生人开门。寄住在小矮人家时，白雪公主因为紧勒的丝带和沾有毒药的梳子，连续2次死里逃生。矮人们苦口婆心地叮嘱她千万不要替陌生人开门，但白雪公主总是犯同样的错。最后她掉进皇后设下的陷阱，一口咬下毒苹果，就此陷入沉睡。为什么白雪公主每次都会开门呢？原因或许正出于孤独。试想一下，白雪公主整天都独自待在七矮人的家里，肯定会感到寂寞。因此当陌生人来访时，她可能一时开心就放下戒心，为对方开门。换句话说，白雪公主需要与人接触。威斯康辛大学哈里·哈洛教授的接触安慰实验便透过心理学充分证明了接触的重要性。以下我们就来看看这项实验的契机。第2次世界大战时，有许多人沦为战争孤儿，而意大利的某间育幼院就负责接收、抚养受难的孩子。这间育幼院因为领有政府补助，在设施或餐点方面都比民间育幼院更加完善。此外，院方还非常重视卫生，特别采取隔离方式养育孩子。不过，院内却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和环境恶劣的民间育幼院比起来，在这间育幼院成长的孩子不仅死亡率高，即使侥幸生存下来，孩子在身体和精神方面的发育也显得异常迟缓。为了找出背后原因，哈洛教授利用猴子进行一项实验。他把刚出生不久的小猴子与母亲隔离，然后给驮们一个用铁丝制成的妈妈和用布做成的妈妈。前者身体的部分也是用铁丝缠绕而成，摸起来触感不佳，但胸前挂有奶瓶，让小猴子肚子饿时可以喝。相反的，用布做成的妈妈触感温暖，但胸前没有奶瓶，无法提供小猴子任何食物。乍看之下，食物是生存的必要条件，小猴子理所当然会黏在铁丝妈妈身旁吧。可是实验结果却出人意料，小猴子一整天都紧紧抱着用布做成的妈妈，甚至连肚子饿时也不愿离开，只用嘴巴靠近铁丝妈妈胸前的奶瓶，借此填饱肚子。更令人惊讶的是，当小猴子听到巨大的声响，或是感受到可怕的威胁时，就会奔向用布做成的妈妈。在1950年代展开这项实验之前，人们一直都认为婴儿之所以依附母亲，是因为妈妈能够解决孩子的饥饿问题，所以又被称为橱柜理论 Cupboard Theory。 一级孩子将母亲视为提供食物与养分的橱柜，单纯是为了生存才产生依恋关系。不过借由哈洛教授的猴子实验，可以看出橱柜理论的局限性。同时，这项实验也证明了在富足干净的育幼院中，孩子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关键，正是因为缺乏充满爱意的接触。与某人接触、抚摸或拥抱，这样的行为相当重要，但实际上却不容易。因此，某些团体还会举办相关的活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自由拥抱运动 Free Hug。 活动进行的方式非常简单，有某个人举着写有 Free Hug 的牌子，当路过的人请求拥抱时，就大方给予回应。据说这项拥抱运动最初是由一位叫杰森·亨特的美国人所发起，因为他发现出席母亲丧礼的人全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过去你母亲给我的拥抱成为了后世的安慰与力量。这些回馈让他获得灵感，开始推行自由拥抱运动。随后，澳洲人胡安曼将活动影像上传到 YouTube， 该运动便迅速扩散到全世界。让我们再回到白雪公主的故事上吧。
白雪公主出生不久后便失去了母亲，也就是说，她从来没有感受过母亲温暖的怀抱。此外，由于父亲是一国之君，没有什么时间亲自照顾女儿，而侍女们则因身份上的差异，很难轻松自在地与他相处，就像意大利那间育幼院一样，皇宫只为白雪公主提供了干净的环境与丰足的饮食。后来，国王新娶的皇后嫉妒白雪公主，总是想置她于死地。公主为了躲避皇后追杀，逃到七矮人的家里暂住。可是小矮人们一大早就出门工作，直到深夜才会回来。这段期间，公主只能一个人待在家里。让我们站在白雪公主的立场上思考看看，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有人恳切地上门拜访，自己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某个人愿意与我说话，希望和我接触，而且此刻就站在门外，我们真的能够无动于衷吗？恐怕很难。因为幼年时若未能从他人身上获得充分的接触，长大后仍会渴望那种感觉。那么，当我们发生身体接触时，为什么在心灵上会感到安定呢？答案可以从生物学中找到。人的皮肤上有一种东西叫做 C 神经纤维，这种神经纤维在发生身体接触时最为活跃。当讯息传达至大脑的岛叶 insula 时，就会促进脑内啡分泌，进而使我们的心情变好并趋于稳定。因此，在心理学上，接触不仅仅是单纯的触碰，也被称为接触安慰。由此可见，白雪公主总是为陌生人开门，并不是因为她太傻或太天真，而是极为渴望从他人身上获得接触安慰。延伸学习，因他人而受伤，也因他人而治愈。法国哲学家上保罗·沙特曾说过，他人即地狱。心理学家阿德勒也提到，人类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关系。换句话说，因人际关系而受伤是必然的，除非我们生活在无人岛，否则一定会有来自人际关系的创伤。如果想避免伤害，是不是只能与他人断绝关系，独自生活呢？不是这样的。因为比起一个人孤立，与他人交往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首先，若能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会比没有任何人际往来者更为健康和长寿。据健康心理学家罗伯兹的研究，无论夫妻俩如何相爱相杀，罹患癌症、忧郁症或流感等疾病的几率都比独自一人时来得低。此外，心理学家西蒙娜·施纳尔曾在一项研究中，请受试者们从陡坡上走下来。受试者共分成2组，其中一组是单独行走，另一组则是和朋友结伴同行。接着，研究人员请所有受试者推测山坡的倾斜程度，而实验结果显示，独自行走的人估出来的坡度比结伴同行者还要更陡。那么，只有对自己有意义或亲近的人才得以产生帮助吗？其实不然。就算是初次见面，我们也可能试图依靠对方。心理学家菲利普·金巴多为了证明前述假设，将参与实验的受试者分成2组，并预告其中一组将接受让心情愉快的电流刺激，而另一组接受的电流刺激则会导致心情沮丧。最后，研究人员调查受试者在等候期间是选择一个人待着，还是和其他人一同度过。结果发现，得知自己将接受负面电击的人，就愈倾向和他人待在一起。类似实验一再指出，当人们处于孤独或艰困的环境时，与不熟识的某人一同承担，也好过一个人独自面对。好了，各位听友们有什么感受和想法？可以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感谢收听。欢迎来到5分钟心理学的平台。本集内容我们进入第6故事：清晨的公鸡与农夫的错觉相关。咕咕咕，咕咕咕。一到清晨，公鸡就会放声啼叫，农场的一天也正式展开。农夫们起床打扫院子，准备进行今天的工作。然而，在这座农场里，
有一名非常懒惰的农夫。哎呦，好困，讨人厌的早晨又来临了，真希望太阳永远不要升起，让我好好睡个够。懒惰的农夫每天早上起床时都会如此抱怨。有没有什么方法让早晨不要到来？懒惰的农夫在洒扫院子时，瞟了一眼那只晃过来又晃过去的公鸡。讨厌鬼，每到清晨，那家伙就带头叫个不停。接着，他突然浮现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假如把那家伙杀掉的话，黎明就不会来了。懒惰的农夫啪一声拍了膝盖，看起来兴高采烈。那天晚上，他偷偷把公鸡拉到树林里。我最讨厌天亮了，但你这家伙老是大喊大叫的把太阳唤来，所以你必须得死。公鸡吓了一大跳，于是对农夫说道：太阳不是我换来的，我只是比其他人勤快一点而已。我不想听。农夫残忍地扭断公鸡的脖子，将驼杀死了。现在天不会亮了，尽情地睡一觉吧。农夫甩一甩手，接着便走进房里睡觉。第二天清晨，农场的公鸡悄无声响。虽然大伙都很好奇公鸡为什么没有叫，但他们还是起得很早，勤奋地投入工作。只剩懒惰的农夫还呼噜呼噜地沉浸在梦中，因为他相信公鸡已被杀死，黎明一定不会到来，所以睡得非常安稳。而其他人一直没看到懒惰的农夫，于是决定前往他的房间查看。你这个懒惰鬼，日上三竿了还在睡，快点起来！众人敲醒了游走在梦中的懒惰农夫。农夫揉了揉眼睛后坐起来，歪着头感到困惑。天亮了吗？真奇怪，明明没有公鸡了，怎么会？懒惰的农夫不经意地喃喃自语。农场的人们听到后大吃一惊。你说什么？我们居然现在才发现，原来是你这懒惰鬼杀了公鸡。难怪今天早晨没听到公鸡的叫声。可恶，你这懒骨头，看我怎么教训你！众人开始追打懒惰的农夫，把他逐出了农场。被赶出去的农夫一边哭泣，一边自言自语道：原来扭断公鸡的脖子，黎明也还是会来呀。童话中的懒惰农夫以为公鸡换来了黎明，所以决定杀死公鸡。实际上，日升日落是因为地球在转动，并不是因为公鸡的啼叫。换句话说，懒惰的农夫把彼此毫不相关的公鸡和日出连在了一起。看到农夫的行为，我们可能会嘲笑他愚蠢，但其实我们也经常做出类似的举动。例如，某位学生在学校被老师抽检服仪，就脱口说道：怪不得我早上踩到狗屎，运气真差。踩到狗屎和服仪检查没有任何关联，但当事人却认为是因为我踩到狗屎，所以才被老师抓到。就像这样，明明两个事件没有丝毫关系，但我们却误以为两者有所关联。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称为错觉相关 （illusory correlation）。让我们试着把错觉相关的概念套用到俗谚中看看。韩国有句俗语叫乌飞离落，实际上乌鸦飞走和梨子掉落一点关系也没有，但人们依然认为梨子之所以会掉落，是因为乌鸦飞走的关系。此外，还有人会说，每次看球赛，我支持的队伍就一定会输，这是相当典型的错觉相关。其实，观看比赛和球队输球完全无关，但人们依旧会觉得是因为我看了比赛，所以球队才会输。假如那场比赛又刚好是国际大战，那么对方踢进一球时，因为我的罪恶感就会更加严重。最后，甚至下定决心为了国家，我还是不要观赛好了，就像认为公鸡换来了黎明，所以选择把公鸡杀死的愚蠢农夫一样。事实上，观看比赛与否和支持的球队能否赢球没有任何关联。在日本动画《Carol 军曹》的主题曲里，也可以找到错觉相关的例子。好不容易洗好车，就一定会碰到雨天，每次出去郊游就会突然下起雷阵雨，急急忙忙跳上公车，就会发现搭错了方向，走到斑马线前面时，号志就一定会转为红灯。虽然洗车和下雨是两件不同的事，但我们经常用只要洗车就一定会下雨的方式把两个事件连结起来。同理可证，
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水逆或墨菲定律，也可以说是错觉相关的一种。某位电视节目主持人出了名的有洁癖，在他身为运动选手的时期，也可以找到许多错觉相关的事例。据说他在参加比赛之前，会抱着参战将士的心情把家里全部打扫一遍，而这样的习惯总是反复出现，不知不觉就演变成了洁癖。某个节目曾公开他的日常生活，不仅饮料的摆放一定要看得到保存期限，连化妆品的开口都要朝同一方向陈列。严格来说，不管化妆品的盖子朝哪一个方向，都不会影响到比赛结果。但是如果某天化妆品排列整齐，刚好就在赛场上取得了好成绩，而化妆品排列凌乱时，球队就恰好惨败，那么从此以后，化妆品就不单纯只是化妆品了，而是祈祷自己获得胜利的一种仪式。另外，对少数族群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也可能来自错觉相关。心理学家汉密尔顿和吉福德就曾做过一个与此相关的实验。研究人员告诉实验参与者，目前有随机编列的 A 和 B 两组， A 组共有30名成员， B 组为15名，并且有如下的良好与不良行为。 A 组成员有20种良好行为和10种不良行为， B 组成员有10种良好行为和5种不良行为。接着，研究人员将写有不良行为与良好行为的事例，不分组别与顺序地念给受试者听，然后请他们评价这两组成员的性格。虽然前面已告知受试者两组表现出的好坏行为比例都是2:1，但实验参与者仍表示，成员数少的 B 组比人数多的 A 组犯下更多不好的行为。换句话说，实验参与者只因为 B 组是少数，就对他们做出负面评价。事实上，集团人数少和做坏事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但受试者把两件事串在一起，最后产生了错觉。从这个实验中可以得知，人们对少数族群有多容易形成偏见。让我们把实验结果进一步延伸到日常生活里吧。在韩国有金女士一词，原本是指开车不熟练的女性，但随着时间流逝，这个词也被用来形容缺乏素养的女性驾驶。之所以会有这种说法，是因为过去女性驾驶的人数大幅低于男性驾驶，以及由于女性驾驶是少数群体，所以让人觉得她们犯下的失误会比男性更多。追根究底，对女性驾驶的偏见其实也可以说是源自于错觉相关。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会产生错觉呢？原因正出自于人类想要掌控局势的心。人类渴望控制局面的心非常强烈。例如，我们在玩掷4游戏时，抛出木棍前经常会大喊5 5 5，因为开局就掷出5步的话，可以在棋盘上夺得先机。就像这样，我们连在琐碎的事物方面也会想控制局势。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艾伦·兰格以老年人为对象，试图进一步了解这种渴望对健康所产生的影响。首先，他将长照机构里的老人分成2组，并对其中一组表示，我们会全权为您妥善管理，限制了老人的自主性。相反的，另一组则是让老人直接参与机构营运，赋予他们自主的空间。3周后，研究人员在针对2组受试者的健康状态进行比较，结果显示，直接介入设施营运，得以行使控制权的老人们，不仅表情变得较为明朗，身体活动量增加，对机构的满意度也较高。反之，自主性受到限制的老人们，在各方面表现出的数值皆不甚理想。该实验指出，当人们认为自己具备或拥有控制局势的能力时，对生活的满意度就会提高。然而，就算没听过艾伦的实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能轻易感受到控制权的重要性。试想一下，假如你在等公车，却不知道公车什么时候抵达，这种感觉有多令人焦躁，相信不用说明，大家也能体会。透过迄今为止的分析可以发现，当某件事发生时，人类就会寻找该事件的源头，然后促成或防止未来再出现相同的情景。
童话中懒惰的农夫为了不让太阳升起而杀死公鸡，或是人们为了考试及格而不喝海带汤儿等行为，其实都是出自于控制局势的欲望。总的来说，错觉相关会因控制欲而启动，让人误以为偶发事件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借此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不过，如果错觉相关往消极的方向运作，就可能演变成不祥的预兆，让我们陷入焦虑。此外，在评价他人时，错觉相关也会引发刻板印象或偏见，必须格外的留意。但是，如果反过来利用错觉相关，则有助于控制不安的情绪。例如，觉得不幸的事件接连发生时，比起感叹自己天生运气不佳，不如想想这一切都只是我的错觉相关而已。换句话说，我们只是把彼此无关的事件连在一起，并且进一步赋予了意义。在股票投资者中，有不少人认为自己只要一入手，股价就会开始下跌。事实上，购买股票和隔天股价下跌没有任何关联，但随着亏损经验的累积，就会产生错觉相关，认为只要我进场，股价就下跌，卖掉又立刻上涨。因此，若能掌握错觉相关的运作模式，日后就可以更加从容地应对。延伸学习，人际关系不是因果，而是互相。为什么不是错觉因果，而是错觉相关呢？因为相互关系与因果关系的意义并不相同。在心理学上，了解这两者的差异非常重要。所谓的相关，指的是两个对象相互关联，以及当存在两个变数时，如果其中一个变数发生变化，另一个也会随之上升或下降。这种相关性可以用相关系数来表示，也就是两个变量相互关联程度的指标，其值介于 1.0 和加 1.0 之间。当绝对值愈大，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就愈高。举例来说，自尊感与成绩之间，究竟是成绩提升了自尊感，还是平时自尊感高的孩子，成绩也会相对优秀。根据研究结果指出，两者的相关系数在 1.0 至加 1.0 之间，可以得知自尊感和成绩在某种程度上彼此相关。而所谓的因果关系，指的是事情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我们几乎不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找到因果关系的例子。正如爱德华·利莫说的，相关性可以体现在数据中，但因果关系只存在我们的脑海里。人际关系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经常会说，都是因为你所以我才，好像中间有什么因果关系一样，但其实这些都属于相互关系。换句话说，因为你总是唠叨原因，所以我才晚回家，结果也可以反过来变成因为你晚回家原因，所以我才总是唠叨结果。因此，如果人际关系中出现矛盾，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一方，因为我们都是彼此影响的相互关系。好了，朋友们，本集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感受和想法，可以在评论区跟大家分享吧。感谢收听，欢迎来到5分钟心理学的平台。本集内容我们进入第7故事：太阳与月亮的得寸进尺法。从前，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住着一位母亲和一对年幼的兄妹，还有个婴儿嗷嗷待哺。某天，母亲去一户人家帮忙办喜事，工作一整天后，获得了满满一整篮的糕点。她用头顶着糕点篮走在回家的路上。然而，就在越过第一座山岭时，一只老虎吼的一声，突然跳出来挡住她的去路。孩子的妈，给我一块糕点吧，不然我就把你吃掉。母亲赶紧扔了一块糕点给老虎。但是，就在她越过第2座山岭时，老虎又出现了。孩子的妈，把剩下的糕点交出来，否则我就把你吃掉。就这样，老虎把所有的糕点都抢光了，然后对母亲说道：孩子的妈，把你的左手臂交出来吧。这样我以后怎么洗衣服，怎么割稻子呢？不给的话，我就把你吃掉。于是，
母亲只好把自己的左臂献给老虎，下一次则是连右臂都给了出去，千辛万苦的才跨过山头。然而先前那只老虎又再度耍赖，装成其他老虎的模样，坐在山岭上。孩子的妈，给我一条腿吧。把腿给你的话，我要怎么回家？用一只脚跳回去不就行了？不给的话，我就把你吃掉。母亲不得已只好把腿交出去，用剩下的一只脚辛苦地往前跳。这时老虎又舔着红彤彤的嘴说道：孩子的妈，连那只蹦蹦跳跳的脚也给我吧。把剩下的一条腿都给你的话，我还怎么越过山头回去找孩子呢？用身体滚回去不就行了？最后母亲连剩下的一条腿都给了老虎，他想用身体滚回孩子们身边，但老虎却连他的身体都吃干抹净。接着老虎穿起母亲的衣服，乔装打扮，朝孩子们在的地方走去。狡猾又狠毒的老虎从母亲那里夺走了所有东西，但是老虎并非一开始就直接把母亲吃掉，而是从相对不重要的部分依序下手。每当母亲越过一座山岭，老虎就强迫她交出一条胳膊，接下来再要求她献出自己的腿。换句话说，老虎的强取豪夺是一步步进逼的。然而母亲满足了老虎的所有要求。按常理来说，交出双臂的胁迫根本很难答应，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母亲愚蠢。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其实也经常遭遇类似的情况，因为老虎使用的说服技巧就是所谓的得寸进尺法 foot in the door technique， 又称登门槛效应。得寸进尺法是能够获得对方应允的一项说服技巧，方法相当简单。首先提出对方肯定不会拒绝的微小要求，假如对方答应的话，下次就再提出更大一点的请求，然后设法让对方点头。美国史丹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乔纳森·弗里德曼和史考特·弗雷泽正是研究这项说服技巧的学者。在他们进行的实验里，研究人员乔装成志工，并逐一拜访位于加州的住户，提出一些十分荒谬的请求，拜托屋主让他们在前院设置一块安全驾驶的告示牌。但是这块招牌不仅体积庞大，而且设计得非常难看。简单来说，就是一块与美丽庭院丝毫不相称的丑陋看板。当然，大部分的屋主都予以婉拒，只有 17% 的人答应研究人员的请托。后来研究团队稍微改变一下方法，竟足足有 76% 的屋主答应了请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用的正是前文提到的得寸进尺法。乔装成志工的研究人员在请求设置看板的2周前，先行访问了那些屋主，然后拜托他们在家门口贴上写有安全驾驶的小贴纸。接着研究人员再请屋主们把贴纸也粘在车上。这些要求对屋主而言微不足道，因此几乎所有人都点头答应。接下来情况有了惊人的改变，应允那些琐碎请托的屋主后来也同意在庭院里设置丑陋的告示牌。让我们重新回到童话上吧。在《太阳与月亮》这则故事里，母亲似乎也被得寸进尺法给绊住了。假如在第一座山头时，老虎就不分青红皂白的要母亲现身，那么他为了活下去，就会想方设法的予以抵抗。但是老虎却狡猾的只向母亲索讨一块糕点。站在母亲的立场上，可能会觉得不过是块糕点而已，于是就答应老虎的要求。以此为起点，老虎逐渐向母亲提出不合理的胁迫。母亲虽然有些抗拒，但最终都还是点头应允。有人说，故事里的老虎象征着诱惑，以及从小事开始提议，然后一步步蚕食对方。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受到各种诱惑，有时明知苗头不对，却还是一脚跨进去，最后才狡辩道：“我是逼不得已。”童话故事里的母亲很可能这么想：如果不把胳膊献给老虎，我整个身体都会被吃掉，那么就不可能回到孩子身边了。但是这种妥协的态度与掉进诱惑里没什么区别。只交出左手应该还好吧？
总比被直接吃掉来的强。这种想法不过是自我合理化罢了。虽然以母亲的角度来看，无论如何都想活着见到孩子们，然而一味地满足老虎的要求，说到底仍是致命的失误。在童话故事里，母亲把4只都给了老虎，打算用身体慢慢滚回家。或许这可以解释为母亲对子女的执着与关爱，却让老虎发现了家人居住的地点。陷入诱惑本来就不对，把他人也一起拖进陷阱里，更是严重的失策。若想保护孩子，母亲就不应该选择回家。那么，假如想活用得寸进尺法，就要每次都从小事开始提出请求吗？不是这样的。与得寸进尺法相反，心理学中还有所谓的以退为进法 door in the face technique， 又称闭门羹效应。闭门羹的意思指的是对方在拒绝要求时，于委托人面前砰的一声把门关上。如此一来，关门的人在内心会感到抱歉，针对日后的请求也就相对容易接受。研究以退为进法的是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行销心理学系教授罗伯特·西奥迪尼及其同事们。在进行实验时，他们请大学生花2个小时和青少年犯罪者一起参观动物园，但是在没有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只有约 16% 的大学生愿意接受委托。接着，研究人员决定试试看使用以退为进法。我们正在寻找愿意于少年观护所担任志工的大学生，每周至少要工作2个小时，且必须维持2年的时间。请问你有兴趣吗？这种无理的要求几乎没有人会接受，而实际收到邀请的大学生们也确实全都拒绝了。于是，研究人员马上接着说道：我们也需要有大学生志愿和少年犯们一起去参观动物园2小时，请问你有兴趣吗？令人惊讶的是，收到提案的大学生当中，有 50% 都点头答应了。在没有任何铺陈的情况下，一开始只有 16% 的人同意，因此这可以说是透过以退为进法取得的成果。在童话《太阳与月亮》中，如果老虎一出现就想把母亲吃掉，他肯定会顽强抵抗。但老虎看似有所退让，只说把你的左手臂交出来吧，母亲才可能因此乖乖就范。其实这种说服技巧并不难，但神奇之处就在于大部分的人就算知晓，仍然会陷入其中。假如有人提议每个月向慈善团体捐款2万韩元，大概很少人会欣然同意，而是为难地表示，虽然出发点很好，反之，如果先从在问卷上贴贴纸这种微小的请托开始，人们签署定期捐款同意书的可能性就会增高。倘若碰到需要说服他人的情况，不妨试试看得寸进尺法或以退为进法吧，肯定能够得偿所愿。延伸学习，想在危机中拯救自我，务必牢记稀缺规律。在童话《太阳与月亮》里，母亲能不能反过来说服老虎，保全自己不被吃掉呢？假如他选择动之以情，告诉老虎：“哎呀，我不能就这样死掉，家里还有孩子们在等着我。”老虎大概会出现如下的反应：那又怎么样？只有你有孩子吗？我的孩子也正饿得嚎啕大哭。处于这种情况时，还不如奉劝老虎：“我是劣质的食物，而且还有传染病，不知道你吃了之后会染到什么疾病，借此降低驼的食欲。”换句话说，若想说服老虎，首先必须掌握驼饥饿时的欲望，唯有如此，才能借由这一点反过来出奇制胜。此外，还有所谓的稀缺规律 （Law of Scarcity），是一种强调数量与稀有性的战略。这项法则经常被使用在电视购物频道，特别是在推销员惊呼现在数量没剩几组了时，效果最为明显。稀缺规律的另一个例子就是法顶禅师的《无所有》一书。法顶禅师在去世前曾表示：“假如我走了，请不要再出版我的著作。”随着遗言的内容逐渐传开，人们争先恐后地购买《无所有》，坊间甚至还有以110.5万韩元卖出的记录。
让我们试着把稀缺规律套用到童话中吧。假如老虎觉得糕点非常美味，母亲就可以这么说：这种糕点有别于一般的糕点，只有我才做得出来。如果我死了，以后你就再也尝不到这种味道了。面对会下金蛋的鹅，就别把驼的肚子剖开，这样才是明智之举，不是吗？如果放我一条生路，我会继续做这种美味的糕点给你吃。在日常生活中，虽然不会有人觊觎我们的四肢，但在建立人际关系时，难免会遭遇危机。这时，如果巧妙地运用稀缺规律，就可以顺利摆脱困境，机智地予以应对。感谢收听，如果朋友们有什么感受和想法，欢迎在评论区跟大家分享哦。欢迎来到5分钟心理学平台，本集我们继续了解第8故事。父子骑驴的基本归因谬误。有一天，父亲和儿子沿着乡间小路，打算把驴子牵到市场上去卖。在行走的过程中，他们遇见了一群正在井边打水的姑娘。你们看，其中一位姑娘喊道：让驴子轻松地走，自己却傻乎乎地在尘土中蹒跚前行，到底为什么要那样呢？父亲觉得他们说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就让儿子骑到驴背上。走了一段路之后，又碰到一群长者。你们看，其中一位老人说道：我就说吧，现在的年轻人一点都不尊敬长辈，父亲辛苦地徒步，儿子却自己骑着驴，真是个不孝的家伙。听到这些话的父亲认为老人家说的没错，自己这么做会把儿子教坏，于是就让儿子下来，换自己骑上去。不久后，他们遇到了怀里抱有孩子的一群妇人。其中一位太太如此说道：那个可怜的男孩好像很累，你们看看他老爸，自己像国王一样骑着驴前进。于是父亲又让儿子一起骑到驴背上，一路向村子前进。在抵达市场前，他们经过一间酒馆。酒馆里有群男子聚在一起，他们看着父子俩说道：你们看看，那头瘦弱的驴上居然坐了2个人，驴子都累到喘不过气了，那2人连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大概是准备去市集上把驴子卖掉。不过再这样下去，还没走到目的地，驴子就累死了。于是父亲又立刻改变了主意。他们说的对，如果驴子在抵达市集前立即倒下，事情可就难办了。但是眼下也没有其他方法，牵着驴走被笑太傻，让儿子骑上去被嫌不孝，父亲一个人骑被误会缺乏父爱，2个人一起骑又被指责没良心。这时有人路过，听到父亲的烦恼后，哈哈大笑着说：你们2个背着驴走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因为这一点小事烦恼呢？父亲用力拍了下膝盖：对呀，真是个好办法。孩子，既然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好，那我们干脆背着驴前进吧。于是父亲和儿子背起驴子继续赶路。走着走着，就在过桥的时候，驴子突然奋力挣扎，扑通一声掉进桥下的河里淹死了。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标准，是这则童话带给我们的启示。不过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里值得聚焦的部分在于人们的评价。按照童话所述，父子在遇见酒馆男子之前，先听取了妇人的意见，在碰到妇人之前，则顺从长者的指示，而巧遇长者之前，则采纳姑娘的建议。可是不晓得这一脉络的村民们，分别以各自的视角对父子进行评价。或许站在父子俩的立场上，有难以为外人道的苦衷，像是儿子可能因脚伤而不得不骑驴，父亲也可能腰部有伤，又或者2人已经走了很长时间，早已筋疲力尽。不过人们完全不关心他们有什么隐情，只顾着以当下看到的情景做出批判。因此有些人认为儿子看起来没教养，有些人觉得父亲好像自以为王，有些人则认定他们是在虐待动物。也就是说，村民们在寻找父子的行为动机时，偏向以人格因素来做判断，而不是深入了解他们的处境。这样的情况不只出现在童话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某件事时，比起观察事件发生的整体情况，
更倾向于责怪某个人的品行、个性。在社会心理学中，这种现象被称为基本归因谬误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意即在解释他人的行为时，低估外在的情境因素，且高估了内部因素的影响。这种谬误经常出现于日常生活里，因此在名称上冠有基本二字。为了帮助理解，试着设想一下，有人在一早的会议迟到吧。根据基本归因谬误，我们一般会先认为对方懒惰或缺乏责任感，很难想到他是不是在来的路上救了迷路的儿童，或者发生什么无可避免的情况。史丹佛大学的李罗斯 Lee Ross 教授与同事们做了一项实验，充分反映出上述的基本归因谬误。首先，研究人员举办一场问答竞赛，并且从受试者中任意抽选2名，将其指定为出题者与答题者。至于剩下那些没有被抽到的人，则全部列席为观众。在比赛结束后，研究人员会让他们评价出题者与答题者的智力水平。问答竞赛开始后，提问者向答题者抛出下列问题：立陶宛的首都在哪里？曾为美国总统的林肯在哪一天去世？能答出上面2个问题的人并不多。然而，提问者只因抛出这些问题，看起来就变得非常聪明。相反的，答题者面对刁钻的题目势必手足无措。这幅情景让一旁的观众认为他们很笨。实验结果显示，观众的评价为：提问者比答题者具备更丰富的知识，可是真正能回答出上面2个问题的人根本少之又少。假如各位读者作为观众参与该实验，很可能也会认为提问者看起来聪慧，而答题者似乎相当愚昧。提问者和答题者与观众一样，都只是参加该实验的人，并且受到随机指定而已。但令人惊讶的是，即使观众知道角色为随机分配，仍然做出上述的评价。换句话说，观众陷入了基本归因谬误之中，将提问和答题的能力视为该对象的个人能力。除了基本归因谬误之外，还有一项偏差也十分常见，那就是行动者观察者偏误 Actor-Observer Bias， 以及我们常说的在我身上就是罗曼史，在别人身上就是不伦恋。当我们在解释某些行为时，假如自己身为当事者，就会觉得很大一部分是受环境影响，但若站在观察者的立场，就会认为是当事人的性格所致。具体事例如下：一，在智力测验时，如果其他人获得的分数较低，就会觉得那个人真的智商低下；反之，如果自己的得分较低，就会向他人解释我那天状态不佳。二，当自己超速驾驶时，就会表示真的有不得已的急事；如果是别人超速驾驶，就会认定对方性格很急躁。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偏误，原因就在于缺乏对他人的认识。因为我们很难得知对方处于何种情况，所以将之全部归咎于个性。行动者观察者偏误和基本归因谬误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会让一个人承担不必要的责任。比起当事人所处的情况，我们更偏向于用事件来回推其个性。例如，看到年纪较大的求职者，可能会评价对方在别人努力学习时玩乐，现在才急于准备。但是那名大龄求职者或许是家境艰困，多次休学打工，才耽误了就业时机。即使对方的个性本就如此，我们也需要尽力了解他身处的环境。接着再回到童话上吧，村民们在对父子做出评价之前，应该先想想，他们选择用这种方式前进，应该是有理由的吧？或者也可以直接询问父子俩，为什么要那样走呢？如此一来，就不会陷入基本归因谬误或行动者观察者偏误里了。延伸学习，若想正确下判断，就得学会找出原因。当某件事情发生时，人们就会试图追究原因。在进行一段对话后，最后总是会感叹，所以到底为什么会那样？这种寻找原因的过程，在心理学上称为归因理论，大致可分为外部归因与内部归因。所谓的外部归因，指的是从外部寻找问题的原因，如天气、情况、难易度、运气、机运等。相反的，内部归因指的是性格、智能、
情感、能力、努力等，从人类内在的品性中找寻问题的根源。然而，归因过程并不一定符合逻辑或科学。当事人为了心理上的安定，很多时候会过于强调特定原因。例如，当考试考砸时，如果归咎于个人能力或智商，自尊心会受到巨大的打击。因此，当事人经常觉得是我考前不够用功，或者老师这次出的题目很奇怪。与认知偏误相关的心理学理论，除了前面提到的基本归因谬误、行动者、观察者偏误，还有所谓的自利偏差 （self-serving bias）。简单来说，就是做得好是我的功劳，做不好是你的责任，以及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思考。自利偏差特别会在人际关系上造成影响，例如小组报告未能取得好成绩时，就很可能出现以下的对话：都是你了，以打工为借口，没有确实的做好资料搜集。什么？资料搜集没有问题，明明就是你报告的不好，谁叫你讲话不清不楚？如果想在应对进退上更加明智，就必须掌握前述的3种认知偏误。偏误就是在看待对方时，过于偏向某一种角度。因此，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养成全面思考的习惯，努力避免随意对他人下判断。感谢收听，如果朋友们有什么感受和想法，欢迎在评论区跟大家分享哦。欢迎收听由5分钟心理学出品的《给大人的童话心理学》，作者刘慧银。今天我们进入到第9故事，红鞋的心理抗拒。从前有个非常漂亮、可爱的女孩，名叫凯伦。她的家境十分贫困，所以总是穿着破旧的鞋子。有一天，凯伦的母亲去世了，她伤心地跟在母亲的棺木后面。这时，一辆古朴的马车从凯伦身边经过，里面坐着一位慈祥的老妇人。她看见凯伦跟着棺木走的模样，心里满是同情与怜惜。将那名孩子交给我吧，我会好好照顾他的。某天，老妇人给凯伦零用钱，让他去买一双新的鞋子。凯伦前往镇上最大的鞋店，先测量了脚的尺寸。皮鞋店的橱窗里摆满漂亮的鞋子，在他看来真是壮观无比。其中有双以摩洛哥皮革制成的红鞋，深深吸引了他的目光。这时，他突然想起了老妇人之前的嘱咐：买双黑色的皮鞋吧。凯伦摇摇头说：可是我喜欢红鞋。这是洗礼时要穿的，一定得买黑色。凯伦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决定买下那双红鞋。回到家后，凯伦向老妇人谎称自己买的是黑皮鞋。老妇人的眼睛不好，于是相信了他。洗礼仪式当天，凯伦穿着漂亮的红鞋前往教会，所有人都直盯着他的双脚。当牧师把手按在凯伦头上，问道：你愿意向神起誓，从此成为一名基督徒吗？凯伦满脑子想的也只是那双红鞋。洗礼结束后，教友们告诉老妇人，凯伦穿了一双红鞋。得知此事的老妇人勃然大怒，责骂他以后不准再有这种失礼的行为。往后去教会时，就算黑皮鞋旧了，也一定非穿不可。隔周的星期天，教会预定举办圣餐礼。凯伦反复看着黑鞋与红鞋，犹豫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是穿着红鞋去参加仪式。凯伦一到鞋店，就受漂亮的红鞋迷惑。在那种情况下，老妇人叮嘱的一定要买黑鞋，真的有被他听进去吗？不仅如此，买了红鞋的凯伦在前往教会时又违背老妇人说的去教会时一定要穿黑皮鞋。因此，在童话红鞋的结尾，凯伦受到了惩罚，穿着红鞋的双脚不听使唤地起舞，直到被砍断为止。小孩子穿红鞋去教堂有什么大不了？为什么要因此被砍断双脚呢？当然，凯伦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因此，也有人觉得遗憾，老妇人收留了孤苦无依的凯伦。如果他能更深思熟虑，把老妇人的话听进去，该有多好。假如凯伦去教会时能遵守礼仪，选择穿黑皮鞋的话，
就不至于受到那么残酷的惩罚。其实，类似的问题不止发生在凯伦身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被劝阻时反而更想尝试的特性。例如，在写着禁止涂鸦的地方，往往有更多人乱画，或是门上明明写着拉，人们却总是往内推。如果标示绝对不能看，反而会更想一窥究竟，显示断货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就更想买。心理学家布雷姆将这种唱反调的态度称为心理抗拒 （psychological reactance），以及当感到个人的自由受限，或无法理解对方说服自己的目的和方法时随之产生的心理。因此，我们会故意做出和对方心意相反的选择，试图借此保障个人自由。在正值青春期的青少年，或是排斥社会体制的边缘人身上，经常可以见到这种心理抗拒。有一个与心理抗拒相关的实验，研究人员计划在某地铁站的厕所里挂上禁止涂鸦的告示牌，并且将告示牌的用语分成2种，其中一个是写有严禁涂鸦的强烈命令，另一个则是请勿随意涂鸦的温柔请求。此外，研究人员还在告示牌的末端分别加上具有权威感的地铁站站长署名以及不具权威感的清扫人员的签名，总共制作4面告示牌。究竟人们会在哪里留下更多涂鸦呢？实验结果显示，人们在看到有站长署名、写有严禁涂鸦的告示牌时，会更刻意地乱涂乱画。相反的，在看到挂有清洁人员签名、写着请勿随意涂鸦的告示牌时，较少做出涂鸦的行为。换句话说，禁止的语气愈强烈，对象愈具有权威性时，人们抗拒的心理也就愈明显。心理抗拒不仅会在遭受劝阻时出现，在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时，也会产生类似的反应。例如，大考将近或作业的交期迫在眉睫，明明应该要认真念书，或是赶快把作业完成，我们却还是会去玩游戏，或是翻一些平常根本不会看的书，这些都是来自于心理抗拒。换句话说，这些行动是由于自己做其他事的自由遭到剥夺，为了恢复自己失去的选择自由。近年来，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戴口罩成为了义务。人们虽然多少感到有些不便，但大致上还是相当遵守这项规定。大众之所以对此不甚抗拒，是因为觉得这项限制合理且恰当。假如该规定没有获得认可，说不定就会像美国反对口罩令的示威群众一样，认为口罩侵犯个人自由，在集会上烧毁口罩以表抗议。让我们再回到童话上吧。凯伦一直选择穿红鞋，原因就在于无法完全理解老妇人说的话。为什么去教会时不能穿红鞋？为什么就算黑皮鞋旧了，去教会时也一定要挑个那双来穿，否则便不合礼仪？为什么要遵守礼仪呢？种种疑问，凯伦都未能充分获得解答。假如他可以和老妇人一起讨论这些问题，或许就能阻止悲剧发生。心理抗拒的概念在教养孩子的家庭中尤为重要。假设孩子每天都想穿自己喜欢的那件衣服，就算脏到发臭，不合季节也不愿更换。此时，若妈妈不由分说地训斥道：“不行，穿别件吧，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反而会激起孩子的反抗心理。这种时候，应该充分解释给孩子听，让他理解为什么衣服要洗过才能再穿，今天为什么必须穿别件等。如果抱持着小孩子懂什么，逐一说明要好到何时的态度，一味用禁令给予限制的话，孩子心理上的抗拒就只会一发高涨。不仅仅是儿童，心理抗拒也是大人们普遍具有的特性，因此广告商经常将其活用在行销方面。举例来说，我们在书店很常看到书籍封有塑胶膜，有些是为了避免青少年阅览的限制级图书，有些则是试图利用心理抗拒来提升销量。被封膜的书因为看不到内容，反而刺激读者想翻阅的反抗心理，最后选择把书买回家。就算书的内容都相同，封膜与否也会造成销量上的差异。此外，爱情也会因心理抗拒而变得更加炽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假如罗密欧与朱丽叶坠入爱河时，两方的家人没有极力反对，结果会变得如何？刚开始或许爱得难分难舍，但随着时间流逝，两人对彼此的爱意可能渐渐转淡，在年纪尚轻的状况下就分手了。正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因此，周围人的强烈阻拦，反而导致恋人愈爱愈深的现象，也被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Forbidden Fruit Effect）， 又称禁果效应。延伸学习，配合对方的标准，就能有效降低心理抗拒。心理抗拒是人类普遍的情感，每个人都必然经历过，因此或许会有人觉得没什么好大惊小怪。但是如果太过小看心理抗拒造成的影响，最后很可能让自己深陷窘境。为了不误事或破坏人际关系，我们应该熟知心理抗拒的效果，并在日常生活中善加应对。在人际关系方面，心理抗拒通常始于唠叨。一般来说，唠叨的人难以受到欢迎。假如我们像唠叨鬼一样单方面提出个人意见，就只会助长对方的反抗心理。例如，父母要求子女无条件必须在晚上6点之前回家，那么子女可能会认为自己的自由受到了侵害。为什么一定要6点？到底为什么要有门禁呢？基于反抗心理，很可能不会遵守父母的规定。因此，为了减少子女的抗拒感，最好采用家庭会议的方式来拟定原则。此时，父母要尽可能聆听孩子的立场，像是询问你觉得几点回家比较合适，为什么那么想等等，再进一步定出时间。如此一来，子女会觉得自己的意见已充分传达给父母，将大幅减少心理上的抗拒。若想减少对方的心理抗拒，盲目的要求或禁止很难有所收获。相反的，唯有以请求的态度，或是配合对方的标准进行对话，才能有效降低反抗心理。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收听。如果你喜欢这本书或者本集内容，记得关注、点赞和分享哦。欢迎收听由5分钟心理学出品的《给大人的童话心理学》，作者刘慧银。今天我们进入到第10故事，人鱼公主的满足法则。随着对王子的思念与日俱增，人鱼公主的话愈来愈少。她深爱着王子，渴望自己也能变成人类。在经过一番挣扎后，她决定去找女巫帮忙。人鱼公主抵达女巫家时，女巫就已经知晓了她的来意。如果想变成人类，就喝下这瓶药水吧。喝下以后，你的尾巴就会变成人类的双腿。虽然陆地上的人类都将为你的美貌着迷，但往后你每走一步，都会像踩在荆棘路上一般痛苦。这样你也愿意吗？没关系，我可以忍受。你再仔细想想吧，如果变成人类，你就再也变不回人鱼了，永远无法回到父亲和子子们居住的龙宫。此外，如果王子不是真心爱你，你将就此化为泡影。没关系。人鱼公主脸色苍白地回答道。还有一个条件，你觉得自己拥有美妙的嗓音，能够用它来吸引王子，对吧？如果想得到这瓶药，就必须用你的嗓音来换。而你将能够跨出优雅的步伐，拥有深邃的双眼。如何？这样你也愿意吗？就这么决定。于是，女巫咔嚓一声剪断了人鱼公主的舌头。可怜的人鱼公主，今后再也不能用美妙的嗓音唱歌，也无法再开口说话了。一想到日后见不到家人，人鱼公主就心如刀割。但她喝下女巫给的药水，终于换得了人类的双腿。人鱼公主渴望变成人类，选择牺牲自己的嗓音来交换双腿。但是如果变成人类，她每走一步都必须承受踩在荆棘之上的痛楚。若得不到王子的真心，还将化为泡影，永远地消失在世上。即便如此，人鱼公主仍毅然决然地答应女巫的条件。究竟她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抉择呢？
做出这种选择的人鱼公主真的幸福吗？人鱼公主出生的地方，即公主的隶属团体，是海底下的人鱼世界。然而，她心中向往的归属是大海之外的人类社会。因此，人类世界成为了公主选择的基准，又称为参照团体 （reference group）。所谓的参照团体，指的是一个人在行动、思考和选择时，足以成为参考基准的团体。有些人的隶属团体和参照团体一致，有些人则不然。人鱼公主的故事之所以能戏剧性地展开，原因就在于她的隶属团体和参照团体完全不同。属于大海的她却向往着外头的世界，必然会导致问题产生。对王子一见钟情的人鱼公主，经历一番波折后，终于再度见到王子，但没想到的是，她早已与邻国公主互许终身。眼见王子的婚礼即将到来，人鱼公主的子子们前来找她，苦口婆心地劝道：王子连自己的救命恩人都不认得，还与邻国公主陷入爱河，是时候该放弃了吧？只要用这把刀刺杀王子，你就能重新恢复人鱼之身。接着将刀交给了人鱼公主。人鱼公主的子子们属于人鱼社会，思考模式也以人鱼为准，隶属团体和参照团体是一致的。因此，就子子们的立场来看，当然会认为人鱼公主用声音交换双腿的决定十分鲁莽，而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让人鱼公主重新回到大海里。此外，对子子们来说，刺杀王子并没有那么困难，因为他不属于人鱼一族。然而，人鱼公主和子子们不同，她的隶属团体和参照团体不一致，因此子子们的忠告只会给她带来巨大的混乱和矛盾。那么，人鱼公主会不会后悔自己选择变成人类呢？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兼心理学家赫伯特·塞门，按照选择的方式将人类分为极大化者 （maximizer） 和满足者 （satisfier）。所谓的极大化者，指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努力想做出最佳选择的人。极大化者在做出抉择之前，会确认所有可能的选项，将选择的范围最大化。例如，他们在购买衣服时，若眼前有10间店铺，就会认为应该要到每间店里都试穿看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极大化者追求至上的幸福。反之，满足者指的是觉得这种程度即是我能做的最佳选择。大体而言，满足者一旦做出决定，就不会觉得还有各方打听的必要，能够在该程度上获得满足。换句话说，比起最好、最棒的选项，满足者只追求符合个人的标准与条件即可。因此，在做决定时，满足者花费的时间与费用会比极大化者来得少。再重新回到人鱼公主的故事吧。人鱼公主拥有自己特定的标准和条件，她渴望获得双腿并成为人类。因此，在出现符合个人条件的选项后，她便放弃其他事物，选择了眼前这条路。就常理而言，如果不能重新恢复人鱼之身，无法和心爱的家人见面，甚至连声音都要牺牲的话，一般人皆会表示我再考虑一下。不过，人鱼公主当场就爽快地答应了，因为只要满足自己的条件，就不必再多花费时间和精力。从这一点来看，人鱼公主可被归类为满足者。那么，极大化者和满足者在做出决定之后，感受到的幸福会有多大差异呢？美国斯沃斯莫尔学院的贝瑞·史瓦兹教授在《选择心理学：The Paradox of Choice》赞译一书中曾提到，每当面临选择时，为了比较各种选项，我们需要付出许多认知方面的努力和时间，而在做出决定时，剩余那些没有被选到的，就会成为所谓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如果发现选择的结果不好，或是有更理想的方案时，未来就很容易感到后悔。当得知自己做出的并非最佳选择时，极大化者和满足者的反应各不相同。极大化者会不断想起自己错过的选项，难以对现况感到满足，并后悔先前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相反的，满足者会尽力将自己的选择合理化，
一级虽然有更理想的选项，但自己当下的决定已经是最好的，所以也对此感到满足。失去声音的人鱼公主无法开口告诉王子自己才是救她的人，而且每跨出一步，双脚都像踩在荆棘路上一般痛苦。最后，人鱼公主甚至化为泡影，永远消失在世界上。这么做，人鱼公主真的幸福吗？是的，我想她应该很幸福，因为她是所谓的满足者。满足者总是会比极大化者感到幸福，因为极大化者在做出决定后经常陷入不安，觉得会不会还有更好的选项。当然，未能实现爱情的人鱼公主令人感到既同情又难过，但是决定成为人类的她可能比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更加幸福。为什么不让王子想起人鱼公主就是他的救命恩人，两人以幸福快乐的结局收尾呢？安徒生为什么要让人鱼公主变成泡沫？或许作家其实想告诉我们，反正人生终归是一场泡影，为了渴望的事物献出自己，不也挺有意义的吗？延伸学习，选择的好或坏，皆取决于自己。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的作品《未行之路》The Road Not Taken 中出现过这样的内容：多年以后，我将在某处带着叹息，回顾我曾面临的那条林中岔路。我选择了人烟稀少的路途，它让一切变得截然不同。所有的选择都同时带有正反两面，从这层意义上来说，选择应该由我自己决定。假如根据他人的意见进行判断，当事情不顺时，就很有可能埋怨对方。若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首先必须厘清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将选择的重点置于其上。从认知失调 （cognitive dissonance） 论中可以得知，人们不是因为喜欢才做出选择，而是倾向选择后才更加喜欢。所谓的认知失调，指的是当想法产生矛盾时，我们会试图减少矛盾所带来的不适。也就是说，假如出现某个选项比自己先前做的决定更加理想，内心就会涌现不舒服的感觉。因此，我们会刻意去想自己做出的选择有哪些优点。假设在黑白二色的汽车中选择了黑色，虽然两种颜色都有其优缺点，但大部分的人在买了黑色的车后，都会想着白色车很快就沾染灰尘，管理起来相当不便，用类似的方式来降低白色车的价值。反之，对于自己选择的黑色车款，则会强调黑色看起来更干练，进一步凸显其优点。在买衣服、点餐或购买电子产品时也一样。归根究底，选择的好与坏，皆取决于自己以何种角度看待。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收听。如果你喜欢这本书或者本集内容，记得关注、点赞和分享哦。欢迎来到5分钟心理学平台，本集我们继续了解第11故事，白鹳的判决的互惠法则。很久很久以前，黄莺、布谷鸟和红鹤聚在一起，总是互相争执谁的声音最好听。于是有一天，黄莺提议道：我们别光只是在这里吵架，请其他人来评判看看吧。好啊，白鹳大人最有智慧，处事也公正，我们就请他来评断谁的声音最好听。红鹤跟着附和，但其实他对自己的声音完全没有自信。几天后，红鹤捕了青蛙、甲虫、土蚕和蚯蚓等白鹳喜欢的食物，装在漂亮的葫芦里，送去了白鹳的家。白鹳对红鹤的临时造访感到有些吃惊。找我有什么事呢？白鹳大人，这段时间过得好吗？事情是这样的，黄莺、布谷鸟和我打算请您评价，看看3人之中谁的声音最好听，请您一定要投我一票。是吗？但你也知道，评审本来就该公正吧？那是当然。接着，红鹤把事先准备好的礼物递给白鹳。无论如何，再麻烦您多多关照。呵呵，真是的。白鹳露出笑容，半推半就地接受了礼物。天一亮，大家就聚集到白鹳的家中。
首先上场的是黄莺美丽的嗓音，白冠虽然在心里为其绝妙的嗓音赞叹不已，表面上却故意这么说：你的声音虽然美，但音色太过轻柔，没什么用处。接下来由布谷鸟轻轻喉咙发出美妙的声音，白冠虽然心里很是佩服，但还是如此评价道：你的声音虽然美，但听起来很忧伤。听到白冠这么说，布谷鸟觉得十分羞愧，立刻回到自己的位子上。这时轮到红鹤上场了，他自信满满的大喊出声。白冠虽然觉得声音刺耳，甚至想把耳朵捂上，但还是满脸欣慰的微笑说道：你的声音是最好听的，音色雄壮威武，充满了男子气概。俗话说有来有往，这句话成为互惠法则 normal reciprocity 最好的注脚。以及当有人为你付出时，你也会因人情压力而为他人做些什么。就像童话中的白冠一样，因为收下了红鹤的礼物，审判时就刻意站在红鹤那一边。假如事前没有收到礼物，在评价三人的声音时，白冠肯定能做出公正的判决。心理学家丹尼斯·雷根曾进行过一项与互惠法则有关的实验。首先，他用幻灯片向2名受试者展示美术作品，并假装邀请他们做出评价。而在2名受试者中，其实有1名是假装参与实验的研究助理。该名研究助理负责的角色是在假实验的休息空档暂时离开，然后带着可乐回到位子上。真正的实验对象分为2组，一组是助理拿了2瓶可乐回来，把其中1瓶分给受试者，另一组则是助理只带回1瓶可乐，一个人独自畅饮。假实验结束后，研究助理向所有受试者提出一个真正用于实验的请求，请帮忙买几张彩票。而实验结果发现，有拿到可乐的受试者买彩票的意愿比没有拿到可乐的人多出2倍。最常使用这个法则的职业就是销售人员。为了推销商品，他们经常率先对顾客释出各种善意，以及让顾客陷入互惠法则的诱饵。不买也没关系，试吃看看吧，只要听完产品说明，我们就会提供赠品。当然，不买也可以，光听也无所谓。但是在试吃且领到赠品的瞬间，我们就会掉进互惠法则的思维里。首先，我们会担心，如果只拿赠品而不买，对方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个贪小便宜的人？为了摆脱这种心理压力，购买商品的可能性就会大增。因为一直以来，我们都学到报答他人的好意才是适切合理的社会规范。这种互惠法则在很小的善意或当事人非自愿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让我们来看看宗教团体国际奎师那意识协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Krishna Consciousness 的例子吧。曾在印度担任制药公司经理的帕布帕德前往美国，成立了名为奎师那的信仰团体。接着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他陆续筹措资金，成立了包括美国40间寺院在内的世界性网络。令人惊讶的是，这笔资金的募款来源主要是在街上行走的一般人。究竟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让这么多人愿意捐钱给这个宗教团体呢？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仔细观察奎师那的教徒后，发现了其中的秘诀：一朵花。方法是这样的，教徒们会在街上靠近偶然行经的路人，强行送给他们一朵花。假如对方想归还，教徒们就会强调这是我们准备的礼物，拒绝收回花朵。接着他们会反过来建议对方向自己所属的宗教团体捐款。因此大部分收到花朵的人都会根据互惠法则参加募捐。让我们再回到童话上吧。白冠的判决还有一个地方值得留意，红鹤准备用来贿赂白冠的东西不是首饰或金钱，而是食物。为什么偏偏选择食物呢？说不定红鹤正好懂心理学中的午餐技巧 luncheon technique。 当我们受到美食招待或与某人一起享用时，对那个人的好感度就会上升，这种现象称为午餐技巧。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有空一起吃个饭，也是从午餐技巧上延伸出来的问候语。为什么在接受美食招待时，我们会更容易听取对方的请求呢？
理由就在于美味的食物会让心情变好，而这种积极正向的情绪会连带转移到对方身上。心理学家格雷戈里·拉兹兰为了证明这一点，将大学生分成2组进行实验。研究人员把录有政治理念的音档放给2组受试者听，其中一组一边听一边享用美食，而另一组则是静静地坐着聆听。实验结果发现，享用美食的那一组在评价音档中的政治理念时，比没有吃任何东西的另一组要来得友善。从前述实验中可以得知，如果像童话里的红鹤一样打算说服某人，在招待对方享用美食的同时，活用互惠法则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不过，就白观的角度来看，食物是导致自己无法做出公正判决的贿赂。因此，如果想摆脱互惠法则带来的人情压力，就要懂得婉拒别有目的的好意。当然，也有人会说，站在白观的立场上，红鹤带来的不是贿赂，而是礼物吧？就像新闻在报道贪污事件时，当事人经常表示，我不知道那是贿赂，以为是关系好，所以对方才送礼，但通常足以扰乱个人判断的礼物就很有可能是贿赂，我们最好懂得加以警惕。对此，韩国工商总会曾列出区分礼物与贿赂的基准，内容如下：收下后也能睡得心安理得的就是礼物，让人辗转难眠的就是贿赂，被他人知晓也没有问题的就是礼物，否则即为贿赂。在其他职位上也能收到的就是礼物，否则即为贿赂。延伸学习，想摆脱不正当的请托，就要铭记自我验证理论。即使不是基于互惠法则，我们也有可能被贿赂，理由就在于自我验证。所谓的自我验证，指的是对理解自己的人产生好感。罗彻斯特大学的珍妮弗·卡茨教授做了一项实验，打算进一步了解人们对哪些称赞会产生好感。他让实验参与者写一篇简短的自我介绍，并以此为基础给予称赞。例如，我叫金哲洙，兴趣是画画，随之而来的称赞就分为2种：一，你喜欢画画，真是太棒了；二，真是一位既亲切又帅气的人。接着，研究人员询问受试者哪一种称赞会让他们心情更好、更有好感。乍看之下，其实2句都是赞美之词。但实验结果显示，对较有好感的人高出30%左右，理由是对方称赞了自己也同意的部分。换句话说，当对方也能看出我所认知的自我面貌时，我们就会产生一种真正获得认可的感觉。行贿者一般都深谙这种心理，因此他们不会单纯的只送礼，还会极力吹捧对方，给人一种他真的了解我的价值的感觉。如此一来，受贿者就一定会与行贿者站在同一阵线。而我们唯有事先认识这种心理学概念，才能保护自己免于受到不正当的委托。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收听。如果你喜欢这本书或者本集内容，那要记得关注、点赞和分享哦。欢迎收听由5分钟心理学出品的《给大人的童话心理学》，作者刘慧银。本集我们进入到第12故事，变短的裤子。德林格曼效应。从前，某座村庄里住着一位富翁和3个女儿。女儿们为了继承大笔遗产，争相侍奉在父亲左右，所以富翁觉得自己的女儿是全世界最孝顺的。不过，村民们都说，比起富翁的3个女儿，邻村书生的3个女儿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孝女。富翁很好奇，究竟为什么书生的女儿会比自己的女儿更受赞扬呢？在某个炎热的夏日，富翁前往书生的家拜访。书生很高兴地出来迎接他入内，但下半身穿的是一条露出膝盖的短裤。不管天气再怎么热，穿着和文人形象不符的短裤，好像有点……富翁觉得很奇怪，于是委婉地问了书生：“为什么穿着露出膝盖的短裤呢？”书生哈哈大笑，
谈起了裤子变短的原因。几天前，书生收到了远方亲戚送的布料，他正愁没有合适的衣服穿，所以决定用那匹布缝制一件夏装。然而，当他穿上新做好的衣服时，发现裤子长了1尺，几乎整个拖在地面上。于是，书生站在女儿们的房外，咳了几声后说道：“孩子们，谁帮我把裤子改短一点吧？”好，3个女儿齐声回答。隔天下午，书生打算穿那条裤子出门，但是修改过后的裤子变得太短，连膝盖都露出来了。书生大吃一惊，把3个女儿全都叫来。我昨天不是说把裤子改短1尺就好吗？现在修得这么短，根本没办法穿出去啊！大女儿歪着头说道：“真奇怪，昨天晚上我按照爸爸说的，明明只把裤子改短1尺啊。”这时，二女儿吓了一跳：“子子昨晚就修改了吗？怎么办？我不知道子子已经改了，今天清晨起来又把裤子改短了1尺。爸爸，对不起。”听着2个子子的对话，小女儿也悄悄补了一句：“这可怎么办？我不知道2位子子已经改好了，今天早上又再修短了1尺。”3个女儿不知所措，纷纷请求父亲的原谅。于是书生笑着说道：“没事的，孩子们，你们改短的这条裤子才是最适合我的裤子。”听完这个故事后，富翁点头表示赞同，接着就返回自己的家。富翁决定考验一下自己的3个女儿是否真的孝顺，于是他拿着一件裤子对女儿们说：“孩子们，这件裤子太长了，我没有办法穿。明天中午前，你们谁帮我改短1尺吧？”没问题。富翁的3个女儿齐声回答。可是第2天下午，富翁发现裤子的长度还是和昨天一样。富翁把3个女儿叫了过来：“孩子们，我昨天晚上不是请你们帮我把裤子改短吗？为什么今天长度还是没变呢？”大女儿瞪着圆滚滚的眼睛说道：“什么？裤子的长度还是和之前一样吗？我以为二妹会负责修改。”二女儿又望向3女儿说道：“这种事理当由老幺来做吧。”接着3女儿生气地表示：“我对针线活还不熟，怎么能让我负责呢？这种事应该由子子们看着办吧。”见到这幅情景的富翁不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可以理解富翁忍不住叹气的心情。一直以来，他都认为自己的女儿们最孝顺，并为此感到骄傲，但实际上他们连修短裤长这样微小的请求也互相推脱。为什么富翁的女儿们没有帮父亲把裤子改短呢？真的是因为不孝吗？当然，如果他们只觊觎父亲的财产，而不愿回应父亲的请求，就足以称之为不孝。但是，如果女儿们为了讨父亲欢心，帮忙把裤子改短的话，就可以称为真正的孝顺吗？换句话说，女儿没有回应父亲的请求，就能断定他们不孝吗？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童话里，只要稍微环顾四周，很容易就能找到类似的案例。像是在大学做个人作业时，通常会全力以赴，但如果是团体报告，就经常互相推卸或卖弄小聪明，不愿意认真看待。这种现象在组员人数愈多时就愈严重。此外，像是和朋友一起去露营，若事前没有明确规划出各自负责的物品，就会遗漏很多该带的东西，最后还可能互相指责。我以为你会带。让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相似的故事吧。某座村镇预计举办一场庆典，里长向村民们提议，大家各自带一点葡萄酒来倒进大酒桶里，庆典当天一块享用吧。村民们纷纷表示赞同，每个人都从家里带来一点葡萄酒倒进桶内。庆典前夕，酒桶已经被装得满满的。庆典当天，前来参加盛会的居民们心情雀跃，合力把酒桶里的葡萄酒倒出来。但令人惊讶的是，酒桶里倒出来的不是酒，竟然是白开水。原来村里的每个人都抱着只有我一个人倒水没差吧的心态，往酒桶里倒了白开水。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人愈多不是愈有利吗？答案可以从以法国农业工程学者命名的林格曼效应 （Ringelmann Effect） 中找到。林格曼
Maximilian Ringelmann 为了评估个人在团体中的贡献度，以拔河竞赛进行了实验。假说如下：参与的人愈多，个人贡献的力量也会随之增加。乍听之下似乎理所当然，但结论却出人意料。实验结果显示，若只有一个人参与拔河，当事人就会发挥100%的力量；若参加者为2名，每个人发挥的实力大约为93%。接着，3个人参加时为85%，4个人一组时则为49%。随着人数上升，不断递减。换句话说，参加的人愈多，每个人出的力就愈少，发生了所谓在团体中偷懒以及搭便车的现象。引发林格曼效应的主要原因就是不差我一个的想法。童话故事中富翁的3个女儿也是基于同样的思维才毫无动作。这种态度又被称为社会性懈怠 （social loafing）， 以及身处团队之中时，觉得自己就算没有竭尽全力，其他成员也会把我的分一起做完。此外，出现林格曼效应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最小化战略，意指人们渴望用最少的力量来获得最大成果的心理。那么，有没有办法可以防止林格曼效应发生呢？答案就在书生的3个女儿身上。这件事非我不可的主人翁精神。书生的3个女儿都觉得这件事应该由我来做，所以3人皆主动去修改裤子的长度。最后，书生的裤子足足变短了3尺。就像这样，如果大家都把事情看作自己的责任，各自尽最大努力，展现出的效果将会倍增。这种现象称为协同效应 （synergy）， 恰好与林格曼效应相反。协同效应并不是只要人数多就会出现，关键在于团队成员们保持何种想法。因此，10个人都觉得这件事该由我来做，和100个人都想着不差我一个，前者将能取得更好的成绩。还有一种方法可以预防林格曼效应，就是明确规定出各自的工作。假如富翁一开始不是说你们谁帮我，而是指定大女儿，你最擅长针线活，帮我把裤子修短1尺吧，那么最终肯定能取得合身的裤子。书生的情况亦然，老幺啊，你就当作练习一下针线，帮我把裤子修短1尺吧。倘若书生确实分配好工作，就可以不用穿露出膝盖的裤子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行销心理学系的罗伯特·希尔迪尼教授曾做过一个与上述理论相关的实验。他为实验设计出如下的情景： 1. 某位青年在受试者附近，一边听音乐一边享受日光浴，接着投入大海的怀抱。 2. 过了一会儿，扮演小偷的研究助理悄悄地走近，偷走了青年的录音机和其他随身物品。希尔迪尼教授重复做了20次实验，但是在20名受试者中，只有4人打算抓住那名小偷。接着，在同样的情境下，青年改为先拜托身旁的受试者帮我留意一下随身物品，然后才进入大海里。结果令人惊讶的是，在20名的受试者当中，有19人都试图阻止小偷的行为。因为明确指定出受试者要做的事，所以林格曼效应的影响也大幅减少。延伸学习，比起空泛的口号，不如定出明确的目标。美国最具代表性的购物网站亚马逊，透过2个披萨原则，进一步强调了小规模团队的重要性。一级，一个团队的最佳规模是可以共享2个大披萨来填饱一餐的6至10人。亚马逊的创办人杰夫·贝佐斯认为，团队人数不应超过2个披萨能喂饱的人数，否则在人多的情况下，会议时很难提出创新的想法。换句话说，只有将人数控制在6至10名左右，成员之间才能顺畅地沟通，并且迅速做出决定。此外，个人也会产生较强的责任感，对工作全力以赴。这种说法很有道理。通常我们在和关系亲密的人相处时，会比和陌生人在一起时升起更多的责任感。在这种环境下，所属团体的成功就像个人的成功一样重要。因此，若想减少林格曼效应，
就必须打造出适当的环境，让团队成员们亲密无间。此外，比起空泛的要求团队想到什么就提出来，或是全力以赴吧，不如定明天每个人提10个新点子，100天零失误等具体目标。唯有如此，才能提升协同效应带来的力量。感谢收听，如果朋友们有什么感受和想法，欢迎在评论区跟大家分享哦。欢迎收听由5分钟心理学出品的《给大人的童话心理学》，作者刘慧银。本集我们进入到第13故事，不值得信赖的书生的与有荣焉效应。从前，住在同一个村子里的金书生和黄书生，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而前往汉阳。2个人朝夕相处，每天一起吃饭，一起睡觉，关系非常亲近。某天，2个人在客栈住了一宿，接着来到一口井的旁边。就在金书生打算喝口水的时候，发现瓢子里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亮。仔细一看，竟然是块沉甸甸的黄金。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呢？金书生把黄金塞进包袱。看到这番情景的黄书生也表示：“是啊，我们真幸运。”2人在井边稍作休息，不一会儿又接着上路。走了一段时间，突然有人在后面叫住他们。仔细一看，是个长得凶神恶煞的男子，气喘吁吁地跑过来。2位刚才在井边没有看到黄金吗？我喝水的时候不小心落下了。看起来应该是金块的主人。然而，金书生心里忍不住觉得可惜，又想着对方或许不是真的失主，所以就支支吾吾地回答道：“怎么说呢？好像有看到，又好像没见着。”哪有这种事？一定是看到后占为己有了吧？男子开始追问。金书生惊慌地辩解：“不是那样的。”就在这时，性急的男子揪住金书生的衣领，吓得他赶紧把黄金从包袱里拿出来还给对方。男子离开之后，在一旁静静观看的黄书生说道：“就说别高兴得太早，你真倒霉。”金书生听到后勃然大怒：“你这个不值得信赖的人！我捡到金块时，你说我们真幸运；我遭殃时，你却说你真倒霉。好事的话是我们，坏事的话就是你们，真是个讨人厌的家伙。”语毕，金书生就头也不回地离去。黄书生惭愧的脸都红了。当金书生捡到金块时，黄书生的用语是我们；当他因为黄金而陷入纠纷时，黄书生却改口说是你。其实，不光是黄书生，类似的行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屡见不鲜。例如，看到电视上的艺人时，经常会说我们是同一所高中毕业的，或者我以前和他在路上打过招呼等。但是，几乎没有人会在看到连续杀人犯时，自豪地表示我小时候跟他很熟。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行为，原因在就于心理学的与有荣焉效应 （Basking in reflected glory） 和与失败者切割 （Cutting off reflected failure）。所谓的与有荣焉效应，指的是告知周围的人我与成功者有某种联系，让自己的形象看起来和对方一样优秀。加州大学的阿尔伯特·哈里森教授与其同事调查了超过9000位知名人士的生日，并统计出生日在美国独立纪念日7月4日、耶诞节12月25日或元旦1月1日的人数，以及节日前后3天出生的人数。从统计学上来看，在独立纪念日、元旦等特殊节日出生的人数与在非特殊节日出生的人数相似。也就是说，在独立纪念日出生的人数几乎等同于在独立纪念日前一天或后一天出生的人数。不过，哈里森教授在调查中却发现了奇怪的现象：在美国独立纪念日、耶诞节或元旦出生的人数大幅高于在节日前后3天出生的人数，这种几率根本微乎其微。著名的爵士音乐家路易·阿姆斯壮曾说过：“我出生在美国的独立纪念日7月4日。”他也在当天为自己举办了生日派对庆祝。但是，直到阿姆斯壮去世后，透过位于新奥尔良的圣路易斯教堂的出生申报记录，才发现他真正的生日是在8月4日。换句话说，
7月4日这个生日是假的。而哈里森教授的调查发现，知名人士很有可能为了把自己和特殊节日连结在一起，所以向他人谎报生日。哈里森教授的研究小组接着做了另一项调查，这次他们把对象锁定在神职人员。首先，研究小组将神职人员分为职务在主教以上者以及在主教以下的人，并且对他们的生日进行调查，统计出在耶诞节当天出生的人数。按理来说，两组在耶诞节出生的人数比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但是调查出的结果却与预想不同。职务在主教以上者于耶诞节出生的比例明显高于主教以下的神职人员。由此可见，和前面路易·阿姆斯壮的例子一样，职位愈高的神职人员就愈有可能因为与有熔烟效应而说谎。与有熔烟效应有时也会被运用在行销战略方面，例如宣传时强调韩国演歌女王的故乡，将邻里与知名人士相连，借此提高形象。和与有熔烟效应相反的概念为与失败者切割，意指避免和周围的失败或负面评价产生关联。就像童话中黄书生一看到金书生遭殃，就改以你来描述事件，试图保持距离一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通常会担心自己与被排挤的人走太近就会遭受波及，所以总是刻意回避。对此，心理学家罗伯特·希尔迪尼做了一项实验。研究人员打电话访问了观看校际美式足球比赛的大学生们，当中有一半的学生是来自赢得比赛的学校，另一半则是输掉球赛的学校。接着，研究人员将通话内容录下来，逐一进行分析。实验结果发现，若自己的学校赢得比赛，学生们在说明时使用我们这个词的频率会更高。例如，我们以17-14赢得了比赛。当自己的学校输掉比赛时，学生们在描述时就不太使用我们这个词，而是用它们来取代。我不太记得最后是几比几，总之他们输了。本来可以进入前几名的，但他们输掉了比赛。透过实验可以发现，当自己所属学校的球队获胜时，学生们会想把自己和球队画上等号，但是在输球时，学生们就会希望尽量与球队划清界限。在相同逻辑下，希尔迪尼又做了一项类似的实验。这一次，他观察在美式足球赛中获胜的队伍，其同校学生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实验结果发现，当自己所属学校的队伍获胜时，学生们穿上印有校徽衣服的情形就会更普遍。学生们为什么在所属学校的球队获胜时更常把印有校徽的 T 恤穿出去呢？关键就在于与有熔烟效应。也就是说，他们觉得让其他人知道自己与获胜球队的关系，可以顺道提升个人形象。我们必须更加客观地看待与有熔烟效应，因为当某人斩获成功时，人们就会想炫耀与他的交情或缘分；反之，若某个人发展得不好，人们就会试图与他保持距离。然而，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就像童话结尾，金书生向黄书生训斥道：“你这个不值得信赖的人。”一般，如果根据成功和失败表现出不一样的态度，就称不上是真正的人际关系。延伸学习，想展现真实的自我面貌，就必须留意对比效应。与有熔烟效应并不总是能产生注意，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例子中看出来。在某次采访中，韩国演员姜栋元被记者问到是否曾经怀疑过友情时，他如此回答：高中时住宿舍，大概有2周的时间，室友们一到晚上就不见人影，我一度觉得自己是不是被排挤。后来才知道，室友们之所以晚上都不在宿舍，是因为偷偷去和女生见面，让他有遭受背叛的感觉。对此，姜栋元的朋友们解释道：如果你也一起去的话，女生根本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啊。姜栋元的朋友们是不是知晓心理学概念呢？就算不懂，也可能是本能地感受到，当自己与非常有魅力的人站在一起，就会相对被比下去。这在心理学上称为对比效应，和与有熔烟效应是相反的概念。
那么，什么时候适用与有容焉效应？什么时候又会出现对比效应呢？据研究结果显示，假如我和对方的关系非常要好，就会适用与有容焉效应；但如果对方只是偶然出现或暂时性的关系，就会产生对比效应。某项实验指出，人们在看完电影《霹雳娇娃》后，对恋人在外貌上的评价会变得较低。一集情侣一起观看高颜值演员担任主角的电影，在忽然看到自己的恋人时，就会觉得对方似乎没有以前那么漂亮。关于对比效应，英国的哲学家约翰·洛克曾说过这样的话：先前摸过的水温会影响接下来摸温水时感受到的冷热。因此，根据身边的人不同，他人对我的评价也会不一样。若想让对方看到自己真实的一面，就要注意别被与有容焉效应或对比效应影响。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收听。如果你喜欢这本书或者本集内容，那要记得关注、点赞和分享哦。欢迎收听由5分钟心理学出品的《给大人的童话心理学》，作者刘慧银。本集我们进入到第14故事。渔夫与魔神的挫折攻击假说。从前有个渔夫，家境贫穷。某天他把撒在海里的网子拉上来时，发现里头没有捕到半条鱼，而是捞到一盏旧油灯。油灯的盖子被蜜蜡紧紧封住，上面还盖着所罗门王的封印。渔夫感到十分好奇，于是就将油灯的盖子撬开查看。瞬间，一股浓浓的白烟和巨大的魔神从油灯里冒了出来。原来，魔神被所罗门王封印在油灯里，多年来皆沉于海底。不过，魔神一从油灯里逃脱，就打算要杀死渔夫。渔夫觉得非常委屈，便向魔神追问道：“明明是我把你从灯里面救出来的，为什么要杀我呢？”刚开始被关进油灯里时，我曾下定决心，不管是谁把我救出去，我都会告诉他巨额宝藏的埋藏地点。可是，经过了多年，一直都没有人把我救出来。于是，我又再度发誓，只要有人把我救出去，我就会为他实现3个愿望。最后，还是没有人来救我。愤怒之下，我决定将来无论是谁解开封印，我都要立刻杀了他。魔神如此回答，走投无路的渔夫只好使出最后的计谋。不过，你真的是从这盏小油灯里出来的吗？我才不信呢！如果你能证明给我看，我搞不好会相信你说的话。上当的魔神瞬间化为一缕白烟，再次进到了油灯里。渔夫见状，赶紧抓住机会把油灯盖起来。这则童话乍看之下很难理解，因为魔神的态度就像背着包袱落水，被救起后反倒向对方追讨钱财。若只是想夺取钱财就算了，但魔神要的竟然是渔夫的命。被关了那么长时间，多亏渔夫的帮忙才得以逃出。按理说魔神应该要感谢对方才是，但情况却完全相反。到底为什么魔神会想杀死拯救自己的渔夫呢？魔神的这种行为不只是童话，其实每个人的心中也都带有攻击性。对此，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主张，人类不仅有生之本能，同时也具有意图破坏的死之本能，而最好的证明就是看似不谙世事、惹人怜爱的孩子，有时也会表现出攻击性。例如，在弟弟或妹妹出生后，孩子会趁父母不注意时偷抓他们的脸，或者抢夺朋友的物品，刻意弄坏对方好不容易才堆起来的积木等。至于青少年呢，有时看到媒体连日报道部分青少年的恶毒行径，网友们甚至会忍不住表示，主张性善论的孟子应该要向主张性恶论的荀子认错才对。心理学家对这种攻击性做了许多研究，其中的挫折攻击假说 Frustration Aggression Hypothesis 恰好能够解释童话中魔神表现出的行为。所谓的挫折攻击假说，一直产生攻击性的原因之一为挫折感，也就是在经历挫折时，采取攻击性行为的可能性会增加。理解这项心理学概念时，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挫折感不一定会诱发攻击行为，
也不是让人产生攻击性的唯一原因。换句话说，攻击性的来源有很多种，可能是神经学方面的因素，也可能来自于学习。挫折感这样的负面情绪只是可能引发攻击性的原因之一，因此心理学家们将之称为挫折攻击假说。被誉为社会心理学之父的库尔特·勒温曾经和同事们做过一项实验，充分呈现出挫折感与攻击性的关联。研究者在房间里摆满玩具，让孩子只能观看不能触摸，孩子们好不容易忍了下来。一段时间后，研究人员允许孩子们拿玩具玩耍，但眼前的景象却令人大吃一惊，孩子们开始敲打或破坏玩具，甚至把它们扔向墙壁，表现出攻击性的行为。就像这样，挫折会让人类的攻击性上升。不过，此处必须明确区分挫折与缺乏的差别。孩子们并不是因为摸不到玩具，基于一时性的匮乏才产生攻击行为，而是玩耍的权利遭受不当剥夺，因为感到挫折，所以出现攻击性。事实上，攻击性在单纯物质匮乏的状态下很少发生。但是，如果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或因不合理的原因而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事物，情况就会完全不同。这种时候感受到的挫折会促使攻击性大幅增加。心理学家詹姆斯·库利克和罗杰·布朗做过一项与此相关的实验。研究人员将受试者分成2组，请他们打电话协助募款，并且补充说明道：如果能说服对方捐款，我们将会提供奖金作为报酬。此外，研究人员更暗示某一组上次电访时有捐款意愿的人比想象中多，让该组的受试者预期可以赚到大笔奖金。而针对另一组受试者，研究人员则表示有捐款意愿的人比想象中少，降低他们对奖金的期待。接着，受试者从研究人员那里拿到名册，开始一一拨打电话募款。然而，名册上列的名单其实都是这场实验的协助者，他们已经事先串通好，只要接到受试者询问捐款意愿的电话，就会一概婉拒。实验结果发现，与不太抱有期待的受试者相比，满怀期待拨出电话的受试者们，面对拒绝时会爆出较粗鲁的言语，甚至砰一声把电话挂掉。他们因为自己没有预料到的情况而倍感挫折，表现出了攻击性。此外，研究小组还做了进阶版实验，观察人们被不合理的原因阻断欲望的情况。这次，研究人员将实验协助者分成2组，在拒绝捐款电话时，其中一组会向受试者说明合理的原因，例如经济上没有余裕，难以捐款；另一组则提出荒谬的理由，像是人类有同情他人的权利吗？捐款根本是白费力气等。在前述情境下，受试者听到荒谬的理由时，会比听到合理的原因时更加愤怒。让我们再回到童话上吧。魔神完全没有预料到自己会被所罗门王关在油灯里，可能为此深感挫折。且就算魔神做错了什么，这样的处罚也非一次性的，而是永远的囚禁，对魔神来说既荒唐又不合理。于是，魔神的挫折感便激起了攻击性。不过，魔神如果下定决心要杀人，对象也不该是救自己的渔夫，而是所罗门王吧。通常，攻击的目标理应是为自己带来挫折感的对象。在表露出攻击性时，假如对自己造成伤害的对象已不存在，力量凌驾于我，或者是不可抗力的自然现象等，一般会改以其他目标取代，而这个对象就是所谓的牺牲羊。一级，就魔神的立场来看，招致挫折感的对象应该是所罗门王或囚禁自己的油灯，但前者力量强大，后者又没有生命。因此，魔神为了消解挫折感所带来的攻击性，干脆选定自己的恩人作为目标。延伸学习，挫折攻击假说也跟间歇性暴怒症有关。让我们将挫折攻击假说的含义进一步扩大到社会上吧。近年来，对陌生人施以暴行的无差别攻击事件层出不穷。这种犯罪案件有一个代表性的共同点，就是嫌犯都经历了对现实的不满与挫折。
例如，以新冠病毒为导火线，欧洲社会厌恶亚洲人且施暴的事件急剧增加。因为新冠疫情爆发后，原本的日常生活受到诸多限制，许多人对此怀着强烈不满。原本以为只要忍耐一下就可以撑过去，但疫情比想象中延续得更久，从被称为 Corona Blue 的忧郁症开始，到无力感逐渐累积，最后转变为愤怒，还要在家待到何时？什么时候才能再去热闹的地方？政府到底都在做什么？那些人为什么不戴口罩还走来走去？就像这样，人们的性格变得日益敏感，连平时可以忍过去的事都会大发雷霆。当整体社会都充满挫折感时，就必须连带思考会出现多少混乱和失序。例如，因为被瞄了一眼就殴打路过的70多岁老爷爷，或是只因为自己心情不佳就用砖块砸伤路人等。这些类似的事件，加害者大多都是攻击身体力量比自己弱小的对象，如同童话中魔神把渔夫当作目标一样。经历过无数挫折的人，往往都会把矛头指向比自己更弱小的存在。因此，当深陷挫折而感到愤怒时，必须懂得适时调节情绪，避免将这种愤怒转移到无辜之人的身上。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收听。如果你喜欢这本书或者本集内容，那要记得关注、点赞和分享哦。欢迎来到5分钟心理学平台。本集我们进入到第15故事：书生的衣服的刻板印象与偏见。很久很久以前，某个村子住着一名学识渊博的书生。这名书生相当节俭，衣着打扮总是让人感觉非常不起眼。某天，一位身居高位的官员下令：我的寿宴马上就要到了，全村的人都得来参加，一个都不准缺席。寿宴当天，书生穿着和平常一样的服饰就出门了。抵达官员的宅邸时，里头早已人山人海。然而，宅邸的守卫一看到书生破旧的服装，便阻止他入内。官员见到这幅情景，立刻吩咐下去：今天是充满喜庆的日子，让大家都进来参加宴会吧。守卫这才放书生通行。好不容易进到屋内，在管家的带领下，书生于角落的位子入座。接着，仆人就将酒和小菜放在一张狭窄的桌子上，要求他吃完后就赶紧离开。书生环顾四周，想找找看有没有人愿意一起用餐，但所有人都回避他的视线。于是，感觉被侮辱的书生起身离开，径自返回家中。回到家后，书生脱下破旧的衣服，换上了庄重的服饰。接着，他再度前往举办宴会的官员宅邸。这次，守卫看到书生，立刻毕恭毕敬地打招呼，丝毫没有认出他就是先前吃了闭门羹的书生。一进到屋内，方才那位管家就赶紧跑过来，将他带到一个舒适的座位上。管家也没有认出他就是先前那位书生。才刚坐下来，之前那些连正眼都不瞧他一眼的人纷纷走过来敬酒。这时，书生接过酒，倒在自己的衣服上，然后感叹道：衣服啊，喝一杯吧，这酒不是给我的，是给你的。这则童话讽刺了以衣着辨人的事态。俗话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服饰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比想象中还要大。试想，若有一位衣着讲究的老绅士坐在幽静的公园长椅上，我们大概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但是，如果这位老人衣衫褴褛的话，我们又会作何感想呢？说不定会心生同情，然后觉得社会应该给予独居老人多一点关爱和温暖。就像这样，人们倾向用衣着打扮来判断他人，而原因就在于我们对衣着怀有刻板印象与偏见。在童话里，守卫基于衣服破旧等于闲杂人等的刻板印象与偏见，打算把书生赶走。虽然我们会指责守卫为人刻薄，但事实上很多人都有类似的举动。心理学家约翰·莫洛伊曾做过一项实验，得以看出人们对服饰的刻板印象是如何发挥影响力的。首先，
他让穿着高级服饰的实验协助者走进一间饭店，而且是趁他人入内时一起走进去。结果发现，在门口遇到的人当中，大约有 94% 都会先让路给衣着高级的实验协助者。接着，研究人员再让他穿上破旧的服饰，进行了相同的实验。结果，在偶遇的人当中，约有 82% 的人没有选择让路，甚至还有 5% 的人对他加以辱骂。两个实验的差异就只在于换了服饰而已。或许大部分的人在遇到衣着高级的实验协助者时，脑海里都闪过这样的想法：穿那么贵的衣服，应该是管理阶层的人吧？给这样的人留下好印象，一定没有坏处。但是，当遇到穿着破旧的实验协助者时，人们可能会这么想：哪来的流浪汉？另一项由社会心理学家史丹利·米尔格兰做的实验，也可以说明人们对于穿着的刻板印象与偏见。他要求实验协助者穿越马路，且一次穿着工作制服，另一次则是穿上西装。实验结果发现，与穿着制服时相比，在穿着西装时，有较多的人跟着他穿越马路。如果一定要穿上高级服饰才能获得良好待遇，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只挑高价、高品质的衣服穿，甚至不惜欠债也要买高档的服装？其实，根据米尔格兰后续的实验，发现服饰的价格高低不会带来多大的影响。真正的重点不是衣服的售价或质量，而是看起来必须干净利落。作为参考，选择服装时的关键在于 TPO， 以及搭配服装时考虑时间 time、地点 place 与场合 occasion。事实上，童话里的书生前往参加盛大的宴会时，应该一开始就选择干净利落的服装。这种刻板印象和偏见，除了服装方面之外，也广泛发生在人种、性别、宗教、职位、地区和国家等层面。从辨别居住地区、猜测血型开始，到公务人员都是死脑筋，瘦的人性格比较严谨，首尔人爱计较等，多不胜数。这种刻板印象与偏见很可能来自于幼时的环境和教育，所以根本无法彻底消除。例如，某些国家的人会吃油炸蜘蛛或蜈蚣，但就算有高蛋白、营养价值高等科学根据，你大概也不太愿意尝试。为什么会产生刻板印象和偏见呢？大致可以归纳出5个原因。首先是方便。我们在判断一个人时，借由对方的单一面相可以轻易得出结论，这种思维相当方便。因此，倘若没有特殊缘由，我们不会进一步去认识对方的全貌。其次是熟悉。越是符合自己想法的信息，就愈容易记起来。例如，人们看到经常发脾气的大龄未婚女时，下意识地认为剩女才会这样歇斯底里。因为平常就听闻大龄未婚女情绪不稳，所以丝毫不考虑其他层面，直接就下了定论。第三是错觉相关。所谓的错觉相关，指的是两个事实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但人们却误以为两者彼此相关。类似的现象特别容易出现在少数群体身上，光是人数处于弱势这个理由，就让他们在做出不良行为时更加容易被大众记住，像是与外籍移工有关的犯罪事件等。第四是学习。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不知不觉学到一些刻板印象，有可能是来自于个人经验、家人、周围朋友、社会文化或大众媒体等。第五是政治因素。在权力斗争中占上风的集团，为了维持自身势力，可能会给竞争对手捏造刻板印象和偏见。那么，刻板印象和偏见真的无法打破吗？换句话说，对于这种刻板印象和偏见，我们永远只能身兼加害者与被害人吗？事实上，刻板印象和偏见的确很难改变，但是透过美国奥克拉荷马大学社会心理学家穆扎弗·谢里夫的著名实验，我们可以找到克服的方法。在这项实验里，研究者召集青少年们举办了一场童军营，然后将他们分成响尾蛇队与老鹰队，并各自在不同的区域搭建帐篷。接着，两队都在帐篷前设置了禁止进入的告示牌，一边完成研究者下达的任务，
一边创造出队伍专属的规则与氛围。随着时间流逝，研究者透过游戏让两队展开竞争，结果少年们不仅开始指责他队，甚至还出现辱骂、吵架的情形。研究人员为了让双方和解，以接触假说 （contact hypothesis） 为基础，给予两队经常见面的机会。所谓的接触假说，指的是见面次数愈频繁，就愈会增加对彼此的好感。因此，研究人员让两队一起用餐、看电影等，但他们的关系依旧没有改善。后来，研究者们经过一番苦思，终于想出了其他方法，交给他们一项唯有齐心协力方能完成的课题，像是为了去电影院看电影，一起想办法筹钱，或是把因车祸掉进泥坑里的卡车拉出来等。借由这样的方式，两队的纠纷才逐渐趋于缓和。上述的实验内容如果套用在日常生活里，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运动会或奥运。让我们回想一下韩国在2002年世足赛事的情况吧。当时，韩国人在街头上与陌生人互相拥抱，一起庆祝韩国足球队首次踢进4强。在这些人当中，有与自己政治立场相反的人，也有追求不同价值的人。也就是说，如果想要打破刻板印象与偏见，创造共同目标，然后携手合作，会比单纯的频繁见面更加有效。当然，这样的方式只在任务成功时才可能实现。假如目标失败，大家就会互相推卸责任，彼此的矛盾也会愈发严重。每个人都免不了带有刻板印象与偏见，这种思维对我们造成了强烈的影响。假如高中毕业生能力不足之类的想法在社会上蔓延，那么只有高中学历的人将很难找到工作。到头来，因为高中毕业生难以就职，这种现象又会再次强化高中毕业生能力不足的偏见。为了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我们应该努力不让刻板印象和偏见演变成普遍性的差别与歧视。延伸学习，用幽默打破刻板印象。若想消除刻板印象与偏见，刻意扭转也不失为一种方法。韩国歌手曾在推特上传过一段文字，被委托制作一所中学的校歌，据说是比较新潮的学校，请我用 rap 编曲，让我来展示一下校歌的革新。学校超棒的就是用新鲜食材供应美味餐点。Clap your hands, everybody, everybody clap。其他学校都没有这种校歌，大家一起拍手，一起拍手。看到这则贴文的网友们虽然半信半疑，但大多数人都觉得有趣。如果校歌用 rap 唱的话，这样的创意为什么会带来欢笑呢？一般校歌都是从继承某座山的灵气起头，鼓舞学生成为引领国家和世界的大人物，听着听着，内心就会跟着澎湃激昂。可是现在居然要用 rap 演唱校歌，过去从来都没想过，所以让人倍感新鲜。借此，刻板印象和偏见也逐渐被打破。某地区的公务员用小画家制作庆典活动海报，展现出有别于主流的 B 级感性，在千篇一律委外设计的海报中，明显的独树一格，获得民众热烈的赞赏。看过海报的人纷纷表示，生平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文宣，打破了政府宣传品都像教科书的刻板印象。此外，在韩国教育电视台 EBS 登场的企鹅彭秀，经常到处乱喊社长的名字，不少人看到这样的情景，都觉得过于荒唐无理，但急着彭秀说的社长放轻松，公司运作才会顺利，又同时感到一股替代性满足。许多人皆表示，因为有彭秀的存在，原本严肃的 EBS 社长也感觉变亲切了。试着扭转刻板印象，就会看到此前被偏见所遮蔽的世界。假如想见证不存在刻板印象与偏见的真实社会，就尝试转换一下个人观点吧。若能再增添一点点幽默，效果将更加显著。感谢收听，如果朋友们有什么感受和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跟大家分享。欢迎收听由5分钟心理学出品的《给大人的童话心理学》，作者刘慧银。本集我们进入到第16故事，史道的判决的确认偏误。某天，一位富翁被抢走了1500两，而且惨遭歹徒杀害。县里的史道亦因此带头抓捕嫌犯。富翁的家人为了筹办丧礼忙得不可开交，偏偏这个时候，富翁的养女阿娘听信邻居的玩笑话，以为自己会被卖掉，便匆匆逃出了家门。阿娘漫无目的的流浪，遇见了在某户人家当长工的男子史铁，对方正带着主人给的1500两准备前往市集。这时史道也恰巧经过，他看到长工手中的银两以及和2班2女子在一起的模样，觉得两人相当可疑。史道以为他们就是杀害富翁的凶手，于是把他们抓进大牢里审问。看到如花般的妙龄女子，哪个男人会不动心？看到仪表堂堂的男子，哪个女人会想错过？你们2个互相看对眼，想一起私奔对吧？但女方的养父加以阻拦，所以你们就杀害富翁，偷走那1500两。史道认为两人罪证确凿，当下判决他们斩首执行。听到这个消息后，史道的妻子主张，不能因为长工的手里持有1500两，而且又和贵族家的女子在一起，就断定两人是犯人。他请求史道不要草率定案，应该重新调查整起事件。后来杀害富翁的真凶被抓到，阿娘和史铁也洗刷了冤屈。如果我们也遇到和阿娘、史铁相同的情况，那该有多郁闷呢？不管怎么喊冤，史道都反驳，犯人难道会承认是自己做的吗？认定两人就是凶手。或许我们会对史道马虎的判决感到荒唐，但若换作是我们，也极有可能做出类似的判断。原因就在于确认偏误 confirmation bias。 所谓的确认偏误，指的是人们倾向于证明自己原本的假设或想法，简单来说就是只看自己想看的，只听自己想听的。这种现象可以在明尼苏达大学心理学系马克·斯奈德教授以及德克萨斯大学心理学系威廉·斯旺教授的实验中观察到。实验时，研究人员将女大生分为2组，并事先告知其中一组将会遇到外向的人，而另一组则会碰到较为内向者。接着，研究人员给女大生们看各式各样的问题，然后进一步指示，请从中挑选一个想问对方的问题。研究人员提供的题目，从叙述上就可以一眼分辨出内向与外向。究竟女大生们会如何选择呢？多数的女大生都会挑选与个人想法有关的问题。一级预期将会碰到外向者的女大生们选择了像是为了炒热派对气氛，你通常会做些什么？在什么情况下话最多？等问题，借以佐证自己的想法。同样的，预期会与内向者见面的女大生们则选择了喧闹的派对有哪些部分让你觉得排斥？独处时主要都在做些什么呢？之类的提问。假如对方回答了上述的问题，女大生就会更加笃定地认为这个人果然很活泼，或者他果然是个害羞的人。其实，无论对方内向或外向，如果问题已经存有预设立场，当然都会和自己料想的相符。此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约翰·达利 （John Darley） 的实验亦充分证明了人们确认偏误的倾向。首先，研究人员将受试者分成2组，并给所有人观看某个孩子正在考试的影片。接着，研究人员向2组受试者说明孩子的身份，告知其中一组他属于上流阶层，然后对另一组表示孩子来自低收入户。接下来，研究人员向所有人公布孩子的考试成绩，并请他们为其学业能力做出评价。实验结果发现，明明2组看的是同一段影片，接收到的成绩资讯也一模一样，但得知孩子属于上流阶层的组别，对他的学业能力给出了高度评价。相反的，听到 V 孩子来自低收入户的组别，则低估了他的学业能力。就像这样，当我们处于某种情境，或者在遇到陌生人时，会根据自己的想法选择性地接收讯息。换句话说，
我们会对自己的判断怀有某种执着。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血型。很多人相信性格取决于血型，因此，如果有人表示自己是 A 型，人们就会将小心谨慎的特质套用在他身上。此后，如果在对方身上发现类似的特质，就会更加确信，果然是 A 型，真的很谨慎呢，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此外，股票投资也是相当典型的例子。一般来说，人们在投资股票后，就会更加关注投资项目的好消息。例如，比起业绩低于期待值、外销合约存在极多变数等负面新闻，人们会选择相信下半年的成长将大于上半年，只要合约签订完成，出口量就会暴增等喜讯。让我们再回到童话上吧，某个富翁被抢走1500两，然后惨遭杀害，而调查这起案件的石道碰巧撞见富翁的养女和拿着1500两的长工在一起，于是史道理所当然地认为就是他了，对两人穷追不舍。就史道的立场来看，史铁的眼神莫名地充满邪气，阿娘则似乎在隐瞒些什么。那么，究竟为什么会发生确认偏误呢？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汤马斯·吉洛维奇曾指出，人们过分导向支持个人想法的讯息，是因为在忽略不利的资讯时，心里会感到较为轻松。若想判断某个人或某些情况，首先必须观察其周围的资讯。虽然我们都自认为分析时都会最大程度地保持中立和客观，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大脑会将讯息尽可能简化，并根据现有的认知与标准进行筛选，而确认偏误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产生。确认偏误的缺点十分明确，就像童话中的史道一样，坚信自己的想法就是事实，扭曲了尚未查证的资讯。这种情形同样也出现在前述心理学家达利的实验当中，受试者们普遍认为上流阶层的子女们学习能力较佳，而低收入户的子女能力肯定较差。因此，假如孩子在考试中答不出来，得知孩子属于上流阶层的人，就会觉得是题目太难。反之，听到孩子来自低收入户者，就会觉得是孩子本身没有念书。由此可见，我们在下判断时必须更加慎重，而非只嘲笑把阿娘和史铁当作犯人的史道，因为无论是谁都有可能犯下类似的错误。正如前文所言，这些过程都是大脑为了简化资讯所做出的努力。确认偏误并非只发生在特定的人身上，换句话说，不是只有情绪导向或缺乏逻辑的人才会产生确认偏误，而是连处事冷静的科学家们在实验时也可能曲解结果，以证明自己的假说。例如，实验结果若与自己的假说相符，他们就会认定果然我的想法没错，而不在进一步检查过程里可能出现的漏洞。相反的，如果实验结果与假说互相矛盾，比起重新思考自己的假设，他们会倾向寻找实验过程中是否出现疏漏。生而为人，这种思维模式难以避免。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科学家们使用了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提出的可否证性 （falsifiability）。简单来说，就是所有科学命题都应该要能被否证。例如，我们假设所有天鹅都是白色，这句话乍看之下很有道理，因为眼前所见的天鹅的确都是白色。但是，如果在某个地方出现黑天鹅，这个假说就会被打破。因此，假说应该修正为大部分的天鹅都是白色，但也有非白色的天鹅，如此一来才更加精准。利用否证找出假说中的错漏，科学方能逐渐变得具体且近乎真理。确认偏误顾名思义就是偏差，意指在看待事情时过于偏向某一方，不够完整。如果不想偏颇地看待世界，就要懂得效仿科学家的态度。科学家们做研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而是为了打破自己的假说。因为只要是人，就不可能在观察时丝毫不带偏见。延伸学习，想摆脱确认偏误，就要倾听不同的意见。卡尔·波普尔曾说过，不愿意承认现有假设出现否证的封闭态度，比提出不科学的主张
更加危险。换句话说，积极展开批评与讨论的开放社会，才是适合生活与居住的社会。最近某位艺人接受了精子捐赠，自愿成为未婚妈妈。对此，大多数人皆给予支持，称赞她的选择非常潇洒。不过，仍有一部分人认为，孩子没有爸爸，很难幸福的成长。其实，并没有任何统计数据显示出，在单亲家庭出生的孩子，生活就一定会过得不快乐。如同卡尔·波普尔所言，不愿承认多样性，斩钉截铁地认定某些现象100%是对的或100%是假的，就等同于是阻碍开放社会的敌人。因此，如果想摆脱确认偏误的倾向，首先就应该从尊重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开始。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收听。如果你喜欢这本书或者本集内容，那要记得关注、点赞和分享哦。欢迎收听由5分钟心理学出品的《给大人的童话心理学》，作者刘慧银。本集我们进入到第17故事：北风与太阳的 A 型行为。某天，北风向太阳挑衅，坚称自己的力量比太阳更强大，扬言只要自己卯足全力一吹，全世界都会因此瑟瑟发抖。太阳听了北风的炫耀，只是一言不发的微笑。于是，性格急躁的北风向太阳提议：“让我们来打赌，看看谁的力量比较强。”这时，正好有个旅人走在街上。北风提出，只要谁能先让旅人把外套脱下来，谁就算获胜。太阳答应了北风的提案。比赛开始了，北风使出浑身解数，拼命向旅人吹气，瞬间刮起阵阵强风。旅人为了不让外套被吹走，反倒把衣服裹得更加严实。相反的，太阳用炙热的阳光照在旅人身上，他立刻解开了因强风而紧扣的衣襟。太阳见状，便释放出更强烈的光芒。最后，旅客脱掉穿在身上的外套，而这场打赌也就由太阳获得了胜利。事实上，北风和太阳负责的领域截然不同，但北风还是将太阳视为竞争对手。因此，为了证明自己的力量比太阳强大，他仓促地提出打赌。如果北风再稍微思考一下，绝对不会用谁能让旅人脱掉外套来决定输赢，因为这场赌局根本必输无疑。倘若北风和太阳比的是谁能让旅人穿上外套，结果又会如何呢？或许这则童话的结尾将会因此改写。就像这样，北风对太阳兴起了无谓的竞争之心，渴望证明自身能力，且对重要之事急于下决定。从这些角度来看，北风应该属于 A 型行为者。此处所指的 A 型和 A 型学的意思不同。发现 A 型行为的美国心脏专科医师麦耶·弗里德曼及雷罗森曼某天偶然察觉心脏科候诊室的沙发套只有前端的边缘受到磨损。对于许多人容易忽略的这个小细节，两人在心中产生了疑问：其他医院似乎没有这种情况，为什么只有心脏科的候诊室沙发边缘被磨得破破烂烂呢？为了找出问题的答案，研究人员仔细观察心脏科的候诊室，结果发现前来看诊的患者们大多很难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等待，在焦虑不安的情况下，就会用手去抠沙发垫。研究人员借此发现，患者的这种性格与冠状动脉疾病有关。换句话说，不只有吸烟、运动不足、高血压、高胆固醇等会引发心脏疾患，焦虑、不安等性格也是导致发病的原因。属于 A 型行为的人，经常对生活怀有不满，在小事上也存有竞争之心，因此很容易感受到压力。而变得敏感的自律神经系统会加快心跳速率和血管收缩，进而引发心脏疾患。A 型行为者通常具有下列特征：一、决策过程非常迅速；二、无法忍受计划不如预期；三、对他人抱有过度的竞争意识；四、游戏时觉得自己一定要赢；五、所有事情都要由我控制才能安心。
6觉得一刻也不能浪费。7总是感到焦躁不安，一刻也静不下来。8容易对琐碎的事情发火并怀恨在心。9习惯同时处理2、3件事。10认为比起体谅他人，事情的进行更加重要。为什么会出现 A 型行为呢？主要有2大原因。首先是现代社会的氛围，我们生活在一个唯有快速行动才能成功的社会里，而且只有取得丰硕的成果，能力才会获得认可。这样的社会氛围容易诱发 A 型行为产生。其次是家庭环境，父母愈是要求子女必须在竞争中获胜，取得优秀的成绩，就愈会增加 A 型行为的出现。那么该如何减少 A 型行为呢？方法有2种。第一是减少讽刺与挖苦的习惯。某些研究人员指出，在 A 型行为者的特征当中，最危险的就在于敌意，因为仇恨会使压力荷尔蒙皮质醇过度分泌，对健康造成影响。因此，研究者们为了化解敌意，制定出在遇到问题时得以减少讽刺习惯的项目，向受试者进行了8周的训练。实验结果发现，参与过训练的人和没有参加的人比起来，仇恨指数与平均血压都低了许多。第二种方法是努力让自己拥有 B 型行为。所谓的 B 型行为，指的是与 A 型相反的行为特征。B 型行为者看起来总是游刃有余，做事从容不迫，而且不太容易发脾气。B 型行为的具体特征如下：1泰然自若，2不追求竞争，3说话谨慎，4善于倾听他人的分享，5平时态度从容且没有野心，6不会因为时间压力而处事急躁，7更着重于自己是否能获得满足，8能够轻松地面对工作和享受闲暇，9不刻意向他人炫耀自身成就。B 型行为者较为被动，容易适应周围环境，即使没能实现目标，他们也会对过程中的每件事保持肯定的态度，认为还是有所收获。因此 B 型行为者比起竞争更加重视互助合作。当然，不能只用 A 型或 B 型行为来区分所有人，在日常生活里，我们不会永远只偏向某一种类型。根据情况不同，我们有时会采取 A 型行为，有时也可能拥有 B 型行为的特质。不过，我们必须懂得别像童话里的北风一样，在无谓的小事情上表现出竞争意识，因为这些行动都与健康息息相关。延伸学习，调节压力，缓解焦虑，让情绪放松。A 型行为者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必须借由某些活动来缓解焦虑。有3种方法可以达成上述目标。第一种方法是看着火光或水流发呆，以现今的流行语来说，就是放空。点亮能够营造温暖氛围的蜡烛或照明，听着平静的音乐，让自己放空一下吧。望着鱼缸里的小鱼们发呆也是很好的方式。第二种方法是学习瑜伽。瑜伽结合了冥想，是缓解全身紧绷的最佳运动。第3种方法是花艺。插花可直接触摸到花材，闻到花的香气，让因为紧张而陷入僵直的五感再度复苏。此外，花艺可在短时间内看到成果，足以让人获得满足感。除了上述的3种活动，揉捏像粘土一样的舒压小物、画画、钓鱼、散步或与宠物相伴等，都是可以释放压力的管道。对他人产生敌意的最大原因，就在于觉得自己被对方无视。以及当感觉不到他人的尊重，遭到轻视时，就会对对方心生排斥。假如对方真的看不起我，那我们就必须保护自己的心灵不受到伤害。所谓的保护自己，指的不是向对方发脾气，而是要不被他人左右。换句话说，必须懂得保护自己，别让自己的行为受到对方的心情或态度影响。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明确的认知，不要像童话中的北风一样鲁莽行事。
擅长交际的人很懂得调节情绪，因为一感到愤怒就随便向他人发脾气的话，很有可能会失去珍贵的缘分。因此，平时我们应该透过舒压活动让自己的心情放松，如此一来，才能与自己珍视之人维持稳定的关系。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收听。如果你喜欢这本书或者本集内容，那要记得关注、点赞和分享哦。欢迎收听由5分钟心理学出品的《给大人的童话心理学》，作者刘慧银。本集我们进入到第18故事：雨伞商人与草鞋商人的框架效应。从前有位母亲养育了2个儿子，大儿子从事草鞋买卖，小儿子做的则是雨伞生意。可是母亲每天都十分焦虑，每逢雨天，她就开始担心：大儿子的草鞋卖不出去怎么办？若是风和日丽，她又想着，天气这么好，小儿子的雨伞大概滞销了吧？这可怎么办才好？就这样，每天忧心忡忡的母亲最终病倒了，2个儿子立刻将她送往医馆。大夫为母亲诊查了好半天，最后摇摇头说道：这位患者心中的挂念太多，所以才会病倒。如果不能消除心中的忧虑，无论再怎么针灸或吃药，病情都不会好转。听完大夫的话，母亲叹了口气问道：大夫，雨天卖草鞋的大儿子生意不好，晴天卖雨伞的小儿子生意不佳，我怎么能不担心呢？这时大夫笑着回答：只往坏的地方想，当然会陷入焦虑。来，换个角度思考吧。下雨的话，小儿子的雨伞会大卖；天晴的话，大儿子的草鞋受欢迎。这样不都是好事吗？听了大夫的话之后，如今一碰到雨天，母亲就会兴奋地表示：雨再下大一点吧，下一场倾盆大雨，让我们小儿子的雨伞生意变得更好。反之，如果碰到晴天，母亲就会说：太阳公公啊，再露出更炙热的光芒吧，希望我们大儿子的草鞋愈卖愈好。于是母亲的病很快就痊愈了。事实上，现实状况一点也没有改变，母亲的大儿子仍然从事草鞋买卖，小儿子做的依然是雨伞生意。因此，无论是晴天或雨天，2个儿子当中都有一个会大赚，而另一个则面临滞销。整起事情唯一改变的，只有母亲看待现实的观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看待事情的观点，在心理学上称为心理框架 frame。 而此处值得留意的是，根据心理框架的不同，心理状态与意向等也会连带改变。母亲在看医生之前明显非常焦虑，但是听了医生的话，改变看待世界的观点后，她开始感受到幸福。这种现象，心理学用语称为框架效应 framing effect。 一级虽然情况一样，但根据着眼的地方不同，行为与心情也会跟着发生改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康纳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曾经做过一项与此现象相关的知名实验。想象自己也是受试者的一员，一起来看看实验内容吧。你是一个国家的总统，而国内目前正在流行一种罕见的传染病。如果放任不管，将会有600位国民失去性命。因此，政府召集了各界专家展开紧急应变会议，对此制定出药物 A 与药物 B 2种解决方案。不过，在2个方案中只能选择一个。如果是你，会选择哪一种治疗药呢？以下是2种药剂的预期效果。药物 A 600人中可以救活200人。药物 B 600人全部活下来的几率为1/3，无人生存的几率为2/3。或许你也选了药物 A 吧，因为药物 A 与 B 不同，能够确实挽回200人的生命。相反的，药物 B 因为几率这个词，感觉像在拿他人的生命当赌注。事实上，参与该实验的人有72%都选择了药物 A。那么，现在换成药物 C 与药物 D 吧，同样只能2选1。如果是你会怎么选呢？药物 C 600人中有400人将会死亡。药物 D 600人中全部死亡的几率为2/3，
无人死亡的几率为1/3。察觉到了吗？药物 A 与 C、B 与 D 的内容其实一模一样。换句话说，无论选择 A 或 C，600人当中都只有200人可以活下来，剩下的400人将会死亡。同样的，不管选 B 还是 D， 所有人皆活下来的几率是1/3，全数死亡的几率为2/3。因此，如果选了药物 A， 接下来也应该选择内容相同的药物 C； 假如选了药物 B， 则应该接着选择药物 D 才对。然而，有 78% 的实验参与者在药物 C 与 D 当中选择了后者。换句话说，有部分在第一题选了药物 A 的受试者，在第二题却选了 D。在可以救活与将会死亡这2个观点中，根据题目叙述的不同，人们做出的反应也会不一样。如前文所言，在条件相同的前提下，根据观点的不同而导致选择发生改变的现象，就称为框架效应。有一则幽默的故事，充分地展现出框架效应，内容如下：犹太学生在学校学习塔木德时，心中突然产生一个疑问，在学习塔木德的过程中可不可以抽烟呢？于是学生 A 就跑去询问拉比一：老师，学习塔木德时可以抽烟吗？不行。拉比皱起眉头，断然地回答。耳闻这件事的学生 B 向表示：你询问的方式错了，这次换我去问问看。于是第2个学生就接着跑去找拉比：老师，抽烟的时候也要读塔木德吧？当然呀，这还用问吗？学习塔木德时抽烟和抽烟时读塔木德，两者其实是相同的行为，但焦点的差异很可能让人和拉比一样做出不同的判断。借由框架效应，我们能获得什么样的启示呢？那就是即使情况难以更改，我们也能改变自己看事情的态度。就像童话中晴天也担心，雨天也忧虑的母亲一样，面对日常琐事，人们难免充满担忧。如今我们知晓了何谓框架效应，不如把它套用到生活里看看，说不定就能过得比以前更加幸福。以下就是实际运用框架效应的例子。某位清洁工大叔从清晨就开始整理路边的垃圾，无论对谁而言，收拾散发恶臭的垃圾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这项工作也不一定能获得高报酬或社会的尊敬。即便如此，这位大叔的表情依旧十分明朗。有一天，某位好奇的年轻人上前询问道：这项工作明明很累，为什么您总是能露出幸福的表情呢？清洁工大叔笑着回答：因为我正在洁净地球的其中一个角落呀。这就是幸福之人拥有的心理框架。此外，在奥运比赛中也可以发现框架效应，即使银牌的名次比较前面，获得铜牌的选手却总是比取得银牌的选手更加幸福。据调查结果显示，铜牌得主的幸福指数为 7.1 分，满分10分，而银牌得主的幸福指数却只有 4.8 分。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大部分的银牌得主都把焦点放在金牌上，遗憾地表示：原本可以摘下金牌的，差点就能拿到第1名。相反的，大部分铜牌得主都把重点放在奖牌上，满足地表示：幸亏能拿下铜牌。延伸学习，在需要说服某人的情况下，不妨试试框架效应。框架效应也经常被使用在行销方面，例如广告时不说脂肪含量 10%， 而是以瘦肉 90% 来表现。同样的，比起失败率 1%， 用成功率 99% 来取代会更好。瑞典的一间肥皂公司在宣传自家的产品时，因为文案中出现可以像面膜一样使用的肥皂，而遭受到严苛的批评。大部分人皆认为，肥皂怎么可以像面膜一样使用呢？于是，肥皂公司撤换宣传文案，改成可以像肥皂一样使用的面膜。结果商品大获成功，人们的反应也变成每天早上都能用面膜洗脸，真方便，真好。此外，美国租车市场上一直位居第2的某间企业，
像韩国入口网站 DOM 一样，运用框架效应来宣传自家的产品。我们是第2名，能做的只有不断的努力与精进。于是，人们开始不觉得这间企业不如第1名，而是一间为了成为第1名而努力的公司。后来，该企业大幅成长，甚至对业界第1的公司产生了威胁。以上2个案例都显示，对于同样的产品，根据企业宣传的方式不同，人们的反应也会产生变化。如同前文所述，框架效应会对他人的决策造成极大的影响。假如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需要说服某人的情况，不妨试试看框架效应吧。若想一举成功，就要好好选择对方较能接受的观点。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收听。如果你喜欢这本书或者本集内容，那要记得关注、点赞和分享哦。欢迎收听由5分钟心理学出品的《给大人的童话心理学》，作者刘慧银。本集我们进入到第19故事，国王的新衣的从众效应。从前有个国王非常喜欢打扮，不惜花大钱在制装方面。有一天，2个骗子来到了国王居住的宫殿，对所有人宣称：我们是裁缝师，可以织出全世界最漂亮的衣裳。没错，我们织的布料不仅颜色和花纹漂亮，而且相当奇特，愚笨或能力不足的人是看不到的。国王听到消息后，马上支付一笔巨款，要求他们立刻上工。2个骗子把织布机设置好，开始着手织布。可是织布机上什么也没有，国王事先交付的昂贵金丝其实藏在他们的背包里。2人坐在空无一物的织布机前，一直假装织布到深夜。就这样过了几天，众人开始对2人议论纷纷。于是国王决定带领一群大臣亲自前往缝制衣料的工作间视察。这时2个骗子就坐在没有半条丝线的织布机前，看似努力的织布。不觉得这匹布很不错吗？站在国王身边的老臣率先开口：陛下请看，这色泽和花样多漂亮啊！大臣指着织布机对国王说道。他们都相信其他人看得到那匹布料。国王因为什么都没看见，顿时觉得一片茫然。可是他却大声地赞赏：真好看，一定很合我的心意。国王满意的点了点头，继续望着空荡荡的织布机。跟随国王来的大臣们也看了又看，但是和国王一样什么都看不见。即便如此，大臣们仍然仿效国王，假装能看得到布料。好美啊！太优秀了，真漂亮，美得让人窒息。大臣们虽然什么都没看到，却异口同声地跟着附和，还劝国王下次出巡时一定要穿上用那匹布缝制的新衣。几天后，国王开始到各地巡视，人们挤满大街小巷，而且在看到国王的衣服后全都赞不绝口。天啊，看看那件衣服真华丽，你再看看那衣襟，真的和国王很搭呀。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什么也没看见，因为一旦说出来，肯定会被取笑是傻瓜或能力不足。至今为止，国王从来没有一件衣服受到如此广大的称赞。直到有个孩子突然大喊：可是国王什么也没穿啊！这时人们才开始附送孩子的话，彼此交头接耳。那个孩子说国王什么都没穿耶。国王光着身体。终于人们合起来对国王指指点点，而听到这些声音的国王浑身颤抖，因为他们的话似乎没有错。可是也不能突然中断巡视。一想到这里，国王只好说服自己走得更加自信。而位于身后的2名随从则是高高的拎起那根本不存在的衣摆，抬头挺胸跟着国王继续往前走。在国王的新衣里，大家都看到了国王赤裸裸的模样，却称赞他穿的衣服非常帅气。虽然每个人的心里都想着不对呀，但最后还是跟着附和国王的新衣很好看。这种人云亦云、仿效他人行为的现象，在心理学上称为从众效应 （bandwagon effect）。所谓的从众效应，指的是当我认为某项议题不正确，
但他人却异口同声表示没问题时，我也会跟着附和表达赞成。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艾许便透过实验证明了上述的现象。首先，艾许让7名受试者并排坐在长桌前，然后将下页的2张图展示给他们看。接着，研究人员询问受试者，左边的那条直线和右边 A、B、C 3条线中哪一条相同？很明确的答案就是 C。正在读这篇文章的你们，肯定也认为答案是 C。因此，如果各位参与了这场实验，应该也能自信地回答出来吧。受试者坐在椅子上，依序讲出答案。想象一下，你刚好排在最后一个。然而，最先回答的人却理直气壮地说：“和儿一样。”这时，你可能认为他大概视力不好，或者感叹：“这么简单的问题居然答错，之后该有多尴尬呀！”接下来，轮到第2个人回答了：“我的答案是 A。”瞬间，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但是第3个人也说是 A， 接着第4位、第5位，甚至连排在你前面的第6个人都回答 A。下一个就轮到你了，你真的能够说出答案不是 A， 而是 C 吗？其实，这个实验是事先设计好的，在7名参与实验的人当中，只有1名是真正的受试者，剩下的6名都是研究人员请来的助理。实验开始之前，研究人员已经先要求他们讲出错误的答案，并且把真正的受试者安排在最后一个回答。实验设定的题目过于简单，答案也非常明显。研究小组原本对实验结果没有太大的期望，然而结果却令人相当惊讶。在实验参与者中，有多达 37% 的人附和错误的答案，且多次进行该实验后，甚至发现有 75%至80% 的人至少附和过1次错误的答案。以及受试者明明知道答案是错的，却还是选择加以附和。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从众效应呢？大致可归纳出2种理由。首先，人类不希望自己犯错，也就是说，当遇到自己不懂的事情时，人们会觉得跟着别人的脚步走，至少不会受到损害。例如，第一次搭地铁的人不知道交通卡的词条应该朝上或朝下时，大部分都会看一下旁边的人怎么刷，再一样画葫芦，因为他们觉得唯有这样，闸门的警告音才不会响。其实，词条朝上或朝下都可以刷得过。在自己掌握的资讯不足，难以做出正确判断时，就愈会出现这种从众效应。其次，多数意见会成为一种压力，起到集体规范的作用。假如某个人未遵守规范，在团体中就会被边缘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史丹利·斯坎特曾做过一项实验，充分展现出人类的这种倾向。在斯坎特的实验中，研究人员让受试者看了某位问题少年的行为记录，请他们讨论应该对这名少年施以何种惩罚，然后将自己的意见写在问卷上。研究小组提供的问卷包含了从轻到重等各种处罚强度。参与实验的一共有9人，不过这也是事先设计好的，当中只有6名是真正的受试者，剩下3名则是与研究小组串通好的助理。3名助理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第一位负责的是附和多数意见，也就是赞同6名受试者的想法。第2位负责的是反对，坚守和受试者不同的立场。第3位负责的是改变，以及刚开始和反对者一样，站在和受试者相反的立场，但是在讨论的过程中逐渐趋于赞同。受试者在被分配好角色的情况下展开讨论，接着研究人员再对真正的受试者提出问卷调查，请他们评价对3名助理的印象。实验结果发现，负责附和多数意见的助理被认为最能与他人和谐共处，而负责提出反对意见的助理则最不受到众人欢迎。透过这项实验可以得知，假如不同意多数意见，就有可能会被讨厌。在童话里，称赞国王的新衣非常华丽的百姓们，一定也是因为不想被自己的所属集团排斥。因此，没有人能勇敢地揭露国王其实光溜溜的。
从众效应在团体人数多、彼此间凝聚力强，以及提供特定资讯的人拥有高权威感或信任度时，就会愈发明显。在童话中，国王误认为2位骗子是能编织出世界顶级服饰的专业裁缝，因此当他穿上根本看不见的衣服时，还表现得煞有其事。团体内的成员是否一致同意某项议题，也会对从众效应产生极大的影响。假如出现一名反对全体意见的人，从众效应就会急剧的减弱。在童话国王的新衣里，一位孩子表现出和大人们不同的反应，于是百姓就开始窃窃私语，国王光溜溜的。随着意见出现分歧，从众效应的强度也变得愈来愈弱。那么，为什么百姓们不会排斥无视团体压力，做出不同反应的孩子呢？或许是因为大家都信任孩子的单纯与天真。延伸学习，有勇气的人将能改变局势。有一部电影生动地描绘出从众效应，那就是1957年上映的经典《12怒汉》。这部片在美国电影研究所发表的历代10大最佳法庭片中获选为第2名。电影叙述了某个炎热的夏天，在狭小的陪审团室里发生的故事。片中共有12名陪审员参与判决，案件是一名住在贫民区的18岁少年，疑似用刀杀害了自己的父亲。所有的现场证据、犯罪工具和目击者的陈述，都将嫌疑指向该少年。意见需要达成一致的陪审员，大部分想赶快定下少年的罪，然后解散去办个人的私事。因此，虽然有几位陪审员不确定少年到底是不是犯人，却还是默默地举手赞成。最终在12人当中，除了8号陪审员之外，其他11人皆认定少年有罪。8号陪审员主张少年有无罪的可能性，让事情展开了新的局面。他举出几种情况辅助说明，表示不能确定少年是否真的有杀人，因此与其他陪审员们陷入唇枪舌战，在陪审团室里大声争执。8号陪审员主张少年无罪的理由如下：第一，作为犯罪工具的刀刃谁都可以轻易取得，难以认定是少年所有。第二，少年的个子较小，与尸体上的伤口位置不符。综观之下，8号陪审员认为少年是无罪的。在讨论的过程里，其他陪审员逐渐被他说服，最终达成了少年无罪的共识，与一开始的决议完全不同。这部电影细致地展现出因反对多数意见备受指责到少数意见也可能变成多数意见的过程。假如想进一步了解从众效应，推荐观看《12怒汉》这部电影。从众效应是一把双面刃，有时也会发生在负面的情境里。例如，在等红绿灯时，假如看到旁边的人擅自穿越马路，就会想也不想地跟着走。相反的，在车站里，如果有2、3个人开始排队，那么后面来的人也会依序排队等待公车，此时便发挥了正向的作用。另外，在资讯掌握不足的情况下，从众效应也有助于做出更佳的判断，亦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原动力。然而，从众效应的问题就在于有些状况明明不合理，但人们却会盲目或恶意地跟风。例如集体霸凌的情况，某些加害者会解释，我别无选择，不然也会被排挤，但其实这只是缺乏勇气的表现。当大家都赞成时，只有我站出来反对，无可否认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可是，若有人鼓起勇气表示，我不那么认为，其他人也会产生说不的勇气。因此，在所有人都肯定时，有某个人愿意站出来否决，着实是非常了不起的行为。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收听。如果你喜欢这本书或者本集内容，那要记得关注、点赞和分享。欢迎收听
由5分钟心理学出品的《给大人的童话心理学》，作者刘慧银。本集我们继续了解第2世故事：狐狸与葡萄的认知失调。从前有只饥肠辘辘的狐狸，因为长时间没有进食，早已累得筋疲力尽。狐狸在树林里转来转去寻找食物，突然颇闻到一股香味，急忙往飘出香味的地方奔了过去。原来是一串串美味的葡萄挂在藤蔓上，狐狸终于找到了食物。看到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的葡萄果实，又有谁能若无其事地走过呢？狐狸一看到葡萄，就不由自主地流口水。葡萄看起来真好吃。狐狸吞了吞口水，眼睛一直盯着藤蔓上的葡萄。果实看起来好甜美，却挂在比狐狸高很多的地方。狐狸伸手去摘葡萄，但怎么也够不着。于是狐狸后退了几步，接着奋力一跳，没想到还是够不到藤蔓。为了摘下甜美的果实，狐狸来来回回尝试好几次，可是每次都失败。努力了一段时间，仍然摘不到藤蔓上的葡萄，最后狐狸只好放弃。在离开之前，驼喃喃自语道：哼，一看就知道那葡萄很酸。在《伊索寓言》里，狐狸对于自己得不到的事物，会表示那东西其实也没那么好，借此达成自我安慰。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其实也经常做出类似的行为，像是在公司未能顺利升迁时，就会说：把自己搞得太忙，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就变少了，还不如在资格评鉴中落选。此外，经济拮据的人在看到有钱人时，就会强调：金钱不是人生的全部，钱多不一定过得幸福。这种试图合理化的行为，在心理学上称为酸葡萄心理。所谓的酸葡萄心理，指的是如果得不到想要的结果，就会辩解其实是自己不想要，就像故事中狐狸觉得一看就知道那葡萄很酸一样。而甜柠檬心理则是与酸葡萄心理相反的概念，意指如果获得自己不想要的结果，就会强调那其实是自己心中所愿。如果说酸葡萄心理是刻意降低自己未得事物的价值，那么所谓的甜柠檬心理，就是在已有的事物当中寻找满意的部分。甜柠檬的具体事例如下：假如我们花不少钱买下某件衣服，但后来又看到比那件衣服更便宜且不错的款式，内心就会这么想：我买的衣服很贵，一定可以穿比较久，而且不会退流行。另外，像是被调到偏僻的地区担任教职时，就会想着可以亲近大自然，过上闲适的生活。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心理呢？原因就在于认知失调。当自身行为与想法不一致时，就会感受到压力，而为了消除这股压力，我们就会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认知失调理论是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所发现。当时他正在观察某个等待地球灭亡的邪教团体，该组织的教主声称自己获得克拉里昂行星守护神的神谕，预言在12月21日地球将发生洪水灾害而灭亡。身处乱世当中，只有真正的信徒才能搭上飞碟逃离升天。终于，时间到了教主预言的12月21日，该宗教的信徒们蜂拥而至，等待即将进行的人类审判。然而最后什么事都没发生，别说飞碟了，连一只苍蝇也没有看到。于是信徒们开始吵吵嚷嚷，争相询问究竟怎么回事。而教主立刻表示自己从守护神那里收到新的神谕，并公布其内容。基于大家长期以来的虔诚，所以全世界都获得了救赎。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大部分人都会嘲讽教主，指责他是骗子。但令人惊讶的是，信徒们在教主发表神谕时，不仅真心感到高兴，甚至欢呼了起来。利昂·费斯廷格对信徒们的反应十分好奇，最终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意即在自身的行为与认知要素、想法不一致时，人们就会根据行为来改变认知要素、想法。假如信徒们反驳根本没有什么克拉里昂行星的守护神，承认教主是骗子这项事实的话，与一直以来所做的行为之间就会出现认知失调。此外，
再加上想起先前献给教主的财物、抛弃的家人、职场和朋友等，认知失调将愈发严重。因此，当预言没有实现时，信徒们反而更加巩固自身的信仰，借此消除认知失调所带来的压力。认知失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例如吸烟会致癌这个常识大家都懂，不抽烟的人几乎不太会去否定这项事实。然而，瘾君子们的反应则大不相同，不抽烟的话压力很大，反而对健康更不好，吸烟不一定会诱发癌症等，试图将自己抽烟的行为合理化。这些举动都可以看作是来自于认知失调。此外，人们在2选1的情况下做出抉择后，会认为自己选择的事物价值较高，而没有被选到的那一方则价值较低。例如，某位学生在挑选大学科系时，打算从国文系与心理系之间择一，最后选择了后者。这时，他可能会刻意夸大心理系的优点，强调心理学是利用科学来研究人类的学问，不觉得读心理系很酷吗？反之，对于自己放弃的国文系，他可能会表示国语很难，而且不有趣，尤其是文法，将该科系的缺点放大到极致。唯有如此，才能合理地认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让我们再回到童话上吧。狐狸未能成功摘到美味的葡萄，马上就改变了当初的想法，觉得葡萄一定很酸。就像这样，人们之所以产生认知失调，是为了更轻松地接受难以置信的现实。而自我合理化的行为可以让心情变得较为平静。延伸学习，行为的改变将导致思想发生变化。利昂·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论发表后，在心理学界引起很大的轰动，因为当时学界的主流是行为主义理论，简单来说就是行为的强化或减弱皆来自于报酬或处罚。不过，费斯廷格指出，人类的行为不能单靠报酬或处罚来解释。为了将自身行为合理化，人类会展开非常积极的精神活动。费斯廷格和同事梅里尔·卡尔史密斯曾透过一项实验呈现出认知失调的现象。首先，他们将受试者分成2组，然后要求他们做一些无趣的动作，例如把线卷轴放进箱子里，持续30分钟等。接着，研究人员向所有参加者提出请求，请告诉即将参加实验的人，今天的内容非常有趣，并提供第1组$1，第2组$20作为报酬。究竟这2组受试者会不会接受研究人员的请托呢？结果，2组受试者都对其他人表示今天的内容很有趣。后来，研究人员再次找来受试者，询问他们实验内容是否真的有趣。拿到$20的那组诚实的回答很无聊，而拿到$1的那组却直说非常有趣，甚至连研究者都承认实验内容的确很枯燥，他们也不曾改变或动摇。为什么呢？所有受试者都被请求表示内容很有趣，但明明实际上很无聊，他们表现出的行为与内心的想法不一致。换句话说，2组受试者都经历了认知失调。然而，拿到$20的那一组，因为取得很高的报酬，所以能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当研究人员要求他们说实话时，受试者坦率地表示，虽然内容很无聊，但因为收到很多钱，所以只好对其他人说谎。相反的，另一组拿到的报酬远低于$20，很难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受试者们会想，我才拿到$1而已，就要把无聊的内容说成有趣吗？因此，他们会将内容很无聊的想法改成真心觉得有趣，借此来消除认知失调。于是，就算最后研究人员承认内容真的很无趣，他们也会反驳不会呀，真的很好玩。就像这样，人类在合理化自身行为的过程，会倾向根据行为来改变想法。
而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切勿顺着错误的行为，进而改变自己的思考模式。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收听。如果你喜欢这本书或者本集内容，那要记得关注、点赞和分享哦。欢迎收听由5分钟心理学出品的《给大人的童话心理学》，作者刘慧银。本集我们继续了解第二世故事——灰姑娘的月晕效应。灰姑娘在仙女婆婆的帮助下华丽变身，现在只要及时赶到举行舞会的城堡即可。这时，仙女婆婆抓住灰姑娘，再三叮嘱：仙杜瑞拉，当午夜12点的钟声一响，魔法就会失效，所以你一定要那之前回来，知道了吗？我知道了，婆婆，真的非常谢谢您。载着灰姑娘的金色马车一路奔驰，在前往城堡的路上，灰姑娘的心悸动不已。当她抵达城堡，踏进大厅的那一刻，引起了所有人的注目与赞叹。真漂亮，是哪一国的公主呢？这时，王子来到灰姑娘的面前，开口邀请道：美丽的公主，你愿意和我一起跳支舞吗？好的。灰姑娘害羞地微微一笑，向王子伸出手。两人一起跳舞的模样，让在场的人看得如痴如醉。后母和姐姐们也在一旁看着，但他们做梦都没想到，那美丽的公主就是仙杜瑞拉。王子牵着灰姑娘的手，一边跳舞，一边对她说道：我一直在找像你一样美丽的女孩。灰姑娘仿佛身处梦境，一切都美好到不可思议，让人忘了时间的流逝。突然，午夜12点的钟声响起，灰姑娘吓了一跳，急忙甩开王子的手，慌慌张张地离开城堡。王子急忙追了出去，但灰姑娘已经跑下阶梯。心急如焚的她完全没发现自己的玻璃鞋掉了，头也不回地直往前奔。结果王子没能拦住灰姑娘，只发现她掉在阶梯上的一只玻璃鞋。我一定会找到你，然后向你求婚。王子捡起灰姑娘的玻璃鞋，在心里暗自下了决定。从某种角度来看，灰姑娘里描述的舞会可以说相当反常。当时欧洲社会的身份阶级制度严明，但童话中的舞会却是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当然，如果想进入城堡，仍需具备符合宴会水准的书画、礼服、饰品等财力。因此，在阅读这篇故事时，令人不禁开始怀疑，王子是不是极度的外貌至上者呢？童话中的舞会就是他为了打破身份阶级，寻找美丽女子的场合。就王子的社会地位而言，要找到和灰姑娘一样漂亮、身份地位与自己相当的公主，肯定不是件难事。然而，王子为了找到身为平民的灰姑娘，不惜在大街小巷里奔波，甚至让全国年轻女性都试穿看看灰姑娘掉落的那只玻璃鞋。究竟是什么力量让王子对灰姑娘如此着迷呢？原因就在于最能强烈刺激人类好感的身体魅力。也就是说，灰姑娘非常漂亮，美到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美国心理学家伊莱恩·哈特菲尔德 （Elaine Hatfield） 和同事们做的实验，即充分展现出王子为了寻找灰姑娘而四处奔走的心理状态。首先，研究小组以明尼苏达大学的学生为对象，请他们回答：我的个性如何？想和什么样个性的人交往？接着，不管受试者做出什么样的回复，研究小组皆透过电脑程式随机为他们安排一起参与派对的舞伴。舞会结束后，研究人员让受试者们评价舞伴的外貌，并询问他们是否有意愿和对方交往。究竟结果会如何呢？表示想再次见到对方并交往的学生们，大部分都是对舞伴的外貌感到满意。换句话说，受试者们想交往的异性标准，并不是事前调查的个性，而是外在魅力。从这项实验来看，人们在挑选约会对象时，会优先考虑对方外貌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童话中的王子身上。那么，这种现象是不是只适用于一次性见面的约会呢？事实并非如此。根据心理学家格雷戈里·怀特的研究显示，
若受到彼此的外貌吸引，就会更偏好于长期交往。此外，在另一份心理学研究中也指出，夫妻认为彼此的外貌具有魅力时，对婚姻关系的满意度较高。然而，人们不愿承认自己重视外貌的这项事实。若被问到挑选交往对象时看重哪些方面，多数人都会回答性格、态度或价值观等等。类似的答案很有可能是认为这么做才是正确的，因为以外貌来评判一个人非常不公平。但是，身体魅力所带来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中巨大。试想一下，我们因为了解灰姑娘的身世背景，所以知道她是个善良的女孩。但从王子的立场来看，他与灰姑娘接触的时间就只有共舞的时候而已。即便如此，他仍旧下定决心要向这名陌生的女孩求婚，理由只是因为对方很漂亮。或许王子是认为这么美丽的女孩肯定也很聪明、善良。心理学将此现象称为月晕效应 （Halo Effect）， 亦称光晕效应，意指当某一条件非常优秀时，就会让人觉得该对象的其他条件也相当不错。第一个研究月晕效应的学者是美国的心理学家爱德华·桑代克 （Edward Thorndike）。为了验证自己的假说，他请军队里的军官对士兵们进行评价。实验结果发现，对于相貌出众、体格壮硕的士兵，军官们给出了特别高的分数。他们认为，这些获得高分的士兵与一般的士兵比起来，不仅射击能力佳，军靴擦得干净，甚至连口琴也吹得比较好。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卡伦·迪翁 （Karen Dion） 等人的研究亦显示，人们通常认为外貌具有魅力的人个性也不错，且外貌出众者未来的日子也相对幸福。这样的结果不仅出现在评价异性方面，在同性之间互相评价时亦然。很遗憾的，外貌至上主义这句话其实并非毫无根据。那么，迷人的外貌和优良的品性实际上真的有关联吗？对此，明尼苏达大学的心理学教授马克·斯奈德做了一项实验，他让男学生们和女学生们透过电话聊天，而在通话之前，男学生们已经先看过对方的照片。照片中的女性有可能容貌姣好，也可能长相平凡。实验结果发现，如果照片中的女生长得很漂亮，男学生在通话的过程里就会持续表现出亲切、温暖的态度。也就是说，在与外貌出众的女学生通话时，男学生相对愿意倾听对方说话，而且会极尽所能地附和对方。透过这项实验可以发现，外貌出众者是不是真的拥有优秀的品德与能力根本不重要，只是周围的人把身体魅力和品格端正连结在一起，以至于觉得对方看起来像是个好人。以此为基础推想的话，灰姑娘那令人着迷的魅力或许正来自于周围人的贡献。仙女婆婆可能也知晓外貌的重要性，所以把灰姑娘打扮得非常华丽，而灰姑娘本身亦了解心理学上的月晕效应，是个懂得巧妙利用自身优势的聪明女性。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拥有相同的智慧，在展现自我时适当的活用月晕效应，并且在评价他人时不被月晕效应影响呢？假如灰姑娘的姐姐长得比她更加美丽动人，说不定王子也不管他们是不是满腹坏水，就忙着在大街小巷里寻人呢。因此，为了避免和王子陷入一样的情境，我们应该确实地理解月晕效应，并随时保持警惕。延伸学习，无论面对什么事，都不该只以单一面向做决定。月晕效应之所以可怕，就在于这种心理作用不仅局限于外貌，在学历或社会地位等各种领域也大多适用。就以学历来思考看看吧，其实不是只要拥有高学历，日后就必然畅行无阻。从首尔大学毕业，不代表一辈子幸福；就读知名度不高的学校，也不等于一生都会过得不幸。但是，顶住名校光环的人，通常都能因大众的偏见和月晕效应而获利。因为多数人光是听到出身名校，就会觉得这个人应该聪明又踏实。
例如，在甄选补习班讲师时，有2位没有授课经验的人前来投履历，于是院长让他们分别进行一次教学演示，但2人的表现都不甚理想。这时，如果其中1人是毕业于首尔大学，另1人则是毕业于没有名气的地区大学，情况会如何呢？院长很可能觉得毕业于首尔大学的应征者只是没有经验，假如给他机会的话，应该会做得很好。若还是不懂何谓月运效应，不妨直接去台湾大学的校园走一圈吧。即使打从心底认为台湾大学的学生品性并未特别突出，大家都是一样的，但在他进校园的那一刻起，不晓得为什么就是会觉得台湾大学的学生与众不同。与月运效应相反的概念为尖角效应 （Horn Effect）， 又称恶魔效应，意指当某个人外貌丑陋时，其他方面也会连带受到负面评价。在前述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进行的实验中，军官亦倾向对其貌不扬的士兵们做出失误频繁、能力很差之类的评判。尖角效应和月运效应一样，都不只局限在外貌上，亦适用于各个层面。曾经有一位在补习班工作的职员，对着送货的司机表示，假如你学生时期认真念书的话，现在还需要来做宅配的工作吗？因此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这名职员之所以出现上述的行为，就是因为受到尖角效应的影响，以自己看到的缺点去评价他人的全貌。假如过度执着于个人偏见，就很有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情势。因此，若想看清某人的真实面貌，务必了解尖角效应和月运效应带来的影响，时时刻刻自我提醒。感谢收听，如果朋友们有什么感受和想法，欢迎在评论区跟大家分享。欢迎收听由5分钟心理学出品的《给大人的童话心理学》，作者刘慧银。本集我们继续了解第22故事，陷入爱河底狮子的爱情三角理论。在某个平静的小村庄里，一位农夫和女儿住在一起，彼此相依为命。某天下午，父女俩正在田里努力耕作。孩子啊，休息一下再继续吧。农夫用温柔的眼神对女儿说。我没事，爸爸你才应该回家休息一下。女孩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一边回答道。她长得非常漂亮，心地更是善良无比。这时，一只狮子悄悄地靠近，打算吃掉农夫和他的女儿。可是，当他看到女孩美丽的容貌时，随即对她一见钟情。放弃捕食的狮子回到家后，一刻也忘不了女孩，于是他决定前去寻找农夫。我深爱着您的女儿，能否把她许配给我呢？农夫大吃一惊，因为这种事根本没道理。但是他担心自己如果贸然反对，狮子被激怒后不晓得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因此，农夫缓缓地说道：狮子大人，您亲自来求娶老朽的女儿，真的是荣幸之至。听到这句话后，狮子高兴地跳起来。可是什么？我的女儿一定会害怕狮子大人您锋利的爪子和牙齿。若去除了这些，我就同意这桩婚事。只要能娶到您的女儿，没有什么是我做不到的。狮子太喜欢农夫的女儿了，所以他宁愿把自己的指甲和牙齿全都拔光。虽然痛得直发抖，但他还是勉强忍了下来。看见狮子以憔悴的模样再度出现，这一下子农夫不再害怕，大声地斥责道：你这只愚蠢的狮子，没有了利爪和牙齿，我难道还会怕你吗？接着，农夫便拿出事先藏好的木棍，将狮子赶回了树林里。陷入爱河的狮子以丑化狮子的天真而著称。我们在读完这则童话后，学到了过度执着将导致判断错误、不合理的贪欲会让自己得不偿失等教训。然而，我们不妨仔细想想，狮子笃定地告诉农夫：我喜欢这个女孩，甚至为爱抛弃了所有。看到这样的狮子，我们真的能说他傻吗？为了和女孩在一起，狮子忍痛拔光自己的牙齿和指甲。从其他角度来看，
或许可以说他是个非常帅气的男子汉。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这些行为是很难做到的。无论面对多么亲密的关系，一般人都不会为了改变自己而竭尽全力，而是倾向毫不掩饰地展露出自己原有的模样。不过，童话中的狮子却不同，他的行为让人想起某部电影里的台词：因为你让我想成为更帅气的人。狮子为了获得女孩的芳心，不惜放弃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东西。这一切的动力来源究竟是什么呢？答案是爱情。一直以来，许多学者都致力于归纳爱情的类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美国塔夫茨大学心理系教授罗伯特·史坦伯格的爱情三角理论。史坦伯格认为，爱情是由亲密、激情与承诺三要素所组成。亲密指的是感受到对方的温暖与信任，激情则是指看到对方就会心跳加速，同时认知到心中想和对方在一起的情感，就像某首歌的歌词里提到的，无法忍受一分一秒的分离，想见却不能见时，就像火山爆发般的失去理智。最后，承诺代表的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逆境和苦难，都愿意与对方共同度过的责任感。史坦伯格运用这三大要素，将爱情的类型归纳成8种。一只有亲密感的情况，好感或友情意指从好友身上感受到亲密且温暖的情感。2只有激情的情况，迷恋类似一见钟情。然而，这种情感很可能会成为对方的负担，因为比起爱情，欲望的成分更加浓烈。3只有承诺的情况，空虚的爱感受不到彼此的情感投入或身体魅力，与对方的相处只是基于责任感。4结合激情与亲密感的情况，浪漫的爱的如烈火般炽热，偶尔也会像朋友一样感受到情绪上的安定，但这样的关系通常无法走得长久。这份爱有可能是从激情中产生亲密感，相反的，也有可能是在某个瞬间从亲密感中感受到激情。5结合激情与承诺的情况，愚蠢的爱，这是电影中经常出现的爱情类型，初次见面即坠入爱河，交往几天后马上决定结婚。从拥有承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爱情虽与迷恋有所区别，但承诺并非立基于稳定的亲密感，而是建立在变化无常的激情之上，因此很有可能沦为愚蠢的爱。6结合亲密感与承诺的情况，有伴时的爱虽然对彼此的激情冷却了，但见面时却可以像朋友一样自在，并且为对方尽心尽力。因此，比起结合激情与亲密感的浪漫式爱情，这样的爱更能维持得长久。一般人在感情降温后，都会认为爱情冷却，然后走向分手一途。但是，这种类型与其说是不爱，不如说是转向有伴式的相处。7结合3种要素的情况，完整的爱，这类型的爱不仅很难实现，在维系方面更是难上加难，或许只有在求婚与应允的那一瞬间才会迸现。8 3种要素皆缺乏的情况，不属于爱情亲密感、激情和承诺3者都缺的话，就不能视为爱情。那么，狮子的爱属于哪种类型呢？从对他一见钟情、一刻也忘不了女孩等描述中，可以看出狮子的模样确实充满激情。此外，狮子想和女孩结婚这一点，也证明了他的爱情里具有承诺。综合以上2点，可以推论出狮子的爱是结合激情与承诺的愚蠢之爱，且单从他为了与少女在一起，甘愿拔光自己最重要的牙齿与指甲，就得以窥见一二。如此热切的爱恋，已到达能够献出自身性命的程度，让人无法做出合理的决策。因此，他没有意识到拔掉牙齿和指甲后，自己将失去力量，还可能会被农夫用棍子赶走。假如少女对狮子的热情与承诺感到钦佩，并接受他的爱，两人真的会幸福吗？请先暂时忽略动物与人类的差别。在童话中，狮子拥有强大的力量，形象粗暴且随心所欲。反之，农夫的女儿有着善良柔弱、细心体贴的形象。我们经常会认为这种性格完全相反的人意外的合适，不是有句话说，
和自己相反的人在一起，生活才能过得顺遂吗？心理学将此称为互补原理 （complementary principle）。所谓的互补原理，指的是对能够弥补自身不足之处的人产生好感。但是，学术界也有不少研究结果指出，互补原理很可能是不正确的概念。例如，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希尔 （Charles T. Hill） 为了证明互补原理，对恋爱中的情侣进行了数年的观察。研究结果发现，彼此差异性大的情侣分手几率比差异性小的情侣更高。此外，史丹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刘易斯·特曼的研究亦指出，夫妻在性格、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相似度愈高，对婚姻的满意度就愈高。彼此相似的人相处起来更融洽，这种概念即称为相似法则 （Principle of Similarity）。当然，我们一开始可能会觉得与自己拥有不同特质的人魅力十足，能够与对方变得亲近。例如，内向者常羡慕容易和他人打成一片的外向者，外向者则觉得个性沉稳的内向者很有神秘感。但遗憾的是，这种魅力将随着时间流逝而消散，如同相似法则所言，最后相处起来更和谐的，仍是与自己性格类似的人。尤其针对自己看重的部分，相似法则的作用也愈加明显。试想一下，一个极度重视整洁的人，觉得任何地方都不能有灰尘，鞋子也要排放得整整齐齐，唯有如此才能过得舒心。这样的人肯定很难和一位随性又邋遢的人结婚。同样的，一个享受独处的内向者，很可能难以忍受和外向者一起生活。说不定外向者总是对内向者心怀疑问：只待在家不是很无聊吗？在家里到底要做什么？而内向者可能也很想问问外向者，到底有什么好每天往外跑的？因此，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初期或许相处融洽，但日子一久，便极可能难以消化彼此的差异。在小说或电影里经常出现的反差型恋爱，也许就是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才让人格外向往。延伸学习，我的恋人是经过6次过滤的珍贵姻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许多异性，但最终只能选择其中一人。在童话故事里，狮子当场就决定要和女孩结婚，但农夫很快就予以回绝。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各自拥有不同的筛选标准。心理学家克克霍夫 （Kirchhoff） 和戴维斯就曾主张，我们在选择人生伴侣时，会经过6次的过滤。第一阶段是时空上的远近，也就是说，在所有对象当中，与我地理位置相近，实际上可以经常见面的人，有较高的几率结成姻缘。例如，在韩国生活的英熙，比起和远在西班牙的桑切斯交往，更有可能与住在自家附近的哲珠结婚。第二阶段是吸引力，以及恋爱的范围缩小到被对方吸引、互有好感之人。虽然每个人看重的条件各不相同，但大多偏好外貌出众、性格温暖、能力优秀者。这层筛选就像是就业时必须通过的书面审核，假如在此阶段被淘汰，便只会留下好人的印象。第三阶段是身份背景，人种、年龄、职业、宗教、教育水平、社会阶层等相似的人之间，有极高的几率互结情缘。换句话说，双方所具备的条件必须相合。假如两人的条件差异过大，相对优秀的一方很可能会产生吃亏的感觉。唯有通过以上3个阶段的过滤，两人才能正式开始交往。第4阶段是彼此意见的相容性，以及双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应该类似。不仅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观点，就连什么时候觉得好笑，什么时候会生气等，都应该要相似。假如两人的意见容易达成共识，日后走入婚姻的可能性便会大增。
此外，不同于前面3个阶段是以外在条件为中心来择偶，从第4阶段开始，将着重于内在探索，透过深入的交往来检视对方的心。第5阶段是互补性，唯有2人能够满足彼此的需求，互相弥补缺点，才会下定决心步入婚姻。有人说，这种互补性是爱情的别名，因为即使牺牲自己的欲望，也会尽力去满足对方的渴求。第6阶段是婚前准备，通过前述5个阶段，但最后基于各种现实条件而受到阻碍，就不可能顺利结为连理。当然，爱情的终点不一定是结婚，但如果爱上了某个人，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要不要和这个人结婚的想法。但是，要通过以上6个阶段的过滤，比想象中还要困难。怪不得经常有人说，我喜欢的人也喜欢我，这件事近乎于奇迹。假如现在身边有相爱之人，务必要好好的拥抱对方，因为他是通过重重的艰难筛选，最后在我心里安顿下来的人。千万不要被熟悉感蒙蔽，忘记了彼此的珍贵。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收听。如果你喜欢这本书或者本集内容，那要记得关注、点赞和分享哦。欢迎收听由5分钟心理学出品的《给大人的童话心理学》，作者刘慧银。本集我们继续了解第23故事《悲惨世界》的史丹佛监狱实验。甫入狱时，尚万强是一名善良的青年，然而在监狱里度过的19年漫长岁月，让他对世界只感受到愤怒。就算脱离监狱，也没有地方愿意接纳尚万强。好不容易，他辗转找到愿意收留自己过夜的米里埃主教，可是对于这唯一一位愿意伸出援手的恩人，尚万强反倒偷了他的银质餐具后逃跑。当警察把尚万强押送到米里埃主教面前时，主教却表示，尚万强拿的银质餐具是我送的，甚至还问他怎么忘了把银烛台一起带走。这起事件让尚万强彻底被感化，决定洗心革面，过上新的人生。然而，前科犯尚万强的这个名字只会在社会上寸步难行，因此他决定改名为马德莲。马德莲将主教送给自己的银器兑现，用那笔钱建制一座玻璃珠工厂，并且在几经苦思后，终于想出了轻松生产珠子的方法。后来，成为富商的马德莲捐赠100万法郎给穷困的人民，对社会有极大的贡献。随着时间流逝，马德莲愈来愈受大众尊敬和喜爱，更获选担任市长。虽然马德莲一开始予以婉拒，但是在市民们恳切的说服下，最终他点头答应，担起市长一职。某天，马德莲目睹贾维尔警官正打算逮捕一名女子，那名女子因为被喝醉的男子侮辱，所以才奋起抵抗。但是贾维尔以女子攻击商人为由，试图将她押走。等一下，马德莲喊道，贾维尔警官，请放了这名女子。市长，您这是什么意思啊？这名女子作恶多端，欺侮善良的市民。这件事的原委我一清二楚，错的是那名醉汉，请立刻放了这名女子。马德莲义正辞严地强调。市长，我并非随意逮捕无辜的人，这名女子分明有罪，我不能放她离开。你打算违抗上级的命令吗？请立刻照我的话去做。根据法律，这起案件是由我来判决，我命令你即刻释放这名女子。可是，我再警告你一次。马德莲强硬的立场让贾维尔不得不放走那名女子。让我们来分析看看吧。在监狱里待了很久的尚万强偷走了对自己施以援手的米里埃主教的银餐具，一开始看起来丝毫没有教化的可能。不过后期的尚万强不仅开设了玻璃珠工厂，被人民推举为市长，甚至还能威风凛凛地命令警官。正所谓时势造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说法亦不无道理。有一个知名的实验与此概念相关，那就是美国史丹佛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金巴多的史丹佛监狱实验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实验内容如下：津巴多透过报纸广告征选了24名一般民众，接着研究人员按照抽签的结果，将受试者分为9名看守、9名囚犯和6名候补。此外，24名受试者在实验进行的2周期间，每天都可以拿到15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08美元的报酬，且只要他们表示想退出，就随时都可以中断实验返家。但是，一开始计划好的2周实验，在5天后就突然告终，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实验的第1天，研究人员在警察实际帮助下，以涉嫌武装抢劫为由，逮捕了扮演囚犯的9名受试者。实验参与者最初有些惊慌，后来意识到这是实验的一部分，便没有进行任何抵抗。接着，研究人员将他们带到事先于史丹佛大学设置好的地下模拟监狱。抵达监狱后，研究小组发给扮演囚犯的受试者囚服，每个人的胸前都标有编号。而扮演看守的另外9名受试者则拿到了监狱官制服、哨子、警棍以及能够遮住脸部的太阳眼镜等。如今，囚犯们要开始坐牢2周，而监狱官们则分成3个时段轮班，每个人工作8小时，在非执勤时段可以返回自家。随着时间流逝，令人惊愕的情况逐一浮现。实验初期，受试者们对监狱官的角色略显尴尬，但随着时间过去，他们开始以管教为名，对囚犯施以侮辱性的体罚或暴力。起初，囚犯们会抵抗这些不合理的行为，但后来渐渐觉得自己是犯罪之身，理应受到教训。后来，监狱官们甚至自行开会，讨论怎么做才能有效让这些囚犯屈服。不仅如此，监狱官们以为深夜时段不会受到他人制止，所以还对囚犯们施以性方面的侮辱。结果在实验的第3天，一名扮演囚犯的受试者就因为精神病发作被紧急送往了医院。接着，在实验的第5天，模拟监狱便宣告中断，原因是津巴多的同事克里斯提娜·马斯拉奇到监狱观摩时，目睹了非常可怕的场面，连主导实验的津巴多也成为监视和观察囚犯的第2看守。受到克里斯提娜的指责后，津巴多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失，急忙结束了这场实验。即使是颜色鲜艳的苹果，被装在烂掉的箱子里，也必然会跟着腐烂。当人类被置于特定情境中时，会无意识地认为自己属于该情境，就此做出相应的行为。正如前文所述，不管是谁，只要表示自己想退出实验，随时都可以返家。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喊停，反倒是投入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里。这项实验的结果也被称为路西法效应 （The Lucifer Effect）。路西法原本是上帝最信任的天使，然而他嫉妒上帝拥有的权力，于是打算进行反叛。为了阻止路西法谋逆，米迦勒天使与路西法展开战斗，最后路西法战败，跌落地狱，成为了恶魔的首领。一般人普遍认为，天使本来就是天使，恶魔原本就是恶魔，但是路西法却从天使变成了恶魔。换句话说，任何人都有可能变成恶魔，证明了时势足以造人。比起原本的性格，一个人身处的境地会对他造成更大的影响。让我们再回到悲惨世界吧。尚万强原本是位善良的市民，却因为偷了一个面包而沦为囚犯。在经过一番曲折后，他不仅当上市长，甚至还可以义正辞严地命令警官。假如尚万强没有成为市长，他还能对警官大声说话吗？也就是说，如果尚万强是戴罪之身，还能反抗警官吗？当然不可能。说不定在警官发现他之前，就先逃之夭夭了呢。延伸学习，若想不被形势左右，就得学会控制局面。如同悲惨世界里的尚万强一般，时势造英雄这句话经常被使用在某人大获成功之时。然而，这句话并非只有正面积极的影响。在电影《看见恶魔》中饰演连续杀人魔的演员崔明植，结束拍摄行程后曾透露想尽快进入下一部电影。
那时他全神贯注在看见恶魔的剧本里。拍摄期间，有一次搭乘电梯，某位大叔亲切地询问他：“你的祖籍是哪里呢？”平时的他应该会恭敬地回复对方：“我是泉州崔氏。”但那天他格外暴躁，心想：这位大叔什么时候见过我？凭什么对我说半语？于是他直直地盯着大叔看了10秒，这才意识到：一直保持这种情感状态，一不小心就会遭受非议。在那之后，崔民植便尽可能的不要过度投入到角色当中。心理学家津巴多曾指出，无论多么善良的人，只要身处于恶劣的环境，就很可能跟着变得恶劣。与此脉络相似，心理学上还有一个概念叫做破窗效应 （Broken Windows Theory）。这项实验是将中古车的其中一扇玻璃窗打破，然后把车子停靠在路旁。1周之后，研究小组发现，车子竟然已达到必须报废的毁坏程度。于是，在犯罪率偏高的纽约，市政府便反过来利用这项破窗效应，让充满涂鸦与犯罪事件的地区变得更适宜居住。透过专责小组的成立，纽约市努力清除遍布大街小巷的涂鸦，维持环境整洁。结果在1年之后，纽约的重犯罪率整整减少了75%，展现出惊人的成效。就像这样，人们会根据所处环境的不同而受到极大影响。因此，不论心灵的善恶，我们都必须了解环境可能带来的冲击，并尽可能不被形势左右。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收听。如果你喜欢这本书或者本集内容，那要记得关注、点赞和分享哦。欢迎收听由5分钟心理学出品的《给大人的童话心理学》，作者刘慧银。本集我们继续了解第24故事：平冈公主与温达的罗森塔尔效应。平冈公主发自内心地对温达说道：“温达，你为人踏实、勇猛，只要努力的话，日后一定能成为将军。”温达听了公主的这番话，心底涌现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感。不能让一直相信我的公主失望。此后，温达就像变了一个人。白天他努力熟悉射箭和刀法，晚上则专心读书。而这段期间，平冈公主也勤奋地照顾温达买来的马匹。每年的3月3日，高句丽亦有聚在乐浪之丘打猎的习俗。当天捕获的山猪和野鹿将会用来祭祀上天和山川诸神。这天，众臣随着王上外出打猎，而温达也骑着公主饲养的马匹加入了队伍。在乐浪之丘上，温达跑得比所有人都快，也捕到许多猎物，没有人能追得上他。看到这幅情景的平原王将温达叫到面前，特别称赞了他。某天，辽东地区爆发战争，温达成为高句丽的先锋部队，砍杀了数十名敌军。温达的勇猛让高句丽的将士们备受鼓舞，纷纷与敌军展开激烈的厮杀，于战争中大获全胜。后来，所有人皆异口同声地表示，温达在战场上立下了大功。平原王闻讯后觉得温达非常了不起，对众人说道：“温达是我的女婿。”平原王不仅为温达和公主赐婚，赋予重要的官职，对他的疼爱更是与日俱增。从此以后，平冈公主和温达将军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在平冈公主与温达这则故事里，主角温达是所有人公认的傻瓜。一个受尽嘲弄的人，怎么会一跃成为代表国家的将军呢？在深入探究原因之前，让我们再来看一段故事。希腊神话中的雕刻家比马龙因为厌恶女性，所以决定一辈子单身。然而，就在某一天，他雕刻出一名非常美丽的女子，甚至爱上了这座女子雕像。就像对待生活中的恋人一般，他为雕像穿上衣服，戴上宝石戒指，还在他的脖子上挂了珍珠项链。某天，比马龙在阿佛罗代蒂的祭坛前恳切地祈祷：“请一定要把那尊雕像赐予我为妻。”阿佛罗代蒂被比马龙的真诚打动，答应了他的请求。
于是比马龙赶紧跑回家查看，原本冷冰冰的雕像，如今看似洋溢着生机。比马龙摸了摸雕像，感觉到些许微温，接着他轻轻地吻了一下女子。霎时间，雕像转化为人，望着比马龙露出羞涩的浅笑。比马龙为自己心爱的雕像倾注全部的心血，然后诚心诚意地向神祈祷，最终成功让雕像化身成人。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学到了迫切的渴望将能使梦想成真。平冈公主与温达、比马龙这两个故事有个共同点，有志者事竟成。在平冈公主与温达里，公主对傻瓜温达说：“你日后一定能成为将军。”而温达也相信公主的话，日以继夜的努力，最后果真跃升成了威风凛凛的大将。在比马龙故事里，主角将一座用石头雕成的人像看作实际的恋人，他坚信这座雕像即将获得生命，并成为我的妻子。透过恳切的祈祷，比马龙最终实现了心愿。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称为比马龙效应 （Pygmalion Effect）， 而在教育学领域则冠上了心理学家的名字，称为罗森塔尔效应 （Rosenthal Effect）。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罗伯特·罗森塔尔与时任小学校长的莱诺尔·雅各布森曾一起透过实验探讨比马龙效应在教育现场造成的影响。两人在美国旧金山的一所小学为全校学生进行了智力测验。接着，不论智力测验的结果如何，他们都从各班里随机抽选20%的学生列入名单，然后告诉老师们，这些是智商非常高的孩子。事实上，这份名单只是随机编列而成，同时包含了智商高与智商低的孩子。但是，听到这些话的老师们相信名单上的学生日后必定成绩优秀，而这种信念也带来了令人惊讶的效果。约8个月后，罗森塔尔和雅各布森比较名单上的孩子过去与现在的成绩，结果发现他们的平均分数足足进步了24分。此外，列于名单上的孩子也较其他学生表现出更高的自信感。换句话说，老师对学生的期待在他们的学业成绩上产生了积极正面的影响。霍桑效应 Hawthorne Effect 和安慰剂效应 Placebo Effect 也是与罗森塔尔效应相似的心理概念。霍桑效应指的是意识到自己正受到观察时，行为就会跟着产生变化。这一项心理学法则最早是在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埃尔顿·梅奥的实验中被发现。研究小组为了调查工作环境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前往某间电气公司位于美国西部的霍桑工厂。首先，研究人员打算探讨照明亮度对员工生产率的影响，于是将工厂内的照明调亮。实验结果发现，厂内员工的生产效率明显提高。经过一段时间，当员工们习惯明亮的环境后，研究人员再次把照明调暗。原本以为在变暗的环境里，员工的生产效率理所当然会下降，但是与研究小组的预期不同，员工们的生产效率又再次上升。除了照明亮度外，研究小组还陆续改变了工厂温度、上班日、休息时间等条件，但员工们的生产效率却持续增加。为了进一步了解为什么不管工作环境如何改变，生产效率都还是直线上升，研究小组对员工们进行了访谈。调查结果发现，生产效率之所以提高，是因为员工们意识到有人在观察自己。另外，所谓的安慰剂效应指的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作用，但当事人根据心态的不同而感觉到疗效。这项心理学概念是由法国的药剂师兼心理治疗师埃米尔·库埃所发现。某天，库埃的朋友突然来找他求助，我快要痛死了，现在时间太晚，没有医院看诊，能不能帮忙开药给我？在没有医师处方笺的情况下，库埃不能随便开药，经过一番挣扎，他选择了善意的谎言。库埃把对人体无害的葡萄糖类药丸交给对方，然后叮嘱道：吃了药之后会稍微好一点，明天早上赶快去医院看诊。几天后，库埃又碰到那位朋友，他啧啧称奇道：虽然不知道你开给我的是什么，
但药效真的很棒，吃完后也不用去医院了。对此，库埃大胆地提出假设：如果药剂师在病人领药时告诉他们服药后会好转，病人在相信药物的情况下，可能会透过自我暗示而让病情获得缓解。后来，相关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医学界产生莫大的影响。安慰剂效应在第2次世界大战时经常被使用，当时医疗人员因药材量不足，不得已只好开出没有任何疗效的处方给患者。但令人惊讶的是，拿到这些处方间的人，后来病情大多都有所好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原因就在于患者的心理期待与信任，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治疗，所以一定会康复。此外，有个趣闻也印证了上述的概念。某位游客在参观尼加拉瀑布时，觉得口渴，就喝了一口瀑布的水，但就在他转身的瞬间，看到告示牌上写着 Poisson， 他以为自己喝到有毒的水，突然开始感到腹痛，仿佛肠子被融化了一般。其实 Poisson 这个字在法语中是鱼的意思，该名游客误以为是英语里的毒药 poison。周围的人急忙将腹痛如绞的游客送往医院，但医生在听完患者的陈述后，反而哈哈大笑地说道：“先生，您看到的告示牌不是英语的 poison， 而是多加了一个 s 的法语 poisson， 指的应该是禁止垂钓。”听完医生的解释，他突然觉得肚子一点也不痛了，马上就健健康康地出院返家。延伸学习，小心别让自己的言论引发污名效应。人们的期待与信任，并非总能带来积极正向的结果。在平冈公主与温达的故事里，每当公主哭泣时，平原王总会对她说：“你这个爱哭鬼，大概没办法嫁给士大夫，只能嫁给傻瓜温达了。”最后，平冈公主也真的和温达结婚。这种平时经常接收到否定或负面暗示，以至于在不知不觉中出现负面行为的现象，在社会心理学上称为污名效应 （stigma effect）。stigma 一词起源于美国西部拓荒时代，当时人们为了证明家畜为自己所有，会在动物的屁股上以烧红的铁烙印盖章。假如不断对孩子说：“你真的觉得自己可以做到吗？你的能力不过才这样。”等负面言语，那么孩子的自尊感就会明显降低。站在孩子的立场，他们会觉得自己是个能力不足的人，行动力也会随之下降。换句话说，负面的言语真的会化为现实。印第安人有句俗谚：无论什么事，只要说10000遍，最终就会实现。以及，就算只是无心之言，只要不停地反复强调，最终都有可能变成现实。如上所述，我们脱口而出的每句话都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警惕，切勿让自己的言论对他人造成污名效应。各位听众，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收听。如果你喜欢这本书或者本集内容，那要记得关注、点赞和分享哦。欢迎收听由5分钟心理学出品的《给大人的童话心理学》，作者刘慧银。本集我们继续了解第25故事，也是最后的故事。变成小偷的少年的增强与惩罚。有位男孩在学校偷了朋友的笔记本，还把他带回家向母亲炫耀。然而，母亲非但没有责备儿子，反倒对他的行为加以称赞。几天后，男孩又偷了一件外套，还带回家送给母亲当礼物。这次母亲更是高兴得赞不绝口。随着时间流逝，男孩长大成为了青少年，开始偷取价值更昂贵的物品，但母亲却总是给予赞美。某天，少年在偷东西时被逮个正着，警察将他的双手上铐，交由死刑执行官押走。看到儿子被抓的模样，母亲捶胸顿足地痛哭了起来。临行前，少年表示有话要对母亲说，请求他到自己的身旁来。母亲为了听清楚儿子的声音，把耳朵紧紧地靠上去。这时，少年突然用力咬住，撕裂了母亲的耳垂，受到惊吓的母亲放声尖叫。
怒气未消的少年对着母亲大喊：假如你一开始有阻止我的话，我还会落到这般田地吗？曾经有心理学家说过，假如给我12个健康的孩子，并让我有权决定他们的教养环境，我敢保证，不论他们的才能、兴趣、性向、能力、素质或世代背景为何，我都可以培养出自己想要的类型，如医生、律师、艺术家、商人，甚至是小偷。到底是谁敢说出这么可怕的话呢？能如此充满自信的原因又是什么？上述这段话意指单靠环境就可以将某人打造成自己期待的类型。由此可见，环境对人的影响是绝对的。比起天生的本性，外部环境给予的刺激更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这种观点称为行为主义心理学 （behavioral psychology）。而上述那段话正出自心理学行为主义学派的创立者约翰·布罗德斯·华生。他强调，和本性相比，环境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占有更高的重要性。华生的理论是这样的：假如孩子不喜欢吃豆类，但每次吃的时候，母亲就会给予称赞或饼干当作奖励，那么最后孩子就会愿意尝试吃豆类。另一个例子是，孩子碰到想要的东西时便开始耍赖、哭闹。这时，如果父母顺从孩子的要求，他们就会认为只要耍赖就可以获得想要的事物，于是更为变本加厉。童话中的少年亦是如此。刚开始他偷了朋友的笔记本，但母亲的反应却是真厉害。换句话说，母亲称赞了儿子的行为，而称赞对人类来说是一种报酬和奖励。受到这种家庭教育的少年，很有可能根本不知道偷窃是错误的行为，反而还以为值得骄傲。这种现象在行为主义心理学里称为增强 （reinforcement）。增强指的是当对方做出某种行动时，便对其提供报酬或奖励，用以诱导后续的行为动机。增强的种类有很多，其中正增强 （positive reinforcement） 与负增强 （negative reinforcement） 的概念如下。所谓的正增强，指的是某人提出我喜欢的东西，引导我做出正确的行为，例如考试成绩进步的话，就提高零用钱的额度。与此相反，负增强指的是将我讨厌的东西去除，借以诱导正确的行为，例如考试成绩进步的话，就可以不用去打扫厕所。与增强相对的概念是惩罚，以及减少特定行动、修正行为的方法。惩罚也和增强一样，分为正惩罚 （positive punishment） 与负惩罚 （negative punishment） 两种。所谓的正惩罚，指的是对方提出我不喜欢的事物，用以减少我的不良行为，例如考试成绩退步的话，就必须去打扫厕所。相反的，负惩罚指的是剥夺我想要的事物，借以减少不良行为的频率，例如考试成绩退步的话，玩游戏的时间就会缩短。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们主张，人类的行为取决于增强和惩罚，并认为这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犯罪行为。例如，少年把朋友的笔记本偷回家时，母亲如果不是给予真厉害的增强，而是告诉他这样做不对，并施以惩罚的话，少年日后或许就不会成为偷窃惯犯。可是，故事里的母亲称赞了少年的行为，产生增强效果，导致少年经常去偷他人的物品。行为主义理论亦可套用在烟瘾大的人该如何戒烟，该怎么做才能成功减肥等日常议题。例如，某人打算戒烟，于是约定好，只要抽烟的话，就要缴交25元的罚款。不过，大部分烟瘾重的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想法：干脆就缴个25元抽根烟吧，然后继续过瘾君子的生活。因为比起罚款25元，透过尼古丁获得的精神满足感更大。这种情况就可以视为惩罚的强度不恰当。假如把惩罚改成每吸一次烟便会无条件遭受电击呢？那么即使有抽烟的欲望，也会因为惩罚的关系而感到犹豫不决。由此可见，若提高惩罚和增强的力道与及时性，就能在短时间内看到成效。因此，增强与惩罚也经常被用在犯罪预防或教化等方面。那么，
难道人类的一切都取决于增强与惩罚吗？行为与情感也单纯只是学习的产物吗？实际上并非如此。人的内心有所谓自由意志，也就是人类可以决定自身的行为。由于我们都承认这项事实，所以会对犯罪者进行惩罚，因为当事人的所有行为归根究底仍是出自个人的决定。同理可证，故事中的少年也一样，就算生长在一个赞许偷窃行为的家庭里，少年也保有精神上的自由，可以选择接受周围正确的价值观，决定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但是少年放弃了这种权利，最终沦为一名偷窃惯犯。当然，欲摆脱自己所属的环境，就仿如打破世界般令人倍感冲击，过程更是困难重重。但是就像小说《德米安：彷徨少年时》中形容的鸟奋力冲破蛋壳，若想获得新生，就不得不摧毁一个世界。延伸学习，有过克服痛苦的经验，就能承受住一切磨难。心理学家约瑟夫·沃尔皮塞利针对内在意志做了一项免疫训练实验 （immunization training）， 将几只老鼠分成3组，分别进行了不同的电击测试。首先，第1组的老鼠不给予任何的电击，第2组则是无条件会被电击，最后的第3组则是让驼们学习只要按下按钮电击就会停止的内在意志。接下来，研究人员将3组老鼠聚在一起，然后放进可移动的箱子里。箱子以中央隔板区分为2个空间，隔板的高度很低，只要老鼠有意愿，随时可以从所在的空间移动到另一空间。接着，约瑟夫将箱子接上电流，让老鼠不管在哪个空间都会受到电击。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观察在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现状时，老鼠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实验结果发现，从未受过电击的第1组老鼠，刚开始会为了躲避电击而移动到另一个空间，但随着时间过去，移动的比率也明显下降。而先前持续受到电击的第2组老鼠，移动的比率不仅更低，且随着实验继续进行，数值也进一步下降。但值得留意的是，曾经接受过训练，懂得按下开关来避免电击的第3组老鼠。这些老鼠们从未停止从所在空间移动到另一空间，即使反复测试了200多次，驼们也还是继续移动。也就是说，电击是有方法避免的内在意志，让老鼠们在被换到另一个箱子后也没有放弃。透过这项实验可以得知，如果有借由自身努力战胜痛苦的经验，日后即使遭遇其他难关，也不会轻易的屈服。因此，往后如果遇到困难，不妨试着用内在意志去克服吧。假如曾经透过自己的意志让情况好转，那么未来不管碰到什么样的考验，都能像实验中的第3组老鼠一样，拥有再次挑战的能量与勇气。各位听众，通过25个童话故事，我们已经播讲心理学展示了理解自己和看见他人的力量。每一个故事中的教训都可以帮助我们将其应用于日常生活，从建立关系到解决人际交往的冲突。通过每个故事，我们学会了如何面对恐惧、渴望和情感，从而发展同理心和宽容。心理学不仅是理论，更是帮助我们获得更幸福和有意义生活的工具。如果你喜欢这样有意义的故事，并想探索更多有趣的心理学课题，那记得关注、点赞和与朋友分享。探索人类灵魂的旅程永远在等着你。